姓名韩厥，先天气运如下，点击摇头子。先天气运天命孤星，克亲克旅克友，孤独一生。天命孤星，是要孤独一生啊！可恶，整整11年了，怎么还没有摇出极品灵根和顶级气运啊？我叫韩厥，来自地球的21世纪，年纪轻轻就被查出已是癌症晚期。于是我不想再受治疗的苦，回家等死期间玩了一款怀旧修仙游戏，没想到玩着玩着人就没了。再一睁眼，便投胎到了一支修仙门派——玉清宗，是大燕王朝的正道修仙门派。我的父母是玉清宗外门炼丹师铁老的奴仆，平日里为他种植丹药。铁老不准奴仆修炼，那些灵草对修仙者有益处，但对凡人却是致命毒药。于是，在我6岁那年，父母丢下我逃走了。好在铁老也没计较，反而让我代替父母照顾那些药草。就这样，我到了11岁。我的灵根资质和先天气运可以靠系统摇头子随机改变，不过每日只能分别摇1次，早上7点可以刷新。这个设定真是坑爹啊！继续摇，我就不信了，一定要得到逆天的属性再开始用系统修炼。哼！1、2、3、4，2、2、3、4，嘿咻嘿咻，运动完毕。好，就来看看我今天的手气如何。出来吧，系统！灵根资质千年废柴。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无所谓了，还能摇1次先天气运，继续吧。先天气运绝世无双，仙姿魅力顶级，天命剑痴，剑道资质顶级，剑道悟性顶级，身法绝尘，身法资质顶级。先帝后裔，游戏人生开始后获得一部绝世修仙功法，1000块上品灵石。这是4个超极品的先天气运啊！哇，发达了呀！咦，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接下来我就只需要专心摇灵根资质了。有了这4个极品气运，就算我摇到40岁又如何？两世为人，我一定要活得精彩。等着吧，不久的将来，这个修仙界一定会有我韩厥的一席之地。大家快出来呀！宗门来了2个仙人，快去谷口拜见呐！啊，有修士来了。这就是仙人呐，好厉害呀！要是我也能成为他们那样就好了。有什么好羡慕的？等我摇出了极品灵根，只会比他们更厉害。今日起，我2人负责守护药园，尔等不得打扰我们修仙。啊！铁老出事了！铁老需离开药园办事，近段时间附近潜入了魔修，宗门特地让我2人前来驻守，尔等不用担心。修仙界从来不是一个和平的地方，真希望我运气好点，能早日开始用系统修仙，也多一些自保的手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给我开！哈哈，来个破盖呀！哈利路亚，欧皇大发现神光！听不听后边跑啊？随便那路神仙，请你们保佑保佑我，别玩我了！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呀？2年了，连一个高等灵根也不出，更别说什么极品了，这也太黑了吧！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开始修炼？要不然，
直接用中等灵根修炼算了。不，我是要成为爽文男主的男人。主人回来了！铁老消失了2年，终于回来了。拜见主人。我离开这段时间，你们做的还不错，我很欣慰。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主人分忧是我们的荣幸啊！一群马屁精！你们4个过来，把手伸出来，让我检测一下你的灵根资质。测灵根？他不是从来都不准奴仆修炼的吗？为什么突然反常？他的衣服上有血，铁老受伤了。来，把你的手伸出来。是。这家伙不会是想把我们做成丹药吧？没有灵根。下一个。还好我尽早把灵根摇没了。不错，你有灵根。老夫欲收你为徒，带你到谷外修炼，你可愿意？我愿意啊！张哥这小子走了狗屎运呢。是啊，他以后就是仙人了呀，跟我们不一样了。这肯定有诈，怕不是先养肥再杀。我一定要赶紧摇出顶级灵根，开始修炼才行啊！灵根资质6道灵体，蕴含顶级风、火、水、土、木、雷灵根，增加一定气运。6种属性的顶级灵根啊！终于被我摇出来了！苦尽甘来还等什么？现在就开始修炼！嘿嘿，等等，我忘了铁老这个坏老头子了。张哥被他带走后，果然就一直没有再出现过，多半是已经挂了。我要是被他发现在修炼，可就危险了呀！可选择一个小地方，系统帮忙创造结界，结界外的修士无法察觉到结界内的变化。能制造结界，瞌睡送枕头，牛啊！嘿嘿，既然如此，系统开始吧。开始回顾人生经历。韩厥，你出生在凡间一修仙宗门内，从小到大容颜绝世，受人喜爱。你的父母在你年幼时弃你而去，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命运需要你背负。你在剑道上有超越世人的绝顶天赋，你经常能感受到天地间蕴含着6种摸不准、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如今你意外觉醒仙帝传承，获得绝世功法6道轮回功，从此踏上修行之路。请选择你的主要修行路线：剑修、雷修、土修、火修、水修、木修、风修。修行方向，6道轮回功法肯定是6种灵根一起修炼的，单选一种很亏啊。再加上我拥有绝顶的剑道资质，就选剑修。身体充满了力量，这就是修行的感觉吗？修行开始，一旦踏上修行路，茫茫千年皆是梦。你的属性如下，加油提升吧，少年。姓名韩厥，寿命65分之16，修为无，功法6道轮回功，可传承。灵根资质6道灵体，蕴含顶级风、火、水、土、木、雷灵根，增加一定气运。先天气运如下：绝世无双，仙姿，魅力顶级；天命剑痴，剑道资质顶级，剑道悟性顶级；身法绝尘，身法资质顶级；先帝后裔，获得一部绝世功法，1000块上品灵石。点击查看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个什么玩意儿啊？铁老仇恨度为1星，炼气境7层，对你充满厌恶。若是你有修仙灵根，必定算计你。什么？铁老头，我辛辛苦苦为你种草，你还仇恨我？等等，铁老小肚鸡肠，
应该是因为我那便宜爹妈跑路的原因。好在他最近几年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正好可以安心修炼。事不宜迟，现在就开始提升修为。等我修炼到炼气9层便离开这里，看那糟老头子还能拿我怎么办？这些光点就是灵气，似乎药园里只能感受到风土木水，没有火和雷灵气。算了，就先把这4种灵气修炼好再说吧。你开始第1次修炼，修炼发展有以下选择： 1. 高调的绝世天骄，可获得一把炼气净法器； 2. 低调修炼，可开启隐藏修为灵根的功能。这系统未免也太贴心了吧！我必然选择2，低调修炼。选择成功，你可以随时开启隐藏功能。以土灵气给养，木灵气固本培元，水灵气滋润，风灵气带走晦气。速速生长吧，我的灵草！如今我的4种灵气都已经修炼到了炼气境7层，效果十分显著啊！没人发现，今天就到这里吧。各位大叔好啊！哦，好啊，韩爵。快看快看，那就是韩爵！天哪，人帅，药草又种得好，好想嫁给他呀！自从开始修炼，我的魅力属性也展露了出来。哎呀，如此高调，也不知道是好是坏。系统怎么不把这个也屏蔽了？韩爵，哦，邢仙子，跟我来树林一趟。是。这邢红玄帮铁老守护药园，平时对我们这些药奴也不屑于接触啊。突然叫住我，到底是什么意思？系统显示邢红玄与我的关系。邢红玄好感度2星，对你有浓厚的兴趣。没道理啊，我从来没跟他接触过，怎么就有2星的友善关系了？完了完了，看来他窥视我不是1、2天的时间了，一定是仙子魅力引来的孽缘呢。你不必紧张，我并非要为难你，只想问问你，你甘愿做这一辈子的药奴吗？乔仙子说的，要是有别的办法，谁会想做药奴呢？可小的一辈子在药园长大，何况铁老……帮我做一件事，我带你修仙，摆脱凡人身份，如何？不知仙子要小的做何事？帮我拿到铁老的丹谱，我带你离开玉清宗，加入魔教怎样？若你资质不错，修为有成，我甚至可以考虑成为你的道侣。靠背哦，这女人竟然是魔修！开什么玩笑！同意便是得罪了整个玉清宗，若是拒绝，这魔女多半是会杀我灭口。我俩修为同样是炼气境7层，可我没学过法术，也没有法器。没关系，还有时间慢慢考虑，我可以等你。他铁定藏有后手，不能硬碰。我不知道那东西的位置，又没有修为。别废话，丹谱就在铁老的阁楼里。至于看守，你不用在意，到时候我来引走他们，怎么样？不难吧？此丹能帮你开启灵根，你且先服下，就当个见面礼。骗鬼呢你！真是穿肠毒药吧喂！真乖，放心吧，事成之后，我会把你当夫婿培养的。我真的谢。系统，驱除我体内那个丹药。邢红玄，你等着，小爷绝对不会放过你。魔教的人行事不择手段，就算我帮了他，也没有任何好处，说不定还会被……遭遇魔修邢红玄的威胁，你有以下选择： 1. 盗取丹谱，获得邢红玄的青睐，获得玉清宗5星仇恨度。 2. 绝不听从，不让邢红玄得到丹谱，可以获得剑法
绝指神剑。居然还有系统任务，不帮他还能获得技能，那还有什么好选的？猩红玄，老子与你势不两立。我已探听清楚，丹普就在书房，一会儿我把铁老阁楼的守卫引走，你就进去寻找。明白了。记住，阁楼里有阵法，一旦出了问题，铁老就会赶回来。你的时间不多，动作麻利点。这魔女还真狠呐！安息吧，哥们儿。他往那边去了，快跟上！这女魔头动作还挺快嘛，人都引开了。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的装装样子好了。这魔女明明自己溜进来找丹普更方便，却非要搞这么大的阵仗，脑子有坑吧？铁老用的笔都是金子做的，我们这些药奴却只能混点最低的温饱，万恶的地主老财啊！你在唠叨啥呢？丹普找到了吗？还没，这里东西太多了。你在偷懒？没啊，怎么可能？别废话，我都看见了，你小子敢玩我！你别，听我解释，我啊，这是丹普！不，铁老，东西不是这样藏的！完蛋，丹普得手，他必会杀人灭口。不愧是你，真是我的吉祥物啊！真看不出老师的你还挺会制造浪漫的呀。只要你高兴就好。怎么办？丹普在他手里，我的绝指神剑要没了。不过他气息好像不太稳定，估计是为了引开看守费了不少力气。要不要阴他一手？这个要怎么打开啊？敢打丹普主意，真是胆大包天！你竟然回来了！我早就回来了，只是一直在等你现身。之前我一来就看到你俩，这么多年，其他弟子都不接我的任务，就你们接，肯定有猫腻。受死吧，魔修！走为上计。站住！别以为这样就算了。要不是魔修逃遁功法一绝，今日他休想活着离开。好疼！铁老，大人您可终于来了，那魔女去哪儿了？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事情就这样。他这么跟你说的，想培养你成为夫君，真是笑话。别提了，好险，他应该看不出我在演戏，这下罪责不用落我头上了。行了，快滚去睡觉。是。成功获得剑法绝世剑指。Holy 给，终于有保命手段。药草园已经无法助我修炼，差不多该离开了。这2年里，我将4系灵根全修炼到了炼气境9层，就差把雷火灵根也修炼到炼气境9层，便可突破筑基境。但药草园周围依然捕捉不到雷火灵气。铁老大人又出去寻找药材了，难不成是大限已至？别瞎说！铁老的修为卡在炼气境7层，无法再增长。不是谁都可以跟我一样，可以不断的突破，这便是资质的差别。当然，处境变化也同样重要。铁老也罢，
我也罢，离开只为增长寿命，只为变强。要悄然离开药园并不难。如今，就算铁老来阻挡，我也能全身而退。20年，再见了。我的人生即将迎来新的开始。就玉清宗吧，药园虽然附属于玉清宗，不过除了铁老，应该没人认识我。来者何人？亮出宗令。在下韩厥，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什么？炼气境9层？你且等等，我让人去通知外门执事。在下玉清宗外门执事杨罗，这几年时有魔修潜入，所以韩兄弟能否让我检查一下？你能施展一下灵力吗？行。这也太强了吧！这是什么法术？按照他的修为，未免太离谱，灵气纯度也不低，不像魔修那一类。哈，没问题了。从今以后，你便是玉清宗外门弟子。好，我带你去外门登记身份。多谢，麻烦你了。那个，请问一下，外门有多少弟子？进入内门需要什么条件？外门有2000多名弟子，只有筑基才能进入内门。不过筑基很难，每3年宗门都会进行宗门小比，前3名皆有筑基丹。筑基丹可以帮助炼气境9层突破至筑基。那内门弟子多吗？这我倒不清楚，我们外门无法了解清楚内门的情况。哦，看来玉清宗很厉害啊。那是自然，本宗可是大雁修行界的名门正派。敢问，玉清宗可有雷灵气、火灵气的修炼之地？外门没有，内门或许有。莫非此人是雷灵根？你若是有雷灵根，可以向长老堂申请，说不定能破例拜入内门。毕竟这种稀有灵根一般都会得到宗门的特殊培养。只要有雷灵根就可以。杨兄，劳烦你帮我引荐一下，我若能进内门，以后定然忘不了你的恩情。没问题，那我便破例帮你去跟长老堂说明一下，争取让你直达内门。多谢杨兄，在下感激不尽。好说好说。有一名炼气境9层的散修要加入宗门。那过个流程，先从检测灵根开始。且等，大长老回来了吗？还没。你检测？那我6种灵根被发现可不好，还是低调一点。系统，妈的一定要隐藏一下呀！此人拥有雷灵根，可以安排他入内门。当真？那可惜少了。三灵根。此事已上报给大长老，等他回来就带你入内门。你且先休息吧，有消息我会来通知你的。一不小心被重点照顾了，但愿不会打扰到修炼。啊，这是火灵气，谢谢大爷，房间地段选得妙啊！那就在大长老回来之前，先把火灵根修炼到炼气境9层吧。我的资质注定我不需要去冒险谋取机缘，只需耐得狗中狗，踏踏实实修炼就好。我享受着变强的感觉，准确的来说，是寿命增长的感觉。前世的我不珍惜身体，各种熬夜通宵打游戏，到最后才悔之生命诚可贵。这一世，我不要功名利禄，不要美人，只要活得久。不好意思，让你等了半年，大长老他总算回来。难道你一直在修炼，从没离开过房间吗？气息都强了很多啊！半年过去了，拜见大长老。侄子的火灵力增强不少，看来半年都在苦修。是啊，他半年都没出门过，资质好又肯苦修，说不定会成为精英弟子。气质很不错，不比内门弟子差。哪里？想要加入内门，你得拜师。内门里共有18峰
18位传教长老。若是有人瞧得上你，你就可以直接成为内门弟子；若是没有，你只能参加宗门小比，争取早日筑基。弟子明白。好，出发吧。各峰因执教长老的性格不同，风气也不同，有的争强好胜，有的低调苦修，有的常年外出任务。你想加入怎样的修行风气中？就选低调苦修的。我不喜欢热闹，也不喜欢高调。那御幽风很适合你，你一定会喜欢的。哎，好大！前方便是我玉清宗内门之地。御剑飞行，不必羡慕，毕竟内考科2，你很快会学通的。你看，那儿便是玉清宗中心所在，以后做任务、领取俸禄都是在这里完成。当然，里面也可以交易。我有点低估玉清宗的实力了，原以为只是古装仙侠剧里那种小宗门，没想到这么大。古装仙侠剧是啥？老衲从没听说过。啊，那个是……小心！哎呦，要是摔下去，甭管你是炼气境9层修为，也得摔死。总算到御幽峰了，只是没想到御幽峰如此冷清啊。御幽峰弟子算是内门最少的了。御幽峰的执教长老是西玄仙子，修为高深莫测。他喜欢闭关修炼，喜欢清静，所以御幽峰不热闹。再加上他不允许手下弟子产生情愫，结为道侣，所以弟子很少。留在御幽峰的弟子基本上都是苦修士。你要是想换……真的吗？那太好了，御幽峰太适合我了。修炼最怕被打扰，结。这小道友有前途。此子名为韩觉，是一名散修，3灵根资质，拥有罕见的雷灵根。路上老衲询问了一下，他喜欢清静，不希望太高调。您看意下如何？韩觉，你可愿加入本峰，不问世俗，一心修炼？常月儿对你产生好感。御幽峰终于来了个像样的师弟。嗨，你好啊！好感度2星。好感度才2星？我绝顶魅力这么拉胯？只要没有吩咐，弟子可以足不出户闭关100年。常月儿对你的好感度降低，当前好感度为1星。哼，女人。有趣，那可会法术？朝本座进攻，让本座看看你的能耐。是。急。点到为止，真有一手啊！常月儿对你的好感增加，当前好感度为2星。西玄仙子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1星。你就会这一招？是的。此剑法不错，以后就留在御幽峰吧。那老衲便不打扰了，走了走了。哎，我看好你哦。他为啥这么看着我？这是让你拜师呢。徒儿韩觉拜见师父，师父万岁万岁万万岁！不至于。你当为师是女皇？也罢，月儿，带你师弟去内门登记一下，顺便帮他安排洞府。好的，师父。这就完事了。韩师弟，你可会御剑飞行吗？还没学过。此子形象气质极佳，这份心性也很不错。韩师弟，我叫常月儿，你也可以叫我师姐。你初来乍到有什么不懂的，随时可以来找师姐。
多谢师姐，师弟不敢麻烦。不过若是师姐需要帮忙，可以随时吩咐师弟。你这人真好，此师弟老娘要罩着，不能让他被欺负。5年了，整整5年，你可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整个御幽峰就他一个是我的师弟，一个，而且超级美，态度性格也很对我的胃口，真是绝子。多年的苦等，算是值了。御幽峰名不符实啊，这师姐怎么豺狼虎豹的？这里面便是你的洞府啦，师姐的洞府就在旁边，你平时可以安心修炼。多谢师姐。从开始修炼到现在，第一次有了迫切感，是因为差距过大才产生了焦躁感吗？我师父竟然是个元婴境修士。听大长老说，元婴境之上就只有玉清宗开山老祖，然而他外出多年未归，也就是说，师父是我目前所接触到的最强修士。不错不错，眼下还是先把火灵气修炼到第9层。有这么好的大腿，我可要争气啊！你成功成为玉清宗内门弟子，并开始了入门后的第1次修炼。你可以选择以下发展路线：1. 赚取声望，带领御幽峰成为最强大的一峰，可获得一把绝品法器，得罪西玄仙子。2. 低调修炼，默默无闻，获得西玄仙子的认可，可获得一部身法秘籍。这争气不是好事吗？我是不是有点奇怪啊？对了，得该学一下御剑飞行，不然下山还靠搂着师姐。哼，懂了，小意思。有顶级剑道天赋的加持下，看一眼就会了，不用像霸某这哥们儿试图给飞剑装上栏杆。韩爵，此子真是刚修炼御剑术。拜见师父，徒儿正有事求见。徒儿现在风灵根、火灵根均已修炼到炼气境9层，望师父指点徒儿哪里可以修行雷灵气。你要修3系灵力筑基？是的，师父。且止啊！老子修6系，恐怕不行的。为何？师父，请问为什么不行？修3系灵气筑基，这条路可不好走，遇到的天劫也会比其他人要强。你可以单修1种灵气，等金丹大成后再修其他灵气也不迟。确实有道理，拥有这些灵根自会有代价，只不过师父不知道我有系统啊。明白，但徒儿相信自己能成功，徒儿愿把所有时间花在修行上。内门有通往雷灵池的传送法阵。多谢师父指点，徒儿这就去。真不愧是雷灵池，纯度太高了。这么大的地方，却只有1人在修炼，看来雷灵根确实稀少啊。在雷灵池内不要乱走动，只能在池边修炼，否则被雷劈死也是你活该。瞎嚷嚷什么？没见过帅锅似的吧？是，都帅到挡住我的人生之光。算你嘴甜，你自个找个地儿修炼，别靠近中心就行。好。树妖，虽然看着阴间了点，但在其附近修炼效率必会翻一番，简直堪称修炼催化宝。看来雷灵气能再提前修炼到9层了。Nice， 从0开始，1年之内要修炼到9层，修！我没听错吧？1年9层人化否？再狂妄也得有个限度，没人能办到1年之内满级。就这心性，注定是走不远的。好吧，我收回去年的话，这家伙太虎了。终于等到这一天，6系炼气已圆满，可直接筑基。师父曾担心我修炼太多灵根会导致天劫过强，但我修炼的功法里就记载了辟劫之法。这是筑基雷劫，幸亏他真会挑地方。
这话什么意思啊？他不该在这里渡劫，雷灵池中引动雷劫，威力翻倍。你赶紧脱身，以免殃及池鱼。那他岂不是？劫引已定，要救都来不及。区区雷劫，化作我筑基的力量吧。这到底是什么功法？不清楚，看来是筑基成功了。太快了吧！使用雷灵石3年，实付100块上品灵石。多谢客官惠顾。本打算突破之后巩固一下修为，筑基境3层，实属意外，寿命快200年了，嘿嘿，活着真好。您有以下选择：一、名扬玉清宗，可获得9幽雷法西玄仙子的仇恨；二、默默修炼，早日练出金丹，可获得一把绝品法剑。我家师傅这是有多爱清修啊！短短2年就达到筑基境3层，放眼整个内门，你也算是佼佼者。在下天雷峰莫复仇，请教阁下姓名。莫兄弟过奖了，在下玉幽峰韩爵。玉幽峰的师弟，你这等天资，加入玉幽峰可惜了，不如来我天雷峰，我师傅便是雷修。我已经拜西玄仙子为师，岂能随意改换门庭？多谢莫兄弟的好意。那好吧，机会尚在。你的好友邢红玄遭同门追杀，侥幸反杀。这边没有，去那边山洞找找。长老有令，捉拿叛逃者必有重赏。遵命。报告，此地未发现目标。终于能摆脱魔教，不知要去哪儿好。我这身份，无疑会人人喊打。要弃暗投明，就只有那个人会相信我。毕竟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为我站出来。夫君，韩爵。灌木丛，红发。站住！你的好友邢红玄背叛清明魔教，遭遇清明魔教追杀，对你的好感度增长，当前好感度为4星。你几年没见了，他竟然还活着。问题是面都不见，他哪里来的好感度？有毛病吧？算了，继续修炼吧。先从火灵啊，钟声吗？发生什么事情了？嗨，师弟，好久不见。是钟声没错，我们一起去见师傅。你筑基了？侥幸侥幸。我居然看不透师弟的修为，我可是筑基境2层，师弟岂不是3层保底？说好一定要罩着师弟，我这当师姐的面子往哪搁啊？常月儿对你的好感降低，当前好感度为1.5星。事不宜迟，路上会解释给你的。这架是哪项赶路啊？敲钟代表着师父要召见所有弟子。我在这这么多年，玉幽峰上还是头一次敲钟。召见所有弟子，希望不会是什么麻烦事情。据说宗门有清明魔教的细作混进来了，最近招收弟子得小心了。魔教的细作甚至不修炼魔功。清明魔教真是越发嚣张了。啊，好清秀的姑。哇，这是谁？好帅啊！这位师弟是什么时候来玉幽峰的？怎么平时都没见过？想必你就是师父新收的师弟韩爵。在下玉幽峰弟子柳三心，峰内事务大多是我代为管理，欢迎师弟随时来找我。多谢大师兄。好说。好了，都坐好。这次召集你们过来，是接掌教之令。以后的18峰斗法，末尾3峰将派出弟子前去参与对抗清明魔教。这些年，清明魔教屡次派遣奸细算计玉清宗，掌教表示要准备反击。看诸位师兄师姐的表情，倒不用担心会被派出去，只是让倒数前3峰去，这是送人头还是资敌啊？排名之事我倒不担心，
只是此事涉及魔教，我玉清宗与之必有一战。你们选择历练任务时都上心些，谨记为宗门效力。请师父放心，我玉幽峰虽然一直低调，却也不是不想为宗门效力。师父，最近宗门出了一个杰出弟子培养计划，将各峰最杰出的弟子集中培养，作为宗门下一代的基石。您看选人方面，这可不就是为我这种首席弟子专门出的计划吗？人选方面的话，韩爵，入峰数年，你便从炼气9层达到了筑基3层，堪称天才。此次宗门培养计划，不如你去。不是吧，师傅？为什么不让柳师兄去？论实力天赋，柳师兄皆是上上之选。是啊，是啊。师傅，承蒙师傅看重，但弟子一心只想清修。况且徒儿初来乍到，此等机会应该让给师兄师姐们。师傅这么看重我，等等，莫非在怀疑我是魔宗奸细？不怕1万，就怕万一，我还是拒绝比较好。当真？那便由柳三星去吧。你是玉幽峰的大弟子，可不得惹是生非。徒儿明白。小师弟，刚刚多谢你，以后遇到麻烦随时跟师兄说。柳三星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1星。哈哈哈，那师弟先预祝大师兄一帆风顺啊！大师兄，我来带小师弟就好。哎呦，师妹这回终于当了一次师姐了，嘿嘿嘿嘿，我有事先走了，加油，小师弟。话说，师弟你修行了这么久，还没有做过宗门任务吧？要不要师姐带你啊？宗门任务能不去吗？不去倒是没事，不过做宗门任务可以有很多修行资源的。不用了，师姐，我灵石资源还够的。可是做任务还有贡献度，贡献度高了可以换丹药的。我怕死，还是算了。我被修士，岂能怕死啊？不怕死，那修什么仙啊？你竟然有点道理。看来韩爵确实不是魔宗系族，但是一介散修却不缺资源，天资上等，还是再观察一下吧。臭小子，你又来了，给我解释下，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还是筑基3层啊？唉，修行的事情谁说得准？听恕一句劝呐，修炼这东西水很深，你把握不住的。才怪！你看到的只是雷灵根3层而已。之前花了近400块上品灵石代价，才把其他灵根修炼到了筑基5层。得尽快用最少的灵石把雷灵力修炼至圆满。韩兄弟，你也在啊？啊，好久不见，莫兄弟，这位是？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族妹墨竹，这位就是我和你提到的玉幽峰弟子韩爵。Hello。你怎么还是筑基境3层？我族兄都说你可能已经筑基6层了。嘿嘿，稳扎稳打啊！我先修炼了，待这儿一会儿可要不少灵石。啊，提醒一下，要一块儿修炼就请离我远一点。哼，还以为莫复仇看好的天才有多大能耐，这么多年一点进步也没有。哎呀，倒是我，10年早就突破2层，算是天才水平了。大哥，你看，周边灵气被剑术吸过去。这吸收灵气速度竟远超过我，怎么可能？我都筑基9层了。他到底修炼的是什么功法？是灵根资质所致。啊，既然如此，那韩爵的境界为何没有提升？此人定然是有压制修为的手段，他的修为恐怕已经追上我了。只能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莫复仇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2星。雷灵力终于修炼到9层圆满了，烦请前辈开传送阵送我回内门，要到领俸禄的时间了。啊，很久没领了，不知有多少灵石。小子，你很不简单嘛！我这里有一桩机缘，能获得很多修行资源，你想参加吗？
危险吗？机缘自是伴随风险。哦，这样啊。哎，道友留步，等等。机缘呢？说实话，还真有一点心动。但有危险因素，还不如定期拿俸禄，铁饭碗它不香吗？此人是谁？好俊呐！我之前见过，好像是玉幽风的。我们玉清宗竟然有这样的男子，你们谁知道他的名字啊？你魅力太高，真的是一种烦恼。韩兄，啊，你在这里啊？我们真有缘。韩兄，正好我有一事需要你帮忙，是个大机缘。又是机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心动吧，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莫姑娘请自重啊。韩兄，抱歉，我还得回去修炼。哎呀，修炼什么？这可是一桩大机缘，可听说过？啊，人呢？这妮子应该没追来吧？刚才过去那个男修你看到了吗？当然啊，比去年内门大比的莫复仇帅多了，对吧？我也觉得。内门大比，修炼过头竟然忘了这件大事。徒儿求见师傅。进来吧，正有事找你。万分抱歉，徒儿疏于修炼，错过内门大比。不必自责，以后有的是机会。倒是你，修为还是筑基3层，是开玩笑吗？为师可是知道你不止这些。师傅见笑了。其实徒儿已经筑基境9层，只是想低调，所以隐藏修为。师弟，你怎么突破的这么快啊？若是玉幽峰人人都如你修行这般刻苦，玉幽峰必定会成为最强的一峰。你低调修炼，成功获得西玄仙子的认可，奖励一部身法秘籍，恭喜你获得7重幻步。好耶！差点忘了还有这奖励啊！那不至于，徒儿只是喜欢修炼罢了。哎，才发现有人要拜入。师傅，室内怎么会有落叶呀？天老，你们两个以前认识？何止认识？韩爵，这位是新拜入玉幽峰的弟子，你称他铁师弟就好。多抓马呀！韩爵，你小子竟然成了内门弟子！明明以前他没有灵根，短短20多年，我费尽千辛万苦才筑基，他却直飞筑基9层。这等资质，要是早年能发现就好了，说不定我……铁师弟，你这是副什么表情啊？韩师弟是咱们峰的天才，可不许你打什么歪心思哦。世界教训的是，我只是感叹这个世道太魔幻。好了，韩爵，为师给你安排一个任务，去镇守玉清宗的万妖界。万妖界？好喂，就是玉清宗饲养妖宠的地方，让我陪韩师弟一起去吧，师傅。不行。师傅，那边很危险的，时常有妖龙暴走，也有弟子被残忍杀害的例子。不带这么坑徒儿吧？竟然毫不掩饰。不用担心，各峰都会派遣一名弟子去镇守万妖界，那里灵气浓郁，很适合你修炼，不过却有一定危险，多注意一下就没事。压根儿就没给我拒绝的机会啊！这任务不就是动物园保安吗？我摸鱼算了。那徒儿便听师傅的安排。好，你收拾一下，会有人带你前往万妖界。师弟等等，我也帮你收拾去。你与韩爵的过往，本座不想计较。从今以后，你们是师兄弟，与他打好关系，对你只有好处。以本座对他的了解，他也不会算计你，你大可放心。以后韩爵会是玉幽峰的亲传弟子，
亲传弟子，这小子确实配得上。已经来了1年半了，有点无聊。看看系统有没有别的功能。好友圈更新了。你的好友墨竹遭遇魔修袭击，险些重伤。你的好友墨竹遭遇玉清宗弟子袭击，命悬一线，摔下悬崖。哼，果然机缘就没好事儿。莫姑娘还是自求多福吧。是时候出去巡视了，顺便多熟练一下七重幻步。万妖界虽然是个修炼的好地方，但每隔一段时间也要巡视一番，以免妖兽暴动。看起来没什么危险。玛卡巴卡，玛卡巴卡。好险！幸好之前掌握了7重幻步，此妖不简单，竟然能在阁楼重地静止下随便走动。看来我得动真格的了。7重幻步，炼制巅峰第7层，可分化7重残影，不仅可以增加速度，还可以迷惑敌人。绝指神剑。可惜，7重幻步只有本体才会打出伤害，要是分身也有伤害，他绝对活不了。好在他只是速度快，没别的攻击手段。不过这猫是什么来历啊？最近妖兽暴动有点明显，还是将情况上报吧。此事颇为蹊跷，应该是清明魔教所为。依我看，那群宵小恐怕是想利用万妖界的魔兽。没错。最近宗门清理的魔宗探子又多了3成，不如我们多派点弟子去万妖界，以防不测。我怀疑咱们高层有内奸，掌教他。总之，掌教失踪，还有万妖界魔兽暴动，这2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师妹，为何不说话呀？这些事由你们来决定就可以。师妹莫非是知道些什么？各峰天才培养计划幕后，掌教带着18峰核心弟子又去了哪里？师兄，你知道我意志清修，对这些仅止表面。倘若长老之中真有内奸，那我能信任的只有师妹你我可得联手啊。那是自然，毕竟你我师出一脉。甚好。诸位。那么接下来就向万妖界增派弟子支援，散会。万妖界分布的禁制阵法是个好东西啊，用来巡视、落脚休息或修炼都很合适，而且金丹境都进不来，不怕被妖兽或敌人袭扰，隔音也一级棒。小友，你这是把万妖界当成修炼之地？不然呢？什么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居然不受禁制影响，除非金丹境之上。莫慌，我跟你一样是玉清宗弟子，来镇守万妖界。你看着是筑基3层，可我看你实际吐纳速度。是筑基境9层，对吧？修为被彻底看穿，这老头何方神圣？你不必紧张，是你主动来的，还是你师父派你来的？是我师父西玄仙子派我来的。哦，你师父有交代给你什么任务没？就算有，我又岂能告诉你？哦。不能告诉别人，有意思，这师妹。行了，小子，
可知道你已经惹了麻烦吗？那跟我来吧，看在你师傅的面子上，我可以帮你解决。李青子，玉清宗掌教，爱慕西玄仙子。信你个糟老头！你还说你是个弟子，这厮还爱慕。这里的妖兽已经有暴动的趋势，而且这些妖兽都是妖王虎心白龙手下。要知道，虎心白龙可是睚眦必报，暴虐成性。此次号令这么多妖兽潜伏在这儿，预备暴动。老实交代，之前你究竟干了些什么？怎么会招惹虎心白龙？小友，小友，师妹，不配。小友，问你话呢。是这样，2年前就遭遇。奇了怪了，妖兽暴动比预料的还要早，看来不是你惹出所为，多半是魔教暗中作乱。你和虎心白龙那事儿只是其中一插曲，你运气真的太好，妖王可能是被设局消耗太多，不然那时你就凉了。你用的什么身法呀？竟然比虎心白龙还快！路上捡的一种身法，比他快也正常。正常个蛋！这是妖王，要比速度，金丹境强者来了都得喝一壶的。眼下优先处理妖兽可能暴动问题再说，要解决得从源头开始。前辈，您说的解决是要杀了他吗？鬼！这头妖王潜力极大，杀了他你赔吗？怎么解决啊？也许这是机会。你师父派你来万妖界，应该是有意让你立功。加上你身法不简单，面对虎心白龙还能全身而退，想必还有2、3把刷子。我看不如你去降服他。前辈，你还是找别人吧，我只想安心的修炼。道友留步！那么多妖兽，拿头去降啊！我会施展阵法将他们困在这里，替你负担压力。若你能降服虎心白龙，我可以传给你玉清宗至高功法玉清诀。心动了吧？任务提示：你面对玉清宗掌教李青子的任务，你有以下选择：1. 接受任务，拼尽全力降服虎心白龙，可获得李青子的绝学奖励、妖王的仇恨度、清明魔教的关注。2. 拒绝任务，回去继续修炼，可获得一部剑法秘籍，李青子好感度降低。妖王的仇恨，清明魔教的关注。打扰了，告辞。嘿，师妹怎么收了这样的徒弟？小友啊，真看不懂你，都给你机会你还不中用。到最后还是我一人负担了所有。你看我说的对吧，妖王？就这样。师傅说万妖界又出现妖兽暴动了，咱们得尽快和韩爵会合。等等，前方有情况。这是妖兽暴乱留下的吗？不，更像是极强的剑法。师弟！啊，师姐，你怎么来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快抱一下吧！我叫孟和，有幸见过韩爵。哈哈，幸会幸会。师父派我和师妹来助你，问一下这里的情况。后面那边好多树都被斩断，可是发生了什么？这个，其实，之前有妖兽围攻我，幸得一位前辈出手。看来万妖界妖兽情况不容乐观。既然如此，我先去四周查探一番。师妹先休息吧。此次我们过来是师父怕你有危险，据说魔教探子已经潜入了万妖界，咱们可要多加小心啊。清明魔教吗？难怪之前任务会说得到清明魔教的关注，
或许这是掌教李青子来万妖界的原因。万妖界水是真的深呐。师姐，要不咱们离开万妖界？这不是善离？有没有开启禁制？快！禁制一直都开着呢，孟师兄。还好，刚遇到了一尊大妖，差点死了。孟师兄，你怎么会惹到妖兽啊？我在狩猎外悬崖边，看到一群妖兽，不知被谁用阵法困住，刚想回来，就碰上了一只大妖，怕是金丹期。师兄，赶紧疗伤吧。刚来没多久，七师兄就受伤了，难怪韩厥师弟想离开。可是他待了这么久，为啥一直没事儿啊？果然人在外不能浪，师兄的下场就是证明。等等，师弟师妹，附近的妖气越来越多了，正在快速移动。是我们！聚集妖兽太多，禁制不一定能挡住。那还不跑路？啥？这里归我们御幽封管，要是跑了，算不算擅离职守啊？那你留下来等死吧，你的英勇事迹我会歌颂给师傅的。师弟你！韩师弟说的对，18封在万妖界都有管理区域，受潮袭击的肯定不止我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行动，就现在！他们踏毁阁楼仍不停歇，看来目标不是我们。我就又在搞什么幺蛾子？好重的妖气！是刚才的金丹大妖。七师兄跑了。师弟，上面有6、7个，完了！三清绝影剑，还好有上次因拒绝掌教获取的绝世剑法的奖励。三清绝影剑，斩！怎么可能？那可是金丹大妖啊！要不是亲眼见过，可能没人相信韩师弟有多离谱。一头金丹大妖，还有6头筑基巅峰，全没了。这真是我认识的师弟，但是他真的好俏好帅啊！收拾的差不多了。嘿嘿，今儿真是大收获，这堆妖兽一身宝啊！听说可以换灵石，咱们走吧。请还我刚才的师弟。就这么走了？这次算特殊情况，大不了我给师傅跪地认错。咱一起吧，我还要跟师傅告状，七师兄太过分了。师弟师妹，你们竟然还活着，这真是太好了！妖兽怎么没把你给吃了呀？对不起，我。师姐，你慢慢打，我先回内门去换灵石，等会儿去见师傅。等等，我也一起。师妹，为什么也拉上我？痛！未曾设想的到了。正发愁手头灵石不够修炼到筑基圆满，他就来了。杀妖兽这么赚钱，竟然卖了397块上品灵石。突然想回去刷野，这波血赚呢。师弟别想得美，万妖界可是宗门专门培养妖兽的小天地，每一个都价值不菲的情况下，弟子不得猎杀里面的妖兽。好吧，我还是老老实实闭关挂机，反正剩下的足够冲击金丹了。拜见师傅。你们3个怎么回来了？师傅，万妖界不仅妖兽暴动，甚至还出现了魔教的影子。徒儿在里面混不下去了，前来向师傅请罪，我愿自罚思过100年。哦，要是100年内你不得修炼呢？这……师傅，此事和师弟无关。当时我们被妖兽袭击，七师兄丢下我们就跑了。孟河只是没救你们，说到底是你们实力太弱，拖了后腿。一个人能活到传出消息，总比3个人一起死了强。可是……孟河并没有触犯门规，
他只是为了自保罢了。你和孟河先退下吧。是。师傅这是要干什么？又在猜疑我吗？到底有完没完啊？韩厥，你修行这么久，是为了什么？只为长生不老。可一直闭关苦练没有机缘，你是不可能长生的。徒儿明白，但徒儿想先增强修为，有足够实力后再寻机缘。师傅，你不懂，天赋不够才会求机缘，可徒弟我天资气运无双。为师给你安排了一桩机缘，若你在万妖界内建功，成为核心弟子指日可待。可惜你放弃了。还有你修炼的功法品级，连我也看不透。功法上我帮不了你。这样吧，你想有自己的先天灵气洞府吗？里面除了雷灵气，还有其他属性的灵气。在哪儿？就在玉清宗附近，不过要在内门比斗考核拿下前3才能得到。内门比斗不会有危险吧？莫非比斗你都怕？又不会害你性命？师傅，比斗中有金丹或者金丹以上者参加吗？你以为金丹境是白菜？也就是说，参加内门考核的都是筑基境修士。没错。很好，那稳了。多谢师傅提点，徒儿定当竭尽全力为玉幽峰争脸。先天洞府，我先笑纳了。臭小子，还挺好拿捏。老板，开100的修炼天数。师傅说的内门的考核还有8年，得趁这段时间把风灵力修炼到圆满。好了，你的座位在甲区4444号。哇，那个人好俊啊！我还没见过宗门有谁比他更好看的。难道他就是玉幽峰那名俊弟子啊？我这该死的魅力，他们都不懂修炼的快乐。下一位，传送至风灵池。这风灵池的环境比雷灵池好太多了吧？那边是……哈哈哈哈哈！周凡，你可真行啊！周凡，你不是说要在内门考核超越我们吗？怎么才筑基境1层修为啊？就他这个灵根资质，怎么可能超越我们啊？周凡，你若是愿意跪下来磕头，我们就不为难你。老大，陆师妹大婚在即，估计也不会帮他了。不如我们现在就收拾他吧。又遇见这种事情了。果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还是安心修炼的好。系统提示：检测到先天气运者，是否查看其来历？先天气运者？你们这群废物，敢在灵池动手，不怕执法堂责罚？最近魔教蠢蠢欲动，你们还搞内讧，我有理由怀疑你们是魔教奸人。放肆！好自为之吧。周凡，大成修士转世，出生在凡界城镇内，与青梅竹马一同被玉清宗检测出灵根，灵魂深处藏有灵宝，灵宝因保护他而受到重创。如今为了修复自身，灵宝在周凡修炼时无意识地吸收灵气，导致周凡修炼速度奇慢。目前该灵宝即将修复成功。大成境界，猛人啊！这货放在小说里都可以当主角的程度，经历也好眼熟。灵宝不会也姓药吧？要不要趁现在帮他一手呢？他可是主角命，帮了他以后，岂不是平步青云？不行，被成长期主角坑死的配角还少吗？你可别惹事儿啊 ！OK， 帮锤子呀，修炼变强才是正道。周凡，加油吧！修炼就到这里吧，
内门考核也要开始了。为什么？周凡，很抱歉，你是个好人。看吧，还是修炼香呢，一点烦心事儿都没有。站住！这位兄台有事？敢问，你是韩爵？啊，正是在下，有何贵干？在下天雷峰周凡，常听莫师兄提起，说你来日必成为玉清宗未来大能修士，就一直想认识你。莫师兄，看你干的好事，看他架势，修真小说的老传统绝对跑不了。听闻你很受女子喜爱，我想请问，我该如何追求心上人？啊？那你还以为你要斗法呢？望师兄指点迷津，拜托了。周兄，其实你应该放下一切。我辈修士岂能为儿女之情沉沦？若得大道天下归心，你想要什么，自然便能得到什么。你看我，何曾跟女子走得近？这一步，需要你自己感悟心性。为什么我那刚已死的心，扑通扑通的狂跳？傻瓜，最重要的还是看脸。你那相貌能跟我比？周凡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1星。总感觉有点不对劲。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又召见所有弟子，估计和内门考核有关。韩师弟，好久不见。啊，大师兄。哎，正好有件事想问你。啊，师兄请说。你可认识一名叫邢红璇的女子吗？他怎么知道的？师兄为何问我？这些年，师兄跟随掌教潜伏在万妖界，和魔教明争暗斗。之所以能毫发无伤，便是多亏了一名魔教叛徒的情报。也因为得到了情报，掌教才假装离开玉清宗，实则是埋伏在万妖界。不愧是大师兄啊，洪福齐天。这位魔教叛徒便是邢红璇，他年幼被逼服下毒药，被威胁来玉清宗做细作。他一直以来对魔教心存仇恨，之前还尝试在外门寻找解药。这姑娘也是好样的，明辨是非，弃暗投明。后来这邢红璇被掌教救下，因其行动有功，掌教破格允许其成为内门弟子。他如今在主峰跟随掌教的师妹净虚真人修炼。之前我们遇到邢姑娘，听她打探一位名叫韩爵的炼丹师奴仆，恰好我们玉幽峰也有一位叫韩爵的弟子。师弟，你说巧不巧？这婆娘竟然全招了！好吧，我就是他认识的韩爵，当时我没得选。哎，放心，师兄明白。只是师兄没想到你的资质如此卓越，你选择玉幽峰，没去更优秀的门风，实属我们的荣幸。我们会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你，你大可放心。莫名有种负罪感，没想到他的身世如此苦难。以前我还坑过他，我不配有那么多好感度。就冲你专情这一点，我祝你未来再无苦难。内门考核即将开始，一峰至少派出10人。此次有谁愿意参与？别让我去！大家都这么积极考核，这是有什么奖励？奖励可不小，除了玉溪绝学传承，还有500块上品灵石，外加精灵冰墩儿。就这，没提先天洞府的事？莫非是师父给我开的后门？大家如此兴致，
我就捧场意思一下，免得别人觉得我不合群。韩爵，第一梯位交给你了，还有谁要来？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韩爵师弟居然要参加？不是，师傅，我这个不算举手啊，师傅。你还有你，好了，名额就定下了，韩爵留下，其他人回去吧。这是师傅要单独给师弟开小灶了吧？哼，天赋好就是能为所欲为。别看了，走吧，别让师傅不高兴啊！你的修为又有精进，为师真是低估你了。即使3系全修，你的突破速度依然是玉清宗内第一人。全因师傅教导有方。我可不记得有教过你什么东西。你的功法、剑法都很不错，可都并非玉清宗的绝学。想必你之前便有拜师。为师观察过你，你入宗后一直勤恳修炼，没有危害宗门的意图。又有人作证你在外门出生，说明你只是年幼时获得机缘。好了，人各有机缘，我也不是刨根问底的人，说这些只是想你知道，此次那门考核你可以放心施为，不会有人因为这些来为难你。多谢师父厚爱。为了避免麻烦，从今日起，你便是为师的亲传弟子了。亲传弟子？系统提示：你在玉清宗的身份提高，成为执教长老的亲传弟子，获得一部法术秘籍——九龙除魔印。多谢师父，师父万岁万岁万万岁！此为亲传玉牌，下去吧。是。九龙除魔印，传承完成。这第3个法术有手就行，跟掌法差不多，用不同属性灵力就能打出不同的效果。有趣，这下又多了个底牌，加上3清绝影剑，平推应该问题不大。不行，即使比斗不限手段，可这俩杀伤力太大，还是能不用就不用吧。哎呀，这么一看，我可真没什么拿出手的。师弟，那门考核马上要到了，你有没有信心啊？早上好，师姐。不对，你怎么进来的？嘿嘿，保密。师弟，你不是第一次参加那门考核吗？走，跟我去个地方。师傅怕你不懂规矩，特地让我来给师弟讲解。18峰均已搭建斗法台，这个你知道的。弟子们会被安排去各峰1对1斗法，直到最后决出10强，再到内门城池中进行斗法，而且是全宗观战。师弟，你看，这是明日的考核，你要去天珠峰斗法。这么说，到10强之前来观斗的不会很多吧？没错。难道师弟目标是前3名？那你的实力一定可以的。我尽力而为。我得去向师父复命，师弟考核可要加油哦。多谢师姐，真好啊，这样还能低调比斗，我可不想被引人注目。夫君。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姑娘，这可不能乱喊啊！当初在外门的时候，我们不就说好了吗？没想到还能在这见面，缘真是妙不可言啊！当初那情况，若是拒绝你，我怕你杀我罢了。没事，我当真了，而且你当时也没有出卖我，否则我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之前听他们说，你已经筑基9层了，是真的吗？准确说是。离9层还差1点，考核在即，来不及提升了。只差1点吗？我倒是有适合筑基修士增强修为的宝物，容我找一下。这是玉清丹，我不怎么爱用，给你用正好。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放心收下吧，这
这要耽误定期就能拿到。问题不在这里。我跟着进旭真人修炼，师傅他人能处，你不用担心。夫君，内门考核中要好好努力哦。当初没想到夫君这么天才，我资质一般，但后面夫君有什么需要，我会尽力帮你。你这可是因果。徒儿，你将玉清丹给了那小子，可有后悔呀？不后悔，徒儿已深陷情网。糊涂，就因为他长了一副好皮囊？啊，还不够吗？为师觉得不值。他资质也很出众，我见到他时，他还没有修炼。听掌教说，他如今已经是筑基境9层的实力。奇怪，这等天赋，为何这么多年为师从没有听过他？掌教说他很低调，一直闭关修炼。之前掌教还想给他机缘，但他以怕死为由拒绝了。有趣，看来为师也得多关注关注他才行。喂，多好的到最后10强才会全宗观战呢，还以为各方观赛的人不多。这他喵的要怎么演啊？系统提示：检测到玉清宗内门考核即将开始，你有以下选择：一、高调获胜，名震玉清宗，可获得1000块上品灵石；二、低调获得前3，尽量降低影响，可获得1件灵宝。这第二选择，听说灵宝比法器更强大，我手头还没有灵宝呢。就你了，系统太懂我了，与其出风头，还是苟着活命更好。我可以苟到天下无敌。第1场，玉幽峰韩爵对天珠峰路人甲。哎，大哥，是韩师兄的比赛啊？这蛮有看头的。韩师兄那么厉害，肯定会凯旋全场。这是呀！妈妈救我！哎呀妈呀！第1轮就遇到这样的菜鸡，真是嗨的不要。哎呀，什么呀？不就这样吗？走吧，走吧。哎呀，没意思。你看，就知道躲来躲去的，拉扯什么呢？还不如去看冰墩来的刺激呢。哼。他不应该这么说啊。他故意的，等下你就知道了。真累呀！演到这个份上，应该没人关注我了吧？观众席没多少人，评委们也打着盹儿，简直是绝妙机会。别玩腻了，打你都不用大招。结束吧，你这踏脚石可以滚下台了。如你所愿。好快！对决完了，竟然不是韩爵。本场获胜者乃玉幽峰韩爵。承让。韩兄弟，你为何不直接取胜啊？莫兄弟，我只是找到了他的破绽。鬼才信！后来他打了好几场还是这样子，压根没人观看，评委都跑了。大哥，我总觉得他有意躲着我。你心思太明显了。韩兄弟是苦修士，不希望被儿女之情牵绊住了修行的脚步。一直苦修，人生还有意思吗？每个人的追求不同，他追求的是长生，是大道。我看你们俩就是一种人。我比不过他。如今斗法即将进入前10，全宗围观之下是很难藏拙了。听说之前的大成转世的周凡也杀入了前10，当务之急还是要变得更强，以免出现意外。不对劲，明明没有风，是哪儿来的风声？这是撞邪了？九龙除魔印，还有残余妖孽，还不束手就擒！等等，住手！停下！有理智，那更不得了！妖魔鬼怪，快离开！都说了不要打了，老夫乃玉清宗太上长老，我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竟然如此不尊重老前辈？太上长老，
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我只是路过而已，你倒好，直接大招贴脸，还有王法吗？啊！前辈，深宫半夜你行动诡异难定，想做甚？哼，老夫修炼的神通本就是这样元神出窍，你懂个啥？刚刚是什么鬼法术？差点就能让我元神俱灭，就算本体来了也遭不住吧？内门弟子现在都这么卷的吗？此事得告诉我师父西玄仙子，前辈这样做真的很容易吓死弟子。别告诉他，老夫给你道歉。你认识我师父？其实你师父是我徒弟，包括当今掌教也是。哦，小子，看你骨骼惊奇，要不要继承老夫的衣钵？什么衣钵？盖世功法天罡金身，想练吗？整个玉清宗只有老夫和掌教会。算了，多谢前辈好意。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老夫走了。刚差点宰了他，这老头怎么可能这么好心？必定是想坑我。整件事情就是这样，师父您怎么看？这死老头又不安分。放心，为师明日找他，他若再有下次，为师便亲自动手。多谢师父。退下吧，早点休息。对了，师父，天罡金身厉害吗？那位前辈想传授我。很厉害，堪称玉清宗最强功法。不过练之前需要斩掉人根。何为人根？男儿之本。果然，那老东西没安好心。等等，掌教和太上长老岂不是？此事不可外传。啊，徒儿明白，还是前辈下手狠呐，直接物理斩断。内门考核前10强斗法正式开启。蹲子！这么多人看着不太好演啊，要不干脆一点，直接秒杀。师弟，你终于来了！韩师弟，我们都来为你加油！师弟加油，给我们拿个第一！韩师弟，我爱你！谢谢你们，我会尽力而为的。周凡，周凡，这次考核你最大的对手便是韩厥。韩厥一直隐藏着实力，已经毫不逊色于精英弟子了。那不一定哦，我现在有了强大的法宝，他必定不是我的对手。韩兄，我相信你一定能夺下第一。哦，你谁啊？要你管呢！见你还是好好发育下。夫君，夫君72等赶超，老娘乐意。真要命啊！肃静，第1场考核现在开始。御幽峰韩厥对战天雷峰周凡。是天雷峰新崛起的天才周凡，拥有先天灵宝的那个。天雷峰周凡，废柴逆袭，见人就秒，战无不胜。听说剑锋大弟子公开发话，只要周凡进入考核前3，就以道理为条件公开比斗。韩兄，你还说你从没跟女子走得近？身不由情罢了，我也很绝望啊。西巴，韩兄这次可得尽全力呀！预备，比斗开始。我的一切全赌在最后一击，准备好迎接吧！明明半生法宝在手，优势在我，却有种莫名心慌，不会真如那人所讲，
莫复仇作为天雷峰核心弟子，实力毋庸置疑，而韩厥，则是他少数认可过的人。某些方面上，我远不如韩兄弟。他城府极深，可视其近者，不可视其敌。莫兄弟，我还是有点不甘心。今日我便要击败他，一飞冲天。我命由我，不由天。就你，哼，不过如此。你也看好了，我要让你后悔，让你明白，看走眼了。这是何等的灵力，竟恐怖如斯！绝对防御。天骄又如何？今日周凡便要将你踩在脚下，尽情放马过来吧！周凡加上半生法宝，实力确实强横，甚至被师傅收为亲传。韩师兄这次有点悬啊，跟我韩师弟比，他还差得远呢。一看你就不够了解他。要你管！什么？发生了什么？斗法这就结束了？什么？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御幽峰韩厥获胜，第2场斗法即将开始。周凡不过如此啊！都说了吧，韩师弟很强的。输了，而且他似乎手下留情了。内门5强决出，先确定1名轮空者可直接晋级3强，其余4人两两对决，抽中红签者轮空。轮空者，御幽峰韩厥。哼，绝顶气运真不是吹的呀！师傅说前3就可以选择先天洞府，那现在轮空直接冲了前3强，岂不是可以？半决赛开始。这俩人怎么一动不动的呀？看精神系修士对打确实无聊。求求你俩甩个法术好吗？你们的箭是摆设的吗？唉，最精彩的竟是刚才不到3秒的战斗。3强已诞生，接下来我宣布一下决赛规则。等等，长老，我认输。弟子上一场为快速战胜对手，灵力耗尽还没恢复，我甘愿当第3名。行吧，第3名，御幽峰韩厥。之后记得去主峰领取奖励。多谢长老。不是吧？这是什么离谱原因？看来还是高估韩厥了。周凡也有点东西啊。原来我没那么弱呀，韩兄弟。系统提示：周凡对你的好感度增长，当前好感度为2星。你在内门考核中低调获得前3名，奖励7品灵宝金蝉玄神衣一件，可自动抵御敌人的攻击，最大可抵御化神修士一击，注入灵力，防御力将增强。这么厉害！当第3这么高兴？主峰大殿到了，恭喜3位成为本宗精英弟子。此次作为奖励的3座先天洞府，由第1名优先挑选。3座先天洞府各落于玉溪18峰之外，群山边缘里，因位置较为隐秘。这些来自洞府的光球会给你们指引带路，以后洞府所在地，你们皆可坐镇于此。这是把我们安排成保安？第1座先天洞府，火灵气、风灵气极其浓郁。我要风火灵气，那座正好适合我。第2座先天洞府，水、火、木灵气较为浓郁。那我选这个来增幅。那韩厥，
剩下的就属于你了。只是这洞府灵气属性很混杂，但灵气浓郁程度与灵池相当。好家伙，这最适合我的6灵根修炼了，就是没有颜色。多谢真人前辈，在下知足矣。此子竟然能进前3，看来玄儿没看走眼，他的天资确实了不得。既然选择完毕，你们可跟随光球前往各自洞府。是。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10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说。此主衣着悉如外人，并怡然自乐。哦，金蝉玄神衣呀！系统奖励的灵宝就是不一般，如此轻便，如此透明，如此防御力。只是沾了个寂寞。若防御真如系统描述一般，就算元婴强者来袭也伤不到我，真是安全感满满呀！这下可以专心修炼了。话说，这洞府位置如此隐蔽，想要找我可不容易啊。方才刻意在大门旁刻了个个性签名，希望他们能看出这是自家洞府。位置还挺隐秘，找了老半天。莫兄，你真确定这是韩爵的洞府吗？方才还不确定，现在算是确定了。你看上面，忍一时，海阔天空，还真是符合他的性格。可以，这很韩爵。韩兄弟，莫复仇前来拜访。莫兄，嘿嘿，两位兄弟来找我所为何事？最近宗门发下许多关于清明魔教的任务，你有兴趣和我们一起去端掉清明魔教的一处分舵吗？我已经调查过了，那座分舵有不少灵丹妙药，定能助你修行。多谢你们的好意，我暂时不想离开洞府，还得闭关突破。预祝你们前途似锦啊！哎，闭关突破，你这是要成就金丹境？啊，差不多吧。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回去闭关了。等等，韩兄弟，金丹没那么好突破，天劫比筑基境时还要恐怖。若跟我们一起做任务，得到的渡劫丹优先给你。果然，想要请动韩爵，还得拿修炼来说事。修炼不仅需要机缘，也需要敲门砖，没敲门砖是走不远的。他动摇了，看眼神足以说明一切。你得到同门弟子的邀请，面对名利，你有以下选择：一、答应他们一同去建功立业，可获得1块下品灵石；二、拒绝他们低调修炼，可获得1件法器。1块下品灵石，鬼啊，还用选？此次任务事关重大，若是我们表现得好，必定建功，日后在玉清宗内地位大涨，还能在修真界闯出名声。抱歉，我对名利不感兴趣啊！他日若是玉清宗有难，我必然奋不顾身。但当下，我只想踏实修炼。每周3、周6更新1集，暑假期间加更1集哦。实在看不懂这人才，他虽然厉害，但未免太胆小了吧？确实，修行一世，总不能一直闭关。要修行，就避不过争夺机缘。他迟早会醒悟的。也罢，一旦得到那些灵丹妙药，我或许就能超越韩爵。韩爵，等着吧，我一定会证明我不比你差。拒绝同门弟子邀请，获得系统奖励小乾坤腰带。嘿嘿，多谢系统老板。6系灵力全部圆满，终于可以突破金丹了。听说每10位筑基修士
仅有2、3位能突破成功。金丹境天劫容易产生心魔，若突破失败，要么被天劫劈死，要么走火入魔。说吧，你想要什么？名？女人？你已经够强了，不要再隐忍，向世人展现你的强大吧。是为了一心向人求至圣，还是颠覆众生，独断万古，都决于你一念之间。还有呢？还什么还有？还有什么？心魔就这？没别的选择，还敢让我去扬名立万？你可真会挑对象。慢走，不送。心魔已诛，接下来全力突破吧。真是说到就到。6道轮回，开！金蝉玄神衣，开！恭喜你突破至金丹境，获得一把绝品法剑麒麟剑以及神通。麒麟筋骨所造之剑，蕴含麒麟魂魄，具有驱邪效果。神通6道吸魂，以解封传承功能。呜呼，寿命又长了，还不错。先定个小目标，100年内突破元婴。那么，先看会儿朋友圈再修炼吧。你的好友李青子遭遇魔修袭击。掌教被魔教袭击这么多次，看来待在玉清宗也不一定安全。等等，那师傅师姐岂不是危险？报！部分外门受伤弟子已抵达内门，轻伤者就外带备，重伤者入堂治疗。恢复期人员尽量到西北广场集合。师姐，韩师弟，你还舍得回来？韩师弟，师傅说如果看到你，就让你去见他。徒儿拜见师傅。内门考核结束后，徒儿急着修炼，忘记来拜访您老人家，请责罚徒儿。还知道回来，为师以为你背叛师门。师傅，这个……现在玉清宗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为师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直接离开玉清宗。离开玉清宗？开什么玩笑！玉清宗有难了。玉清宗掌教遭遇危难，生死未卜，你有以下选择： 1. 离开玉清宗，流浪修真界，可获得1瓶聚气丹； 2. 留在玉清宗，直至玉清宗覆灭，或者清明魔教放弃针对玉清宗，可获得1件法器、1本法术秘籍。该不该点第一选择？那师傅，您呢？为师与玉清宗生死共存。既然如此，那徒儿便随师傅生死共存。你不是怕死吗？怕，当然怕呀。不过我有金蝉玄。西玄仙子对你的好感增长，当前好感度为3星。3星？再长1颗星，岂不是可以发展成道侣？你算了，搞来搞去好烦。有违我心向道。回师傅，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我是追求长生，但也不想弃师傅而去，除非真遇到不可抗拒的敌人。自问之下，肯定会先保自己的命。可为师并没有教你什么，你不至于这样。不，虽未教导，但恩情深重。师傅多次为徒儿争取机缘，徒儿都记在心里。这次实属肺腑之言。重生在世，活了60多载，师傅算是对我最好的人。不愧是我玉幽峰的弟子，不过事情还未严重到那种地步，你有心了。其实师父只是看你平日里极其怕死，便提前让你离去。最近修行上可有困惑之处？你也可以像月儿一样随我修行。没有，就不劳师傅费心了。臭小子，我的指点你居然不要。行，那你退下吧。是。月儿，要抢先1步到那边，按我说的帮你师弟去吧，东西都在储物囊里。明白，师父。每周3、周6更新1集，
暑假期间加更1集哦。师姐，你怎么会在这儿？这些是……师傅让我帮你布阵，种植灵草，增长你洞府内的灵气。阵法呢，由红石组成，要注入灵力来开关。此阵法能隐藏洞口，若强行闯入，将置身于幻境之中，无法自拔。灵草无需打理，自会增幅周边灵气，不赖吧？啊，真没想到师姐你还会这些啊！别看我修为不如你，炼丹、制服、布阵、驱邪等等，我都会。大佬666，多谢师傅，多谢师姐。答谢的话就免啦。过段时间，师姐搬过来跟你作伴如何呀？师姐，你想测洞府灵气？修炼，修炼，修炼，就知道修炼！死开！掌教太难了。听师傅说，他经常去调查清明魔教，难怪老是出事。哎呀，莫兄和周兄也上榜了，幸好当初没有跟他们一起出去。系统提示：检测到先天气运者，是否查看其来历？先天气运者，洞府外有人。陈3天，天生魔胎，清明魔教核心大弟子。居然是魔教中人，还是核心大弟子。此人来玉清宗做甚？若非系统提醒，我竟感应不到他。不知他是一人，还是隐藏着大部队。若只是他一个人，那这波优势在我。忍一时，海阔天空。可笑，玉清宗的人果然都是缩头乌龟。不对，荒郊野外怎么会有这么大字？莫非这是洞府？可是门呢？敢说我是缩头乌龟？很好，你没了。有杀气！三清绝影剑，这是什么招式？竟消融了我的灵力！反击机会全无！前辈，住手！你来玉清宗想干什么？都是误会啊，前辈，我只是偶然路过这里。见鬼，此人是谁呀？我明明调查过，玉清宗可没有如此之强的剑修长老，难不成是玉清宗的太上长老？陈3天，先天魔胎，清明魔教大弟子。若是将你交给玉清宗，你觉得会是什么下场？他怎么知道我的底细？前辈，我错了，请给我一个机会。好年轻，好俊俏，他才筑基境9层，莫非是前辈的弟子？要不先抓起来交给宗门，以后掌教要是被抓了，正好拿他换人质。前辈放我离开，否则我杀了你弟子！那个，打断一下，我没有弟子。啊？前辈，我开玩笑的。前辈筑基境9层，鬼才是，铁定是障眼法，能直接镇压我，还算到我的来历。这前辈定然是位高人，想逃跑是不可能。魔教核心大弟子就这？哎呀，真不知道是他太弱，还是三清绝影剑太强。哎，无妨，你跟我来。啊，多谢前辈不杀之恩。现在抓人不能强来，得换个方式留住他。原来是朕隐藏了洞口，难怪之前没发现。
本想将他交给师傅，但他必定拼死逃跑。可我只会斩杀，没有镇压他的实力。他现在不敢逃，可能是高估了我。陈三天，来，全力刺我一剑。这前辈不会是为了找理由杀我吧？前辈，我知错了呀，我真的错了。来嘛，不试一下，你以后总想着偷袭我。我不敢。反正有金蝉玄神衣庇护，这厮伤不了我。来呀，我不怪你。前辈，我给您磕头。行吧，从今日起，你就待在这里替我种植灵草，打扫卫生，当然也可以修炼。好。我有这么可怕？怎么这么怂？每周三、周六更新一集，暑假期间加更一集哦。前辈太能修炼了吧，就没出门过。待在这里已经1年了，这样下去会延误情报的。身为核心大弟子却迟迟不归，教内长老和师傅必定担忧，怎么办呢？干脆阴他一手。若非我实力不济，非得让你100倍偿还。我是谁？我可是青泥魔教中令人闻风丧胆的魔胎。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有只蚊子。系统提示：陈三天对你的仇恨增长，当前仇恨度为4星。小的这就去打扫洞室，大人要多晒太阳哦。仇恨度已经4星，这是不死不休的程度。这1年我可没折磨过你啊，兄弟。切，只有等他外出才能偷偷出去了，总不可能一直这么修炼下去。等我逃出去，带领我教踏平这山门，到时候把这1年的债都讨回来。3清绝影剑，极速一线，都给你机会了，你还不中用？安分点儿，起码有换人质的价值。现在没必要了。事情有点麻烦了，按前世阅历无数小说的经验看，此天骄必有和老怪前辈联系的手段。一旦他陨落，那些老怪就会感应到，然后各种追杀我。杀了小的来大的，杀了大的来老的，杀了老的，天上来更老更大的。真有老的来了？很好，阁下杀外徒，尔等死矣。可有胆子报上名来？在下曹操，你呢？清明魔教张困魔，曹操不记住你了，等死吧！张困魔对你产生仇恨，当前仇恨度为5星。5星？妈呀，这么高！元婴境8层，不入化神，尚还能扛得住他。还是联系下宗门，派人过来洗地吧。夫君，夫君在吗？夫君在吗？夫君！操！邢姑娘，师姐就算了，怎么连她也能随意进出？这阵法是摆设吗？邢姑娘来访有何贵干啊？给你看个大宝贝，等等。好多玉清丹，这些都是我多年积攒下来的，你就尽情用嘛。你收回去吧，我不需要了。夫君，为什么？你已经筑基境3层，该自己用的。难道你已经……我突破之事，可别说出去。邢姑娘，
你要是想当我的道侣，就得好好修炼，不然数百载过去，我得道成仙，你却化作白骨，你的深情对我而言，则是惩罚。你说的对，我不能拖你的后腿。夫君安心修炼，我去帮你要金丹期的修炼丹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么久还未抓到李青子？李青子故意不回玉清宗，牵制了我们大部分注意力，不如别管他，我们直接攻打玉清宗。玉清宗除了李青子外，还有一位老怪物，出动全员要慎重。洒家院亲自带领弟子攻打玉清宗，俺也一样。教主，您的意见如何？先不急，我们在陈三天身上投入甚大，如今折损在玉清宗，我等自然是不会罢休。这一次不同，本座即将化神，若是成功，攻打玉清宗便是十拿九稳。什么？化神？教主，可有信心？为此，本座筹备了数十年，有9成信心。诸位再等30年即可。30年还是等得起的。攻下玉清宗，让所有修士臣服无价，我徒儿大仇必报。等死吧，曹操！好好珍惜剩下的光阴。又10年过去了，这些年每天都在变强，感觉很充足且美妙。元婴境界正在向我招手，真是嗨到不要不要！嘿嘿嘿嘿。圣帝，我来看你啦！师姐，求你给我洞府个面子呀！阵法是我设的，自然知道怎么进来。我过来是顺便给你带了些天材地宝，种植在池边，能让你的洞府灵气更加浓郁。以后说不定能成为玉清宗灵气最好的洞府。多谢师姐。也别谢我，这都是师傅赏赐的，我也就干点体力活。师傅你最好了。这几年，玉幽峰又加入了数位新弟子，排在你后面的铁师弟，在2年前大限已至，寿终正寝。每周3、周6更新1集，暑假期间加更1集哦。排在你后面的铁师弟，在2年前大限已至，寿终正寝。铁老不在了。这位铁师弟资质太差，寿元耗尽死了。不过听他的丹童说，他临死之前还想见你一面的。他为何要见我？我怎么知道？我跟他又不熟。铁老大人，他父母跑了，丢下这娃儿不管，这爹娘过分了。他才6岁，大人，您看怎么办？要不要尽快找到他们？太可怜了，这孩子。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代替爹娘来干活，春种不得停息。大人，他可是个孩子，干不了重活。能做多少做多少，总比饿死在外面强。回想过去，他虽有不当人的时候，但多年来，他却没有伤害过我，甚至还养育了我。讲真，
我以前确实厌恶过铁老，但没有铁老，我可能不会有现在。光阴竟长也竟短，师姐，你可要把控当下修炼。要是有一天你不在了，师弟可真不知道何以为继。哼，臭师弟，我还以为你心里压根没我。唉，灵草都弄好啦，师姐也该回去修炼了，争取陪师弟在修行路上多走一段路喽。师姐慢走。望你来世投一个好人家。又10几年过去了，即使没有丹药辅助，6灵根除了土木灵根均达到了金丹9层，实力距离元婴境也越来越近了。恭喜你满100岁，开启模拟试炼功能。这是模拟试炼，你可以设定对手的修为和实力档次进行模拟对战，也可以检测方圆100里内的所有生灵，复制其实力与之对战。战斗结果不会影响现实身体、精神状况，次数无限。模拟试炼还不会受伤，没有副作用，我的乖乖，简直神技呀！是否开启模拟试炼？一直摸不清楚自己的实力，终于可以试试了。你啊！欢迎来到模拟试炼场。好像一场梦境，这是在意识里吗？你可以选择人际关系中的人物当对手实力模板。跟自己人打有点别扭啊，选一个最强的试试吧。啊，这简直一模一样，好快！这模拟试炼不讲武德，一言不合就开打，而且还直接动真格，不全力以赴真不行。三清绝影剑，去！三清绝影剑竟然破防不了，这也太肉了！这身金色，莫非是天罡金身？嘿，那就试试这个。九龙出魔印显然不简单，竟把掌教逼到这地步，但也只能击退，根本无法击败他。对战元婴境8层还是勉强了。模拟试炼越来越有意思了。怎么可能？此事是真的？千真万确，段通上个月已渡劫成功，此前正在巩固化身境修为。这可怎么打呀？那师傅呢？他不是修炼出元神吗？距化神境应该不远。并没有，这只是一种神通，想修炼化神境难。要不求援？我已经向各派正道求援，暂时未得到回复。要是老祖在场就好了，他可是化神境中期实力，但人家外出多年未归，想找也找不到。这样吧，到时由我和太上长老来对付段通天。师兄，这是唯一的办法了。以各位现在的修为，谁上都是白搭。先不提段通天，你们甚至都破不了我的天罡金身。作为玉清宗最强功法，至今为止无人能破，也许能和他一战。嘿嘿，模拟试炼真好玩。这10年里，6种灵根全都到达金丹境9层圆满修为。水到渠成，元婴我必突破。师弟，师弟！见怪，魔教入侵在即，他怎么会在这时候引雷渡劫？师弟这是要突破到元婴境吗？若是清明魔教从这边杀来，打断他渡劫，师弟会被反噬殃及自身的。不行，
我身为师姐，得守护师弟。可是，以我的实力很难保护师弟。等师弟醒来，我就第一时间带师弟回内门躲起来。魔气，他们来了。每周三、周六更新一集，暑假期间加更1集哦。魔气，他们来了。是主峰那边，魔教从另一个方向攻过去，刚好避开师弟的洞府。这超若带他去内门，反而是害了他。只要师弟不出洞府就安全了。抱歉，我得先走一步了。助理师傅，是与共生死。师弟，你不要回来呀！元婴这境界有点霸道啊，连6道轮回功法也发生了蜕变。元婴那一道坎，其力能沟通天地，交感五行，亦获无上伟力。所有灵根因而融合，6系灵力归一，成全新而强大的灵力，6道灵力。此后可直接从天地之间吸收灵力，无需挨着各灵根修炼。仅单吸6道灵力修炼，就比以往更高效。恭喜你突破至元婴境，获得1次神通奖励。你选择的是剑修之路，恭喜你获得剑道神通天诛鬼神剑。998岁！系统提示：你的宗门玉清宗正在遭受清明魔教的袭击。什么？已经在打起来了？那我要不……系统提示：你还来？已筛查到玉清宗内最强者段通天，清明魔教教主，化神境1层，是否立刻开启模拟试炼？化神，玉清宗肯定顶不住。冷静点儿，之前我金丹境就能单杀元婴修士，现在对拼化神，应该有一战之力。先试试看吧。试炼开启。撤退！曹操，滚出来受死！还不现身？莫非早跑了？玉清宗的人果然是一群废物。教主那边应该快要结束了吧？众弟子听令，收光、杀光、抢光！是。找不到曹操，玉清宗弟子来祭奠我徒儿的在天之灵。试炼结束，用时1分钟。段通天，就这？这威压恐怖如此！放弃吧，只要跪下求饶，本座或许还能让你们少遭些罪。段通天，我玉清宗弟子就算死，也不会屈服于魔道之下。太慢了，不行的，他背后的骷髅头是先天黑子，灵力被他吸收后直接化解。这魔头靠着那些宝物就能把我们耗死。该死，这可怎么整？韩俊，这臭小子估计还在闭关，希望没人发现他的洞府。还有程月儿你们，抱歉，做师父的保护不了你们，只能
先走一步了。只许受100年的恩怨，今日该了结了。可惜了，多好的一个美人呐！他掉牙了，下面可是万丈深渊！继续追，别让他跑掉！为摆脱追杀，连力已经耗尽，现在连御剑都做不到。快追！这下必死无疑了。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要是那个男人，要是我和他一样苦修，现在就不会这样。下辈子还能再遇见你吗？莫姑娘，你怎么下来了呀？韩师兄。每周3、周6更新1集，暑假期间加更1集哦。这是在天堂吗？系统提示：墨竹对你的好感增长，当前好感度为5.5星。莫兄弟，可总算找到你了。韩兄弟，怎么可能？照顾好他，我要去主峰了。墨竹，韩兄弟，你到底是怎么修炼的？3个围攻我的金丹境强者，全被韩兄顺路秒杀。情况不容乐观，化神气息就在主峰上，怪我来得太迟。啊，御幽峰那边好多魔修，师姐们被包围了。师妹，等我们杀出口子，你带新弟子逃离。孟师兄，心意已决，我就算死，也要在死之前送他们下地府。这3个闪光是什么？难道是？啊！全被灭了。师弟，给你个机会，做我的道侣，跟我回清明教，我就饶你一命。呸！段通天逼死我父母，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回去。是吗？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的刀可是涂满了毒药哦！夫君，这就同意了，挺会上道啊！嘿，我就说嘛，来点硬的，怎么会顺从呢？夫君，这可是魔教核心弟子中排名第2的存在，就被这么一招给打死了。邢姑娘，你得找个地方躲起来，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夫君，你可要小心点。系统提示：邢红璇对你的好感增长，当前好感度为6星。我这该死的魅力与实力，玉清宗就只有这点实力？昔日无魔教也就杀点人养蛊而已，却被针对100年之久。如今本座乃化神，谁敢阻挡吾等？永儿等整个宗门的修士养蛊，定会让本教实力大涨。届时大燕王朝第1宗门就是吾的魔教。玉清宗100年基业，难道就要在今天毁于一旦吗？西玄仙子还不肯放弃吗？你猜猜，玉清宗还有多少人活着？
哼，最多的丫头，去黄泉路上骂吧。师妹，师傅，你没事吧？韩厥，我眼拙了，师妹收了一个好徒弟呀，我有点喜欢她了，可惜今天怕是要死在一起了。啊！你来干什么？快走啊！听话，有多远逃多远。从今以后，你不再是玉清宗弟子。师傅，我过来是为师会挡住他，快走！哼，筑基境9层就敢来这里，小子，你够胆！你若跪下给本座磕3个响头，本座就饶你一命，给你加入清明魔教的机会。系统提示：面对强大的魔教教主，西玄仙子希望你离开，你有以下选择：一、听从师命，拼命逃跑，逃跑成功可获得一件法器；二、诛杀化神，修行之路难免遇到斗争，低调修行不是怂，成功拯救玉清宗可获得一瓶绝品丹药。多亏了模拟试炼场，不然我会选择逃跑。但现在嘛，嘿嘿，机会就不用了，我是来杀你的。好小子，好嚣张！搞笑也是有热血的。曹操，原来你在这里，受死吧！长困魔。每周3、周6更新1集，暑假期间加更1集哦。长困魔，都不用本座亲自出手，以困魔长老的实力，1人就能碾压尔等，不便在此好好欣赏尔等濒死前的绝望。秒败元婴，怎么可能？这灵力。准备好了吗？要送你上路了。哼，就凭你，以为让困魔长老吃点瘪就能跟本座斗？可耻！可耻！曹操，杀了你！一杀天魔灯！糟糕，小友快退！这法宝能炼化灵魂。你尔等灵魂寄于无土沉3天，徒儿看到吗？吾在为你复仇。他会看到你的。有意思。现在我该有资格了吧？年纪轻轻便能见斩我教长老，你有这么强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本教之长老，不如来我魔教吧，彩履法地，本座都可以给你，不知你意下如何？3清绝影剑竟然被格挡，本座身后乃是先天黑瓷，此至宝可以吸收灵力，又能免疫绝大多数攻击，除非你的灵力强过本座，否则你是不可能碰到本座的。本座已经给过你机会，要怪就怪你自命不凡，真当本座会惜才？世道最不缺的就是天才。何等威压，恐怖如斯！这就是完全态化身的力量吗？既然你执意如此，不便
让你尝尝痛苦的滋味。你是拥护玉清宗吗？本座就当着你的面，让玉清宗所有人都死在你的面前，我看你要如何护全玉清宗。聒噪，说完了没？我的意思是你还有什么遗言没说？遗言，还是留着你自己来说吧。怎么回事？感觉不到斗气了，身体不能动弹，这是什么鬼招式？怎么可能？段通天人没了，元婴斩杀化神，怪不得那次真不是神通的问题，是他强得过分。这天赋，此子玉清宗必留之。事情还没完，他只是肉体被毁，6道吸魂法感应到有元神逃脱，这意味着他还有机会恢复肉身，此隐患断不可留。韩小友，等等，你去哪儿？真是天佑我玉清宗！幸好趁乱跑得快，他们应该没发现吧？多可惜呀，他才元婴啊！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常山赵子龙。玉清宗和清明魔教100年争斗，今日就此完结吧。6道吸魂。赵子龙，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玉妖魔宗也不会放过你。玉妖魔宗。系统提示：成功击杀化神，获得1瓶绝品丹药。萧恶对你产生仇恨，当前仇恨度为5星。萧恶是谁？因你诛杀他的傀儡段通天，他对你充满恨意，恨不得将你抽骨炼魂。当前仇恨度为5星。你就知道会有更老的来找麻烦，容虚境2层啊！绝对打不过，就算现在成就化神也很悬。大家快看，先天黑瓷似乎不对劲。段通天真不中用，连拖延时间都不会。每周3、周6更新1集，暑假期间加更1集哦。段通天真不中用，连拖延时间都不会，看来又要找下一家了。道友当真是好神通，元婴斩化神，让我开了眼界。三清诀没用，吾乃荣虚大修士，你的神通斩杀不了5等元神。但凡段通天能争取一点点时间，吾也不至于才恢复这么点儿。荣虚，你是什么人？吾乃北周玉妖魔宗长老萧恶，吾教谋划多年，却没算到你这变数。此账吾记着。你的意思是，刚才段通天只是在为了你拖延时间？哼，那是自然。这个废物跟吾说，玉清宗无人是他的对手，可以让吾……哼，想套吾的话。看你元神异于常人，元神莫不是本体受损，或者肉身俱灭，对吧？尔等没资格知道，吾只是不屑欺负小辈。八爷，吾已将此间消息传回玉妖魔宗，等着魔宗的报复吧。怪不得清明教暗算万妖界，原来是玉妖魔宗这硬后台所安排。之后，清明魔教就该被除名了。当务之急是将宗门内魔修全部剿灭，
韩爵，麻烦你。抱歉，师傅，是徒儿不才，徒儿这就给您疗伤。韩小子，你师傅伤的不重啊！不行，师傅最重要，要去你们自己去。开玩笑，以一己之力干掉整个魔教，那名气不得炸？人怕出名，猪怕壮啊！真羡慕西玄仙子，要是我也有这样的徒弟就好了。呸！就你，甭提了，我那个关门弟子上个月还偷了大神丹跑路，至今未归，真是人比人气死人。道友究竟是何来历？以您的修为，绝非我玉清宗能培养出来的弟子。相逢何必曾相识，你们只需知道我现在是玉清宗弟子，且不会害玉清宗就行了。老雷，这可不兴问啊，人在外谁没个故事啊？确实，你要是把韩道友问走，我们跟你拼了！教主，教主呢？教主现在气息全无，好像看到困魔的尸体。怎么可能？韩小子，赶紧杀了他们！事后我封你为下一任掌门。师兄，手臂刚治愈完，不可用力过猛。先治疗好师傅再说嘛。魔教教主已死，玉清宗弟子听令，杀尽所有魔修。不好，快跑！教主死了，那我们岂不是？快逃啊！杀！所有魔教片甲不留。好了也好，这能减少宗门伤亡。这笔账事后必须算。青魔教怕是再也不敢来袭击本宗。诸位长老，想必在场各位都清楚韩爵的实力了吧？鉴于此次表现，从今日起，韩爵为玉清宗副宗主。我呢，修为已经无法再突破，玉清宗未来就靠年轻人了。而韩爵潜力极大，实力完全够格，大家应该没意见吧？此子断不可离玉清宗。我反对。你为什么呀？我一心只想修炼，当副宗主又那么累，哪有时间修炼呢？那让他当挂名长老，享受副宗主俸禄待遇，除非宗门有难，平日里不准人打搅。还是太上长老有格局。那倒可以。话说刚才那人是荣虚境，那他岂不会……无妨，如你之前猜测那样，他确实只剩元神。段通天多半是自愿助他恢复肉身，才获得突破之机。之所以拖延时间，应该是借助某种秘法来吸收玉清宗的灵气与生机。再者，北周离我们此地可谓天涯海角，就算杀过来，我正道盟友可不会让他乱来。放心吧。哪能放心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要加紧闭关，早日超越荣虚境。每周三、周六更新一集，暑假期间加更一集哦。能放心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要加紧闭关，早日超越荣虚境。自清明魔教溃逃后，玉清宗内门休养元气，并有序进行重建工作。同时，宗内悄然流传着神秘大能传说。此次玉清宗危难之际，多亏我宗斩神长老一剑斩化神，转危为安。斩神长老！我宗居然藏着一名化神境大能！今天开始，斩神长老就是我的偶像！姐妹们，有兴趣加入斩神粉丝群吗？听说长得超帅。行了，现在散会，韩爵留下，其他人都退下吧。是，师父。你就没有想说的吗？我要说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来玉清宗有什么目的？李清子可以不计较，
我这当师傅的可得弄清楚，怪不得你一直不需要我教导，以后我该称你为韩道友吧？师傅大可不必啊。徒儿的背景，您应该早就从铁师弟那里了解清楚了。您是不相信我的天赋？纵然你天资绝伦，可你的那些功法神通又是怎么来的？真不怪师傅这么想，元婴斩杀化神太过于离谱，说出去没人信。又加上深居简出，却能收获上等资源，傻子都能看出有问题。那我告诉您，您可别说出去。说吧。从前有一孩子，他天真无邪，又爱吃兽奶，每天无忧无虑。某天，他在一棵被雷击焦黑的老柳树下，发现一枚戒指。拾金不昧的他欲交给捕快叔叔，没想到戒指里竟住着仙人。仙人明显瞧上他，要拉着给机缘。我看你骨骼清奇，想必是万中无一的。相遇即是缘，老夫这里有黄阶功法，就赠予你吧。从那之后，我经常受仙人托梦传法，仙人还说我必成仙神，但命运多舛，所以我每日闭关不敢惹事。越变越离谱啊！师父怕是不会相信。原来是这样吗？确实有过这先例。既然如此，那时候你为何要挺身而出？玉清宗并没有厚待过你，我相信你也没有把玉清宗当家。确实如此，但我活了100载，心中在意的人虽不多，但刚好都在玉清宗，其中最重要的那人，还想跟玉清宗同生共死。系统提示：西玄仙子对你的好感增长，当前好感度为3.5星。那今后有什么打算？继续闭关？是的。天知道那荣虚境魔头几时会杀过来，我得抓紧时间变强。好，你去吧。是，师父。这人怂得很，走后门参加比斗大会的吧？让拿前3名都高看他了。早就说过，轮空者该取消了。韩代表徒儿感谢您不杀之恩呐！阁下胸怀之大度，乃吾辈楷模。吹爆斩神长老！果然一切以实力为尊，恒古不变。事实证明，一直闭关修炼是对的。若是少修炼几年，现在想存活都难。只能说，成功是留给有准备之人。以后的日子，就一直拼尽全力修炼吧。师弟，我来啦！宗门给你收集了不少可以助长洞府灵气的天材地宝，我来帮你种植。还有聚灵阵法要整下。有劳师姐了。说笑了，你已经是斩神长老了，我还能当你师姐吗？系统提示：斩神长老韩师弟，好哎！只要师姐认真修炼，不当咸鱼，就永远是我的师姐。我是有在修炼的，哪比得上师弟呢？无妨，师姐，我有个请求。说吧，我都满足你。就等你这句话。麻烦师姐再给洞府弄个法阵，防火、防盗、防师姐的那种，谢谢啊。每周3、周6更新1集，暑假期间加更1集哦。这3年里，玉清宗厉兵秣马，掌教带着10封弟子攻打清明魔教，剩下8封镇守宗门。在玉清宗的攻打下，失去段通天、张困魔等高端战力的清明魔教节节败退，作恶100年的清明魔教最终覆灭，玉清宗威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
高度，斩神长老之名也在修真界流传开来，仅知其大名，却未见其人。这感觉，明明任务已经……隐藏成就达成，断通天生死，且清明魔教覆灭，触发额外奖励。除原本奖励神念丹外，你获得一件法器缚妖绳和一本法术秘籍大千雷暴。魔教又来偷袭了，准备迎战。可清明魔教都没了，也许是魔道其他宗门。师傅，你怎么看？无需担心，老夫用望气术看了下，源头在寒绝地盘那边。哦，那没事了。终于有个大范围伤害的法术了，老子可最喜欢了。看我闪电五连！韩长老有空吗？有什么事吗，李宗主？有点事跟你说一下。韩长老若有任何需求，可以直接开口。我已跟所有长老打过招呼，你的小事就是玉清宗的大事。倒没什么需求，我只想过平静生活。那现在一看这洞府确实小了点儿，还好啦，我已经习惯了。要不韩长老搬去主峰修炼如何？那边又大又舒服。大可不必，多谢掌门好意。既然如此，那就不强求了。至于先天洞府，倒是宗门会尽最好资源来给你改造。有这好事？还有一件事，韩长老愿意收徒吗？收徒？此子资质卓绝，韩长老平时有空指点一下即可。以后他成长起来也能孝敬你。系统提示：检测到先天气运者杨天东，蕴含妖圣血脉，生来半人半妖，资质绝伦，但年少时曾失控化妖，伤及同门，被清明魔教关押起来，幸得玉清宗所救。啊，又是主角模板。拜见斩神长老。收徒可以，不过玉清宗的功法得任他挑选，我只负责传授法术神通。如此甚好。功法没问题，但绝学的话需要他建功积累贡献才行。这些是代表着你战神长老的令牌，收下吧，以后可以发给你的弟子们。这次要让我收一个连的弟子。好了，我就先走了，你们师徒慢慢聊吧。为师已经推算到你的来历，你叫杨天东。半人半妖，被清明魔教关押过，对吧？你身份特殊，切记别跟他说你以前的事情，明白吗？连我的过去都能推算，今后你就是我的弟子了。师傅果然厉害，这都能算到，徒儿佩服。废话，我有系统，还能有我不知道的？行了，这令牌你收好，自己找个地方打坐修炼吧。是，师傅。师傅，我有一事相求。啊？我父亲曾留下一门高深绝学，需要达到化神才能修炼，徒儿资质愚钝，请师傅教我。这是神识竟然被羽毛挡住了，想得到里面的绝学，就需要化神的神识才能强闯。那为师就先收下研究，修道必有苦修之意志，你先修炼10年灵力，之后为师再传授你法术。多谢师傅。等等，10年？没事儿，徒儿这就修炼。10年元婴境4层，突破化神应该不会太久，可以着手准备那个。不知道徒儿怎么样了？师傅，您可算醒了，我快要痔疮了。筑基1层到如今的6层，突破速度还不错。哼，他确实有点东西。每周3、周6更新1集，暑假期间加更1集哦。
徒儿，这10年感觉如何？回师父话，弟子苦修这10年，受益匪浅，还悟出了些许道理。屁！老子闭关这么多年，也没悟出什么道理来。既然这样，你便出去做任务吧。真可以出去？太好了！什么任务？我记得宗门任务楼有月度贡献榜，等你成为月榜第1时再回来。啥？月榜第1，天知道要多久才能完成啊！终于把那小子支走了。其实不用等进阶化神，现在就可以解开。为了这一天，我准备了整整10年。这10年提升修为来增加神识强度是次要，最关键还得靠一物，那便是专门增强神识的神念丹。没想到吧，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中。此丹药一共9枚，服用的越多，增强的效果越强。元婴境就拥有化神级别的神识，这丹药不赖，神识增强了10倍不止。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是个啥！啊，这是？前面就是玉清宗吗？会不会落选啊？落选是正常的，阿兹卡巴会欢迎你的。不要啊！18封最厉害的是哪一封啊？不晓得啊，到时莫前辈会跟我们介绍。年轻真好啊！想当年我进玉清宗也是这个样子，岁月不饶人呐。叔叔我啊，现在都负责招收新生弟子了，招生工作蛮轻松的。这娃们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十分好听。这里有毒物！莫前辈，都后退，有敌袭！大意了，他不是一个人。莫师兄，莫前辈，所有人跪下，不许动！我们只抓莫复仇，你们敢干扰，就都别想活着回去。你们是什么人？这一击之中要害边缘，不敢妄动。天罡地煞所以鬼魅，只能告诉你，青宗的大劫要来了。快看，这是你们敢在我玉清宗门口抓我宗弟子？这不可能这么大呀！这不会是幻想吧？法天象地这神通果然了不得，威慑力直接满格，破坏力更不用说了。只是这边有自己人，不好放开手脚。要不，这人有点眼熟。别呀，自己人！不要啊！这一脚下去，我们快撤！那人这来要挟，他肯定不敢强来。什么？他不是玉清宗的人吗？连自己人！住手！不要拉伤孩子们，他们是无辜的。虚晃一枪，人呢？全不见了。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太快了，没看清。刚刚似乎有人出手。那是当然，能瞬间击败2位金丹高手，除了他还能是谁？愣着做什么？快来帮我疗伤！抱歉，莫师兄，别火气上身。正啊！掌教，这2人想抓莫复仇，交给你了。这是一袭蓑衣行剑远，双刀可入正道仙。如果老夫没有猜错，这些应当是蓑衣圣教的人。蓑衣圣教1000年前曾一统大燕修真界，因残害各宗天才，被正道联手击溃，从此潜入暗处。最近突然卷土重来，抓了不少正道天才弟子。他们似乎掌握了我们许多情报，被抓的弟子都是天才。我怀疑是咱宗门出了奸细，能够收集情报的，要么来自朝阳阁，要么来自我们高层里。不可妄下结论，
这魔教龟缩数千年，却突然出山，其所谋定然甚大。那蓑衣圣教实力如何？有容须境修士吗？化神肯定有，容须就不清楚了。哦，我现在跑路来得及吗？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韩长老，事不宜迟，老夫得和李青子亲自拜访各宗，团结正道诸派。这段时间，玉清宗安危就交给你了。系统提示：你面临玉清宗掌教太上长老的请求，你有以下选择：一、拒绝请求，叛离玉清宗，可获得1枚驻颜丹；二、同意请求，继续修炼，在掌教回来前保卫玉清宗，使玉清宗平安无事，可获得1本法术秘籍、1瓶化神境修行丹药。驻颜丹，有了这个就不用整颜衣了吗？好心动，但是，行，没问题。甚好甚好，有韩长老坐镇就放心啦。只要不出去，什么都好说。李青子和太上长老对你的好感度提升，当前好感度为4星。终于破千了，不错。话说这么久了，徒儿怎么还没回来？月榜第1是不是有点过分？哎呀，瞧下朋友圈有没有他的消息。怪不得徒儿被抓了。按理说徒弟有难，我这当师傅的来救助也是天经地义。不行，绝对是陷阱。感觉冥冥之中有一股神秘力量在操纵着我的人生，逼我涉险，铁定是命运。老子必须与命运抗争，我韩某绝不冒险。抱歉呀，我的爱徒，为师无能为力，只能祝你好自为之，下辈子投个好胎。不出去也罢，我这当长老的怎么说也得为宗门做事，要对得起宗门对我的投入。我怀疑长老层可能藏有奸细。玉清宗内部会有蓑衣圣教的人？这竟然是他！蓑衣圣教秘密执事，这厮隐藏的够深啊！怪不得那天救下玉清宗后，整个高层就他对我没有产生好感，还以为人家高冷，没想到是细作。这该怎么整？直接抓捕，还是先找证据？掌教还有太上长老也不在宗门，这时候能信任的只有……拜见师父，在下发现长老中有蓑衣圣教的细作，该怎么解决？谁？天雷峰的道雷老仙。可是手头没有证据，又绝不可透露系统。要不继续编个人来告发老雷？杀吧！啊！他俩有仇吧？连证据都不问就直接杀？为师早就发现他不对劲，既然连你都这样说，那就是真的了。不用传达给长老们，咱直接去天雷峰。哟，两位长老一起来是？给你送礼的，作为践行之用。你这是什么意思？有人向我告发，你是蓑衣圣教的秘密执事，最近弟子们出事与你脱不了干系。今日，我就为玉清宗那些失踪的天才弟子们除害。
道雷老仙对你产生仇恨度，当前仇恨度为5星。好快，我竟然没看清韩爵是何时留后手的。若对上他，简直无退路可言。韩长老，求您高抬贵手，我招，我什么都招。行，抬高了一点。师傅，剩下的就交给你了。九龙除魔印。师傅，师傅！啊，发生什么事？啊，是西玄长老。师傅呢？请问长老，我们师傅他……经斩神长老调查，天雷峰道雷长老实为蓑衣圣教的执行细作，现已伏诛。天雷峰弟子们就安心修炼，长老职位等掌教回来后定夺。这段时间尽少出去，免得被蓑衣圣教盯上。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怎么可能？师傅是内奸？斩神长老不会冤枉人吧？师傅已经死了。他进军业这么多年，竟然是内奸，可有证据？这是道雷老仙的储物戒，此物乃是蓑衣圣教的圣使传于他的，交流情报全靠此物。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书信来往，以及修魔的法器。确实如此，老张。他们还知道你内裤是粉色的，多亏斩神长老啊！不然要被蒙在鼓里多少年？虽然，但是斩神长老太恐怖了吧？元婴境7层都扛不住他3招，此子万不可招惹。还好长老层全是清白的，倒是执事层乱七八糟的，有4个蓑衣圣教的，正魔2道的细作也有，还有一些。应该是修真家族的，玉清宗都被渗成筛子了，挨个清算太麻烦了。先记名儿，以后再整，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检测到先天气运者，是否查看其来历？啊，怎么可能？这么一比较，徒儿的血脉是真的拉呀！这些是真实存在的吗？老丈留步，老丈。您这只鸡仔可否送我一只啊？这是送给内门的。哎，无妨，我乃玉清宗斩神长老，若是他们问起，就说是我拿的便可。老仆见过长老，长老请随意挑选，想要多少拿多少。不必，只要1个。师父师兄，你们终于来了，看来挺春光满面，一路还顺利吧？哪里，头一次看到这女子如此关怀咱爷俩，简直人生无憾。师妹，你有什么事吗？道雷老仙他，师妹她死在哪儿说下，我想便是。老夫也是。系统提示：掌教已回归，玉清宗仍平安无事。你获得1本法术秘籍，1瓶化神境修行丹药。恭喜你获得封神术。封神术，风系法术，可乘风遨游天地间，亦可肉身化为风。恭喜你获得1瓶化神聚灵丹。化神聚灵丹，化神境的上乘修行丹药。一共12枚。哎呀，纳气不是这样子，要收腹。哎，对，就是这状态，以后就用它缓解饥饿。哎呀，真不容易，这下不用吃空洞府的天才地宝了。夫君不必多虑，我外出历练倒是收获了不少天才地宝，
都给你种好了。不止这些，我还有个大大的礼物想送给你，来猜猜是什么呀？盲猜是储物戒。答对了！上个月和师兄师姐出去历练，恰好遇到正道宗门赤峰教与魔道宗门青龙宗在战斗，在联手击溃青龙宗的时候，我还顺走了储物戒，里面宝贝可不少呢。你看嘛，外出历练又不是没收获，以你的实力绝对吃得开。算了吧，这储物戒你自己收好，我只想过平静生活。唉，面对现实啊，玉清宗不可能罩你一辈子的。天下比玉清宗强横的宗门多到你无法想象呢。那玉清宗在大雁修真界排第几？大雁修真界共有20余支宗门势力，其中正道有12支，玉清宗应该能算得上前5吧。才前5名，怪不得玉清宗有这么多敌人。其实啊，大部分宗门的实力差距不大，并没有真正的排名，也不需要举办所谓比武大会来定位。夫君，你要过平静生活，怕是有点难。最近朱雀剑宗出现了一位风云人物，此人名为黄吉浩，曾经单进变斩元婴老怪，如今怕已成就化神。听说他要来挑战大雁修真界所有宗门，万一真来我们玉清宗，该怎么办呢？你总不可能不出手吧，斩神长老？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长老的事儿关我韩厥屁事儿啊！唉，怎么到哪儿都有这样的战斗狂魔？那黄什么浩挑战宗门有没有杀过人？这倒没有，毕竟朱雀剑宗也是名门正派。那我就放心了。老黄尽管过来吧，我韩某随时恭迎。GG。我都在这儿1个月了，老雷怎么还不来？莫非是出了什么事儿？要不是斩神长老坐镇，老子早就潜进玉清宗了。可听说斩神长老穷凶极恶，看到狗都得扇2巴掌。可又有流言说他生性谨慎，至今未见其人。若有这形象，真想看到教主跟他一决高下。可是蓑衣圣教的叶执事系统真的顶，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检测到周边的强者，完全不留任何隐患。我是道雷老仙的亲传弟子，最近道雷老仙被掌教针对，无法脱身，便让我来与你交接。我们的暗语可不是这个。其次，包括细作在内，从没人知道他的身份。什么情况？竟然破不了防御，才1个照面就被击杀，这等实力是在教主那儿见识过。你明明才筑基境9层，怎会如此强大？筑基境9层，难道你是？没错。麻烦大了，若对付斩神长老，得动用半个高层战力，不惜代价都要把情报传。我没反应过来，就是元神了。怪不得教主总是我们错怪他了。别，我认输，我投降。说吧，蓑衣圣教到底有什么企图？你们抓那么多天才是干什么呢？在吞并宗门之前，会将他们之中的天才抓至集中营。待宗门覆灭之后，这些天才无处可去，只能加入圣教。只是针对玉清宗，还是整个修真界？整个修真界。哼，你们胆子很大呀！蓑衣圣教中有化神或是容虚境吗？
化神是有的，至于容虚境就不知道了。所以圣教这么强，为何一直躲在暗处？各宗天才都被关押在哪儿？这些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一名普通执事。元婴七层，求求您放过我，普通执事，我再也不敢了。太唬人了吧！叶三郎对你产生仇恨，当前仇恨度为6星。你路走窄了呀。那好，你可以走了。真的？以目送。哇，又捡到储物戒，带回去送给夫君。这个不简单呐，上面有元婴气息。莫可不可。有件事想请韩长老出手，请说。我们已经调查出蓑衣圣教关押天才的地点，可地势易守难攻。到时我们负责正面刚，你来切入收割人头。我觉得不妥，万一是调虎离山之计呢？等我离开宗门，蓑衣圣教便派一尊化神进攻玉清宗，你们等得住？再说，元婴高手在蓑衣圣教内只能当执事，实属难顶呢。确实，那还是我自己来吧。玉清宗的安危就全交给韩长老你了。大可放心，除非遇到容虚境强者，否则谁来都别想攻打下玉清宗。甚好甚好，拜托你了。为了有十足的把握，先试探下自己的极限何在。最强的萧恶就算了，来个断通天吧。麻烦把他的修为设定到化神境9层。上次没给你机会，这次就全力以赴吧。平局，对战化神境9层，竟然只能平局。若换成容虚境，这样下去可不行，得马上闭关修炼，先确认下蓑衣圣教动向。徒儿坚持住，为师正在刻苦修炼，等为师有把握，定去救你。叶三郎怎么还没回来？莫非遭遇不测了？怎么可能？三郎可是元婴期7层高手，玉清宗内除了斩神长老，没人能留住他。更何况还有我们的内应里应外合啊！那位内应到底是谁？不清楚，只有叶三郎知道。每一位内应除了教主，就只有1人与之联络。问题就在这里，教主太谨慎了。要我看呢，直接踏平玉清宗多好。大胆的人！你们就这种水平，我都懒得拔剑。你是？在下乃朱雀剑宗黄极浩，我要挑战你们蓑衣圣教。说吧，你们总部在何处？黄极浩，这个煞星怎么会找到这儿来？要不让教主教他做人？开什么玩笑！教主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教主肯定会先活剥了我们。别！我们教主正值闭关，没那么快出来。要不您先去挑战玉清宗。若战胜那个人，我们就向您交代圣教的山门位置。玉清宗，那个人。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对付玉清宗，这种落寞的宗门没有挑战性。现在可不一样，最近玉清宗出了一位厉害人物，叫斩神长老，一剑就斩杀了化神强者，实力深不可测。也许您会感兴趣的。我与玉清宗的掌教和太上长老交过手，实力一般，也未曾听说过有什么斩神长老。你们莫要骗我。是真的，您可以打听一下。庆明魔教便是因此人而覆灭，我们绝不敢欺瞒。你们先告诉我蓑衣圣教的位置，我先去挑战玉清宗，再去蓑衣圣教。韩师弟，我又来看你啦！
摸了，这可是我的宝贝坐骑，破坏了你赔。拿鸡当坐骑，你真有出息啊！不得不说，韩师弟你这张脸，我每次看到都觉得赏心悦目，又加上你这等资质，挺好奇你父母是何等出众，想必不简单吧？我父母，他们平平无奇而已。100多年过去，怕是已经入土。当他们抛弃我逃跑的那一刻，就没有血肉亲情了。至于挂念，更是不可能。铁老都比他们有担当。哎，莫提了，有事直说吧。韩师弟，你知道关长老吗？是咱们师父的3师兄。不认识。300年前因为得罪了人，被太上长老送去避难。最近有传言说他要回来了。哦，长老们没跟你说吗？反正不关我的事情。听说关长老归来是为了争夺掌教之位啊。这也是李掌教的事儿，让他头疼去吧。关长老据说很喜欢我们师父，说不定会跟我们师父结为道侣呢。那么，关长老实力如何？据说他在大燕之外获得机缘，已经成就化神。宗门总算来了这尊强者，长老们正放鞭炮呢，只有掌教外出还不知此事。好，明白了。师姐，你先回去吧，麻烦转告下李掌教，我会力保他掌教之位。要的！事情变得棘手了，看来跟关长老切磋这事儿是避免不了了。碍于师父的面子，要如何和气收场也是个问题。还有个更大的问题，严格来说，这检测先天气运者系统已经出现半天了。这厮好好修炼不行吗？非要各种挑战宗门？系统提示：玉清宗面临黄极浩的挑战，你有以下选择：一、号令全宗围剿黄极浩，并取得胜利，名动天下，可获得一本活法术秘籍；二、悄悄击退黄极浩，不引起太大动静，可获得一件灵宝。都触发任务提示了，看来黄极浩离得很近了。先稳一手，来场模拟试炼看下。目标已击败，用时5分钟，是否重新开始？继续。目标已击败，用时2分钟，是否重新开始？秒都秒不了。不愧是天生剑心，竟然能在我的手下撑过2分钟。这样下去可不行，战斗太久又声势太大，不好办呢。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得半路截住他，不然等他到宗门里就很难低调行事。唯有一计，不过得看黄极浩为人。筑基境9层，竟然没感应到他。哼，有点意思了，这小子。娇躯可人，窈窕有致，嘴唇软润，吹弹可破。春风吹拂的发丝，时刻跳跃着青春般的荷尔蒙，真的长得好生俊美。系统提示：黄极浩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2星。兄弟，这有点暧昧了。我都没做什么，哪来的好感？小子，我对你有眼缘，要不要拜我为师？日后成就元婴，绝非难事。眼缘？黄哥不要啊！老子的绝顶魅力用错地方了吗？怎么总是吸引他们？你是何人？为何来玉清宗？我乃朱雀剑宗黄极浩，你可曾听说过？此次前来玉清宗，自然是挑战你们的斩神长老。为何只挑战斩神长老？玉清宗其他人不行吗？你们的掌教，前任掌教，早就败于我手下。本来我懒得搭理你们，之前想挑战蓑衣圣教，但他们非要我对付斩神长老，让我出手来换取圣教的位置。系统提示：你对蓑衣圣教产生仇恨，当前仇恨度为6星。那他们教主实力如何？感觉斩神长老不如他。他们教主很神秘，我也不清楚。你有几成把握？你问这么多有什么用？到底拜不拜我为师？他急了，开始上计。拜师可没问题，你若能接我一剑，我便拜你为师。
小子，你是不是没有听过我的名号？很好，我便接你一剑。你若能伤我分毫，我掉头就走，今生不再来打扰玉清宗。我黄某说话算数。那莫怪在下不客气了。这剑不简单，它筑基近9层，怎么会有如此宝物？准备好了吗？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这灵力不好，要挡不住。风平起！这是什么剑法？不对，是神通。不愧是你，反应如此出众。赫赫有名的黄极浩，应该不会说话不算数吧？你阴我！我早提醒过。随便你怎么说，刚刚那一剑，就算不偷袭我也接不下来。你到底是何人？你来找我，还问我是谁？哼，我说过不再来玉清宗是没错，但等你离开玉清宗，我会找你挑战的。哼，等我离开玉清宗，你等得起？该死的家伙，竟敢戏耍我！我大意了，闪得太慢，不然就不会。敢问阁下是谁？为何从玉清宗方向出来？行动又鬼鬼祟祟，定是外教贼子。关你什么事？滚！把你抓回去做我的功绩，那些长老估计会更高看我。到时候，你算什么东西？正途情绪不好，没地方发泄呢。恭喜你完成任务，悄悄击退黄极浩，获得6品灵宝焚煞钟。焚煞钟6品防御灵宝，可抵御容虚境之下的一切攻击。注入灵力后，终身会随着灵力注入的多少增重，直至重若巨月。好宝贝，身穿玄神衣，外套焚煞钟，天下我有。大声告诉我，还有谁？韩爵，你在吗？这声音，师傅他竟主动上门拜访。师傅怎么不传达一下？应该由我找您才是。无妨。月儿跟你讲过我的师兄关庸刚吧？啊，确有提过。他昨日回来了，不过他在玉清宗附近遭遇黄极浩，结果身受重伤。不愧是你，老黄！啊，当真是不幸。而且是在黄极浩负伤的情况下被打败。这么拉？同时附近有片山林，疑似被剑气破坏，想必是黄极浩曾来挑战我们玉清宗。结果被你击败了，对吧？是的，师傅不会是来问责的吧？怎么会呢？只是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黄极浩，竟然败在你这后辈手上。此次来找你，是希望你能帮我打压一下关师兄。打压关幽刚？掌教或许不如关师兄厉害，但对玉清宗鞠躬尽瘁。为了宗门，他甚至耽误了修行。此时将他赶下掌教之位，未免令人寒心。况且我这位关师兄只是想报复掌教而已，并非真的为宗门考虑。等他伤势痊愈，我要让他前来挑战你。若是能击败你，便可当掌教。你看如何？可以倒是可以，但此战最好悄悄进行。那是自然，正好给关师兄留面子。你还养鸡？这只鸡看起来颇为不凡啊。平时修炼也挺枯燥的，有他陪伴也不错。哦，你也会觉得枯燥？那就劳逸结合嘛。说起来，100年一次的仙域大会将要开启。仙域大会？那里的法宝、丹药、天材地宝，
乃至功法秘籍，你用等价资源都能换到。要去吗？多谢师父好意，我只想好好闭关，暂时不需要出去冒险。什么？你连他一剑都接不住？我也不想承认，但确实如此。这还了得？你可是本宗除我之外的最高战力啊！他的灵力极为霸道，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灵力。另外什么？此人长得极为好看，我们朱雀剑宗内论容貌无人可比他。这很重要啊！好吧，不是很重要啊。还有一件事，蓑衣圣教还在针对玉清宗。等伤好后，我打算去挑战蓑衣圣教。又是他们啊！虽然1000年前就已经落寞，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之前玉清宗的太上长老找过我，希望正道联手对抗蓑衣圣教，我并没有答应。只因那人不死，蓑衣圣教就不可能亡。那人是谁？蓑衣圣教的教主。此人年轻时候如你一般意气风发，因机缘巧合才堕入魔道，成为蓑衣圣教的教主。我听师祖说过，在他们那一代，蓑衣圣教的教主最为强势。此次正好你可以试探一下他的实力，但不可鲁莽。若是不敌，便赶紧撤退。放心吧，我虽狂，但不傻。杨天东和周凡被抓后，修为竟然提升了，身份并没有改变，也许只是假装妥协了。哎呦，还有李掌教好惨，不是在挨打，就是在去挨打的路上。主人，外面是什么样子的呀？我想去山的那边看看。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外面是什么样子的呀？我想去山的那边看看。外面呀，黑玉姬成长速度极快，实力已经相当于炼气境8层的修士，换人类都不一定做到这般速度，但是心智也越来越大，这厮对外面世界愈发好奇。这么说吧，外面很危险，很多人想吃你，知道吧？啊！这些是你的禁地，切记不能去哦。你必须强大到绝对无敌才能出去，否则必死无疑。就算是我，也不敢出去浪。主人别念了，我不出去了。洗脑成了。韩长老，大事不好了！枫叶谷被蓑衣圣教覆灭。谷主死前传信于我，蓑衣圣教内有10位化神，足以横扫大燕修真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我们玉清宗。韩长老，你这是危急关头行动迅速，稳重靠谱。我果然没有看错你。那还不赶紧跑路！你们还不赶紧跑啊！别管我！你听听，这是人话吗？我是过来给你偷个底，做好准备，不是让你直接溜达。再说逃能逃到哪里去？这么多弟子，就算逃也没有能让我们立足的地方。那些宗门只会屯兵我们，玉清宗还是得亡。正想说玉清宗亡了没事，人还在就行，还是低估了玉清宗对他们的意义。系统提示：玉清宗面临灭宗危险，你有以下选择：一、立即跑路，被蓑衣圣教追杀，流浪天涯，可获得一件法器；二、守护宗门，人活一生不能一味的退缩，击退蓑衣圣教后，可获得一件灵宝、一本剑道秘籍、
一枚气运神兽蛋。我该逃到哪儿？一直逃亡浪迹天涯，可不是我的理想生活。或许打不过就加入，可这已经不是狗了，是怂。刚才你说透个底，他们没那么快过来。他们收拾枫叶谷残局也要时间，至于我们，最多剩10年吧。掌教，为什么我们玉清宗接连被盯上？之前我还以为玉清宗很强呢。你们似乎把玉清宗带到不属于他的高度。其实玉清宗很厉害的，只是最强的那位，也就是我们的开宗老祖，他一走就是500年，期间杳无音讯。倘若他在，所以圣教哪敢对我们出手？在1000年之前，他可是完虐所以圣教，直接把教主打到自闭。感情所以圣教是在找我们寻仇？这不重要，我和师父已经动用祖师爷留下的传信宝物，只要祖师爷回来，所以圣教就不足为惧。韩长老这一关，我们必须咬牙挺过，只要挺过去，就不再有危险，你也能安心闭关修炼。行吧，我便陪你们面对所以圣教，但是先说好啊，万一敌不过，我就立马跑路。没问题，没问题。若真是敌不过，我也不可能让你跟着我们赴死啊！就冲这句话，玉清宗我韩某跟定了。对了，掌教，宗门有适合元婴境修仙的丹药吗？玉清宗很缺丹师，这个要你自己想办法。又别了！喂，刚说好的跟定玉清宗呢？开玩笑嘛，我是去买个预收带，到时候跑路更方便点。小黑呀，看到了吗？真的很危险。即便我们不惹事儿，也有敌人想杀我们。啊，主人，要不我们悄悄跑吧？行啊，你已经得到我的真传了。真的跑啊？再等等。检测到先天气运者，是否查看其来历？又是先天气运者，玉清宗，真是气运之宗啊！宣晴君，筑基境3层，真实身份为魔君凡身，天生道心，天资绝伦。800年前，魔君欲破道飞升，于是创造凡身。本尊封印于元神深处，凡身游历人间，体验人生百态，巩固道心。9天10地皆有他的足迹。3年前，他加入玉清宗，一直蛰伏。能即将飞升，少说也是大成修士。他现在广场就这一女人，应该是他没错。放弃吧，她是我老婆，尔等就洗洗睡吧。呸！就你这狒狒脸，他能看上你？笑死我！磕俩头看看有多像。不服来单挑吧！你是大粪哪还要我挑？啊，好无聊啊！游历人间也差不多了。有隐晦气息，看来可以再留一阵子。系统提示：宣晴君因容貌对你产生兴趣，当前好感度1颗星。正寻思避其锋芒，从未想过这绝顶魅力竟如此坑人。宣晴君对你的好感提升，当前好感度为2星。风神说快！主人，那个女人的眼神是要吃了您吗？外面果然危险。你能明白就好。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忍一时海阔天空，哼，这小子真有趣。不过
这7个字就有一番道理。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我喜欢把好吃的留到最后才吃，下次再造访吧。再见了。总算走了，应该是阵法作用，他找不到门口，脑壳疼啊！先不提蓑衣圣教，现在还来个大魔头，表面只是筑基境，但他肯定藏有大成实力，这谁顶得住啊？好紧呀，玉手真的不能退换。但愿他能忘记我这个人。还是太慢了，若蓑衣圣教袭来之前突破不了化神境，就完犊子了。李青子怎么会遭遇同门袭击？明明排查过玉清宗元婴修士都不是奸细。等等，忘了还有关幽刚，那怪不得这关幽刚不敢挑战我，便断了当掌教的念想，只是气不过才找掌教切磋，趁机发泄罢了。师傅他们倒是没有出什么事情。道友在吗？我可否拜访一下你？宣晴君，他又来了。你可终于出来了！不要啊！求你也不要出家助人。在下韩觉，请问道友拜访陋居有何事？我是玉竹峰的弟子宣晴君，数年前在内门与师兄见过一面，此次贸然前来拜访，望师兄不要责怪。师兄的英俊当真是天下罕见，绝世无双。哦，谢谢夸奖。没事的话，那我走。别急嘛，师妹愿献上一宝，望师兄不要拒绝呢。这是什么？此乃天仙府令。天仙府乃是修真界的修行圣地，拥有此卡可得圣地之接引，从那里出来，再差也能成就元婴。哼，小子，我就不信你不动心。你这副好皮囊，本君收定了。多谢师妹好意。只是我不想离开玉清宗，打算一生一世都在玉清宗修行。什么？师兄看不上啊？没关系，我这里还有，此乃地灵剑，可轻易斩杀金丹境高手。不够，那我再送你一瓶突破金丹境的丹药。我再送你一本炼体功法，再加3本法术秘籍，还有……打住！其实我已经是元婴境修为。元婴境8层，莫非你就是斩神长老？这秘密不要声张出去，可以吗？宣晴君对你的好感提升，当前好感度为4星。我懂。那现在你的需求就简单明了，此乃1品元婴丹，可助你冲击化神境。1瓶够吗？不够的话，再送你1瓶。这是真的豪啊！师妹，你到底是什么来历啊？我的身份不重要哦，但师妹想和师兄结为道侣，不知师兄可否愿意啊？你能拿出这么多宝贝，肯定不简单。可否帮我们对付蓑衣圣教？不能啊，我在意的只是师兄罢了。果然，想请动魔君没那么容易。那我若是答应，你会有什么代价？那代价是一起修炼，一起变强。系统提示：宣晴君想跟你结为道侣，你有以下选择：1. 拒绝，我辈男修士岂能被女子威胁？可获得魔君的仇恨，一次剑道神通传承。2. 接受，两人结为道侣，沾染因果气运，可获得魔君的好感，一次神通传承。系统故意的吗？字都差了这么大！玉清宗的这2人真是倔驴，干脆杀了他们了事。要是杀了他们，咱们圣教如何收拢人心？好烦，打都打累了。行了，咱出去喝一杯，叫人把他们扔回去。他日我若得道，定杀得你们蓑衣圣教鸡犬不宁。这就是你的计划？还没出去就被抓住？谁知道天大还有人在训练巨蜥呢？周兄，咱还是别挣扎了，等我师父来吧。你师父是斩神长老啊，
不好意思，他是不会来的。瞎说！师傅那么强，在玉清宗都找不出对手，他不来谁来啊？你师父天资确实是我所见之最，实力强大更是事实。但是他怕死啊！对吧？师傅就是这么牛，他肯定早就来了，说不定在暗处关注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吃苦，道心够不够稳。还是不说为好，留给这可怜孩子一丝希望。恭喜你获得神通筋斗云，筋斗云腾挪神通，一个跟斗108000里。从今以后，你便是我的道侣，记得好好修炼。我有需要时会来找你。宣晴君对你的好感提升，当前好感度为4.5星。对不起，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我要不干净了。主人，他还会吃你吗？休得说我道侣坏话！你一品元婴丹，好霸道的药劲！6道灵力被洗礼至通透，连固定多年的吸收效率都被再次加快了，仅一口便胜过100日之功。但是不能太依赖丹药，日常修炼也要稳扎稳打，以免灵力虚浮。那么，成就化神境指日可待。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多亏魔君出手大方，我已半步化神。系统，老规矩，自动检测完成。玉清宗最强者关幽刚，化神境2层。那就好。蓑衣圣教暂时没什么动作，我还有时间突破化神。我去万妖界一趟，看家就交给你了。韩长老，来得正好，好消息，好消息！你这样子一看就不是好消息。黄继浩挑战蓑衣圣教被俘虏，惹火了朱雀剑宗，他们准备联合我们一起进攻蓑衣圣教，这局势扭转了呀！简直爱死他了！搞事这么多年，这次还搞对了。优秀啊，这老黄！所以我打算这次来邀请。不祥的预感。我懂你的意思，你想带关长老走，但又担心对宗门有影响，对吧？我不是这个意思。调去所有长老都行，玉清宗有我一人镇守足矣。你可真是狗啊！我即将突破化神，需要时间。好，你安心突破，讨伐蓑衣圣教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好的，好的。太振奋人心了！你元婴就可以斩化神，若是突破化神啊，对，你快去吧！预祝你们一切顺利啊！据说突破化神境动静极大，一招敌人来袭，万妖界是最好的选择。化神突破就在今日，来吧！请出示令牌。咋哇了都？哦，见过执事大人。小样儿，万事俱备，只差布置传送法阵。快！长老有令，速前往山门。啊，他们的人怎么走了大半？可能是出了什么事吧。等等，莫非是师傅来救我了？出动这么多人，肯定是宗门打团了。机会难得，要不咱们趁乱再逃一次？还是算了吧，安心等他们来救我们吧。你别坐以待毙呀！万一不是自己人过来，岂不是错过了这机会？还不是怕你净出馊主意呢！玉清宗所有受困弟子，本座来救你们了！掌教大人，都准备反抗，杀出去，与本座一同覆灭蓑衣圣教！
你成功突破至化神境，获得一次剑道神通传承。恭喜你获得神通万剑神宗。万剑神宗以自身剑气召唤出历史长河中的古剑剑影，召唤数量与自身的灵力相关。突破化神后有3000年寿命，长生在望，太舒爽了。主人，您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被那个女人吃了。你这鸡脑的种人在想什么？主人，我不是凤凰吗？但你现在是只鸡，好好修炼才能变为凤凰。好吧，我修炼是多久啊？诸位加油，我还得守护玉清宗，提防更远的敌人。听说我们的斩神长老在万妖界突破了。玄晴君这婆娘什么时候进来的？你来找我有何事？不会是要强迫我那个吧？我是从呢，还是人人呢？我过来是为了……他可是魔君，在人间沉浮多年，怎么可能对一个人一见钟情？跟你道别，我准备走了。走？下次再相见不知要多少年，所以来看看你。临走之前你想要什么，我尽量满足你。能不走吗？没有你的日子我会很寂寞的。你脸上可不是这么写的。我会需要你的，但不是现在。别想着我日日陪你沉沦，时机还未到呢。那有没有提高化神境修为的丹药？此乃化神增灵丹，我身上就这4瓶，全给你了。咦，这怎么好意思呢？真是太谢谢了。一想到要很多年都见不到你这张脸蛋，还真有些舍不得呢。虽然你已经化神，但并非无敌。待在玉清宗好好修炼吧，别乱跑，修真界很危险的。小白脸儿，我走了。哦，看来他只是路过玉清宗，现在换地方悟道去了。终于不用担心主人被他吃了，嘿嘿嘿。剑斩祖龙朝龙子，硬扛幽龙准至尊，神子君逍遥，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天上天下，3000世界，我为大帝，方得逍遥。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朱雀剑宗如今要与我们死磕，诸位长老怎么看？依我看，不如直接杀了黄继浩，震撼一下他们。没错，他们太嚣张了，得打压下。就是，我也这么想的。俺也一样。但他们这么嚣张，会不会是有其他势力暗中支持？教主，您……哎，他又来了！不是我说，您真的想的太多了。不要妄自菲薄。教主，您别太畏手畏脚了。才不是畏手畏脚，我这是凡事都想最坏的后果。教主，您太谨慎了，不是太胆小了。我们的计划已经不能再拖了。您若不放心，吾有一折中方案。我们派几位长老去偷袭他们大本营，他们的主力此刻正与我方纠缠，宗门必定空虚。直接偷家就完事儿了，还是大长老稳。必须战斗啊！好吧，那这次我亲自出手，我与单奎真人一起去朱雀剑宗和玉清宗，这样行了吧？教主英明，好是好，不过别太乐观。大家都懂的。
单魁真人到时请务必强硬，我担心教主又拖延时间。求之不得。六道轮回功已修至第5层，同时领悟到六道吸魂进阶版的新神通，它可以吸收魂魄，并存在于自己元神深处，既可以保护魂魄，也可以禁锢魂魄，且能在魂魄上打下6道印记。6道印记将永存不灭，无论对方转世多少次，只要印记存在，便可跨越轮回追寻对方。6道轮回功法提升的好处不止于此，境界越高，6道灵力会越发霸道。但是修为还是不够，就算蓑衣圣教威胁不大，也还有御妖魔宗这等大敌。萧恶，要知道，他荣虚境修为，在御妖魔宗也仅是长老，这魔宗底蕴未免太离谱。韩师弟，师姐有事吗？师傅让我请你去御幽峰一趟，这事很重要。师傅请我，我这就去。有小道消息说，斩神长老来自御幽峰，据说长得蛮帅的。真的假的？竟是我们御幽峰啊！安静，都坐好，师傅来了。大家看，这什么情况？是韩爵师弟，好像又变帅了。但是，他怎么会坐在师傅旁边？小道消息里说，斩神长老容貌极其俊美，绝世无双，该不会是他吧？没错，当初知道这真相，我都震惊了好几天。大家都听好，韩长老身份不可外传，谁敢声张出去，就等着逐出师门，明白了吗？是，遵命，大师兄。最近一段时间，所有人都不要闭关修炼，都在玉清宗门外巡逻。掌教已经传信回来，信里说，他们正在与卓雀剑宗会合，攻打蓑衣圣教，被关押的弟子们也会相继救出。但他担心蓑衣圣教偷袭我们宗门，因为他们遇到的化神强者只有5人，其他5人必定有别的安排。18封弟子里，唯独我御幽峰出力最少，除了我们人少，也是因为掌教对我们的偏爱，明白吗？我们苦修了这么多年，是时候亮剑了。明白，誓死不退。外门乃第一道防线，在那儿保卫，无疑九死一生。能有如此觉悟，已无愧于宗门培养。唉，自问不及他们呀。韩长老，防御蓑衣圣教强者偷袭，你有信心吗？原来是让我当定心丸，对付强者，我还是有点经验的。韩长老，您谦虚啦，这把稳了。修为到几层了？1层。你闭关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修为止步不前了？哼，是化神1层。李青子没跟你说吗？好了，散会，你们都下去准备吧。巡视之事由孟河来安排。是，师傅。副队长，您去主峰通知下战备部，等会儿御幽峰。得令。姐姐，你没发现师傅刚刚有点不对劲吗？你这一提醒倒是，头一次看到师傅不淡定的样子。他突破元阴境才过去多少年，这一转眼又到化神境了。哼，想看我的笑话？看来你已经没把我当师傅。也对，身为师傅，我也没教过你什么。我没那个意思。算了，你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提。你对玉清宗的恩，大过玉清宗对你的培养，用不着客气。有化神境的修炼丹药吗？抱歉，没有。那没关系，能尽量帮我增强洞府里的灵气就行。我会再想办法。韩爵成长得太快，到时候庙小装不下这尊大佛。要是玉清宗再强些，没事的话，那徒儿先告辞了。这是开山老祖。剑斩祖龙朝龙子，硬扛幽龙准至尊，神子君逍遥，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天上天下，3000世界，我为大帝，方得逍遥。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
我要去追求更高的境界，玉清宗的未来就交给你们小辈了。韩爵，等等！啊，你在玉清宗还能待多久？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成长得快，也许有天玉清宗会成为你的累赘。放心吧，我要是想跑路，早就跑了。再者，就算真的有另外的去处，难免会遇到其他难事，到哪儿都是一样的麻烦。与其颠沛流离，还不如在这里安心修炼。可是修真界比玉清宗厉害的宗门多的是，你不怕一直在这修炼境界会难以提升吗？师父，你永远可以相信我的资质。若真有一日我想离开，那我会提前告诉师父你。呵，去更广阔的天地追求大道，胡扯！老子宁为鸡头也不要当凤尾。过平静生活不好吗？卷什么卷？系统提示：警告！警告！蓑衣圣教即将入侵玉清宗。系统，立即检测闯入玉清宗内的最强者。这就是玉清宗吧？没错，教主，出手吧。他们表现得太弱了，会不会有诈？教主，我都探查过了，他们没有化身，连元婴都不超过10个。不行，我心里不安，总觉得有问题。教主机不可失，若是蓑衣圣教葬在我们手中，我们如何面对前任教主？哎，继续观察吧。要不是打不过他，老子早想抢夺教主之位了。似乎遇上同道中人，我也是用了模拟试炼才敢过来的。刚还以为系统出故障，没想到这人有点意思。蓑衣圣教就来了你们2人，竟没发现他的气息，果然有诈。我们2人还不够，道友当真是狂妄，那我就要好好领教你的道啊！沈奎，且慢！教主莫怕，就算他是战神长老，我也有一战之力。听闻圣教教主不喜杀戮，你们为何要针对我们玉清宗？少废话！沈奎，这是……果然有诈！教主，我终于明白你为何一直谨慎了。沈奎，不！沈奎，化神境7层的长老，竟然就这样被他轻易镇杀！我身为化神境9层的修士，居然看不清他的深浅。他绝对不止化神境，多半已经突破到了荣虚。你等着！我们蓑衣圣教必与你不死不休！我的直觉没错，玉清宗间还有这等存在。沈奎，等我日后修炼有成，定会为你报仇雪恨。你这犯规了呀！等等，别动手！我可以让蓑衣圣教停战。斩草得除根，明白吗？其实我也不想打，但我是教主，我得为整个教派负责。况且若非我拦着，玉清宗弟子不知会死多少。你看现在他们全都活得好好的。这倒是真话。周凡和杨天东都还活着，再加上不喜杀戮，这性格，黄尊天恐怕真是身不由己。所以圣教行动如此拖延，也全拜他所赐。只要你放过我，我回去后必定勒令蓑衣圣教不得再进攻玉清宗。当真？有戏，可以谈条件了。我不信，之前你都不能让2宗停战，凭什么你回去后就能？啊？竟能死而复生？不对，是幻术，还是替身？等等，这符纸，莫非是替死符？听说价值不菲，你可真是下了好大的手笔啊！什么鬼妖术，压制力好强！系统提示：黄尊天对你产生仇恨，当前仇恨度为2星。仇恨？直接斩杀算了，正好用来震慑蓑衣圣教，免得他们老是搞事。
力竭，刚那一招简直防不胜防。好在我还有底牌，此招专可偷袭，阵法范围内施术者可以免疫数百次攻击。我再趁此时机激活直达大本营的传送法宝。除非你能瞬发数百次攻击打破阵法，可惜能瞬发上百次攻击的法术罕见，我不信你有这能耐。万剑归宗，他怎么会有这种神通？报告，刚刚的灵力波动来源就在前方，快跟上！这么大动静，到底是何人所为？我觉得这声音更像惨叫声。那可不妙啊！这战斗波动明显不是元婴期能应付的。这是，好像知道是谁干的了。剑斩祖龙朝龙子，硬扛幽龙准至尊，神子君逍遥，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天上天下，3000世界，我为大帝，方得逍遥。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有万剑归宗？这可是那个神秘宗派的不传之秘啊！太强了，自己从未败得如此惨。常山赵子龙，常山是哪个宗门？别废话，我问你答。你们蓑衣圣教有太上长老之类的存在吗？有，不过他已经离开大燕。你是怎么当上教主的？我自有看家本领，秘不外传。行吧，蓑衣圣教现在，之所以留下他的元神，就是为了探取情报。没想到这么容易啊！大人能不能放过我啊？我可以加入玉清宗将功赎过。看你表现吧。6道吸魂能吸收魂魄，并存于自己的元神深处，可保护魂魄，也可禁锢魂魄。黄尊天如今被我关押，蓑衣圣教就不足为惧了。喂，主人666，这下不用跑路啦！你群混蛋招狼！我要是活着出去，我把你们都嘎了！大长老，还是联系不到教主他们吗？一直没联系上，多半是凶多吉少。那我们就放弃此处，让所有弟子回宗门固守，再派人去查教主消息。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上次你们不讲武德群殴我，今日我总算一雪前耻了。老实交代，你们教主在哪儿？否则今天你们谁都别想活着走出去。黄吉浩，我来正面缠住他，你找机会绕后偷袭。你俩嘀嘀咕咕的，是在商量怎么逃跑吗？刚从手下卧底那儿得知消息，你们教主竟然想去偷袭我们玉清宗。什么？然而玉清宗那边无事发生，也就是说，你们教主可能遇上了那个人。至于你们教主为什么没回元，不用我多说了吧。议和，蓑衣圣教议和。天晴君送的丹药没有了，修炼速度越来越慢。洞府灵气似乎也变稀薄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韩长老在吗？啊，是李掌教啊。啊，师父，幸不辱命，把你弟子带回来了。熬了这么多年，
我终于见到您老人家了，你知道吗？徒儿这些年受了多少苦？这……我一直相信师傅您会来救我，正是这种信念让我坚持到了现在。抱歉，外面太危险，我都不敢外出。家教都跟我说了，要不是您坐镇玉清宗，他也不敢放手一搏来救我们。师傅，你是我的神！你鼻涕粘到我衣服了。徒儿，你表现得很好，今后我会将毕生所学传授给你。系统提示：杨天东对你的好感提升，当前好感度为5星。敢跟我结仇仇？师傅最好了。可喜可贺，这次被掳的玉清宗弟子全都安全营救回来了，但还是有些问题想请教下韩长老。我安排在蓑衣圣教的内应说，教主黄尊天在玉清宗附近失踪。刚刚回宗的时候，还发现北门附近少了一座山包，可是你下的手。韩长老，韩长老，你是哥的神！你是我们这一最大的功臣，多亏了你解救了黄尊天，我们到回蓑衣圣教倭寇可顺利的很。现在可好了，蓑衣圣教教主已死，他们已经不成气候。我玉清宗能出韩长老这种人杰，是属老天爷开眼。哎，此间事了，掌教你也别乱跑了，好好修炼吧。看你天天挨打，怪可怜的。对了，还有一件事，最多半年，祖师爷就要回来了。祖师爷？然后再过5年，就要举办玉清宗开山1000年的庆祝大典，这可是头等的大喜事。届时，我会邀请各宗各派的名人雅士，和他们建立良好关系。同时，我们会为你造势，让他们知道韩长老剑斩黄尊天的风采，让你名动修真界。不可！不能让他们知道蓑衣圣教黄教主栽在我手里。再说，我不想抛头露面，只想好好修炼。可是，这样他们才会顾虑你，再不会打玉清宗的主意。你的出发点是没错，可我为了帮助玉清宗，已经担下了不少因果。若是他们联合找上门来，我能逃，可玉清宗呢？想必你也不愿接受这结果吧？那倒是。既然如此，我们就给韩长老洞府加灵气，作为补偿，如何？就这些吗？我洞府似乎是全宗灵气最浓郁之处吧？我们只能做到这些，其他怕是满足不了你。要不等祖师爷归来，以他的境界，定然有更多宝物，到时候少不了你的份儿。如此甚好。下回见呐，祖师爷呀，你可要尽快回来呀！我们要供不起这个小祖宗了。剑斩祖龙朝龙子，硬扛幽龙准至尊，神子君逍遥，正是我君家新的灵号序列。天上天下，3000世界，我为大帝，方得逍遥。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系统提示：恭喜你成功守护宗门，击退蓑衣圣教，获得1件灵宝、1本剑道秘籍、1枚气运神兽蛋。恭喜你获得5品灵宝、9星踏灵靴。哦，可以呀，很适合跑路。恭喜你获得秘籍绝情飞剑。还是留给杨天东吧。恭喜你获得混沌天狗。等等，天狗为什么是卵生啊？这怎么孵化？哇，师傅竟然凭空变出了法宝，这是空间法术吗？不愧是师傅啊！
哦，而且都是品相极佳的宝贝。主人是靠宝贝批发的吗？小黑呀，有件事要麻烦你了。别，主人不要啊！玉清宗18峰长老，还有执事层人员，速来正殿集合。这架势，怕不是又要跟哪个宗门打一场？不至于要出动18峰长老吧？晋升，太上长老要发话了。为了这一刻，我们等了近1000年。1000年以前，我们在他们面前如同蝼蚁。1000年以后的今天，是时候让他见识我们的强大了。准备出发吧，切记不要出任何纰漏。真的要这样吗？当然，事关重大，任何准备都不多余。哎，快看天上，那是什么？啥？哦！玉清宗，快1000年没见了，让我看看你们到达了何种地步，可别让老朽失望哦！救命呀！远招断头天大刺！战神长老，有把握对付他吗？结阵！光临玉清宗老祖，九鼎真人，师傅喜欢吗？不错。宗门比我离开之时要气派很多，当赏。此药乃荣虚镜，刚被我顺路斩杀，让炼丹部炼成丹药，分发下去。老祖英明。我走的这段时间，玉清宗可有杰出弟子？作为奖励，我可以亲自为他传法一段时间。宗门最杰出的当属韩长老，此次宗门危机得以和平解决，也全靠韩长老。哎呦，这么出色的弟子，他在哪儿？让我见见。韩长老一心在洞府苦修，并没有来。嘿，有个性，无妨。过2天我亲自去见他便是。太好了，终于可以养得起他了。自混沌天狗由黑玉姬孵化出来，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但狗儿子生性高傲，认不得这个娘，经常跟黑玉姬叫板，洞府就没安宁过。我一生行善积德，怎么会摊上这两货？韩长老这俩妖宠一看不简单呐，哪儿弄的？偶然所得。你是？老夫乃开宗老祖九鼎真人。他什么时候养的狗？啊，在下失礼，还请九鼎老祖责备。责备大可不必，还得多谢小友在玉清宗危难时出手。作为感谢，老朽赠你一桩机缘，不知你愿不愿意啊？机缘？老朽1000年前离开大燕修真界，前去追寻陆地仙人后，到达海外，闯荡多年。如今已成一霸主宗门的副教主，此次回来准备带一些天才去那边修炼，机会只有一次，你愿意吗？这等机缘任谁都会心动的。海外副教主，家都差点被偷，你却在外面寻花问柳。系统提示：你面对九鼎真人与李青子的邀请，你有以下选择：一、跟随九鼎真人前往海外，可获得1瓶修行丹药、1件法器、1件灵宝；二、继续留在玉清宗，低调修炼，力求安稳，可获得1次神通传承。和以前的选项不同，第一条好像奖励更多。那选第一条的话，请问你们教派在海外算无敌吗？虽不是无敌，但也算霸主之一吧。啊，霸主就是有对手？那是自然。不过我们教派荣虚境强者不少，外人不可能撼动得了我们教派。
这样啊，韩长老若是感到为难，此事大可暂且搁置。祖师爷会在玉清宗待一段时间，到时再说也不迟。要是韩长老跟着九鼎真人离去，那玉清宗下次遇到危险该怎么办？没错，老朽至少会待50年才离开。我们要把玉清宗改造成大燕修真界的圣地。在这段时间里，你还可以考虑一番。考虑的话倒不用，多谢祖师厚爱。我选择留在玉清宗，我想为玉清宗发展伟业鞠躬尽瘁。就像您外出闯荡多年是为了玉清宗，我有自己的方式守护宗门，目睹他们发扬光大，这便是我的修道。剑斩祖龙朝龙子，硬扛幽龙准至尊，神子君逍遥，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天上天下，3000世界，我为大帝，方得逍遥。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既然如此，那便不勉强你。早听说你喜欢安静苦修，现在起整座山都归你，以后不用依赖洞府灵气，此地灵脉足够满足你。啥？整座山？李青子，你来安排山上其他洞府的弟子，此山以后只属于韩长老一人。这多谢前辈恩赐。老祖，原来您只是想试探下韩长老对宗门的忠心吗？算是确定一些了。李青子啊，我收集多年的天材地宝都放进藏宝阁了，你可以拿一些给他。明白。还有，你得给整座山布聚灵阵，把灵气集中下。好的。至于其他洞府弟子，你应该知道怎么安顿吧？没问题。你是不是担心他要是跟我走了，玉清宗就没人守护了？是的，玉清宗确实离不开韩长老。你们说他生性谨慎，我看他只是怕海外危险。不过海外危险倒也是真的。这个，他不走也罢，能留在玉清宗坐镇，反而让老朽放心。他好是好，不过把怂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的，我还是第一次见。想当年老朽那会儿，那可不像他呀。老人家又要开始吹嘘以往了。系统提示：你选择继续留在玉清宗，获得1次神通传承。恭喜你获得神通如来咒。如来咒，佛门神通，可超度鬼魂，可镇压邪祟。这是要我出家？夫君，最近我又捡到宝贝啦！邢姑娘又是在哪儿捡到的？我在集市里得来的。那天我参加拍卖会，得到了一些宝物，有人想抢夺我的宝物，但被我反杀了。这个是出自他储物戒里的。随行的道友说，这是先天聚灵玉，极为罕见。神石，开。听说能自动聚集天地灵气，催生出聚灵丹，这可是个好宝贝。拜托，别什么东西都捡，这里面封印着凶灵，若用它修炼，你肉身灵魂都得被反噬。可我明明用神识检测过啊，怎么会这样？这东西是将煞气伪装成灵气，起码要元婴神识才能看破。对不起，差点坑了夫君，我这就扔掉它。我可以净化它的，拿来吧。6道吸魂。好险，多亏夫君境界高，识破了这邪气。这要怎么报答好？你看以身香，你收下吧，里面凶灵已被我除掉。等你突破至金丹，会需要这宝物的。
父，你的修炼速度太慢了，这样下去是没能力做我道侣的。那怎么办呢？糟了，好像把话说重了。猩红玄，这纳戒里都是以前你送我的宝物，我都细心为你保留着，现在还给你。另外，这里灵气浓郁，你搬来附近修炼吧。喂，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希望你竭尽全力去修炼。还有，我们的关系暂时可不能说出去，我怕仇家会用你来要挟我。他果然还是在意我的。狗儿子，你看，这种就是渣男。夫君，我真的配得上他吗？可明明是我先走一步。想当年我为了复仇，经历千辛万苦才成为修士，耗尽心力去进阶提升，这中间花费了多少，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一直以为所有人都跟我一样，直到第一次看到他，那时他还是少年，连灵根都没有。见他长相讨喜，我就给了他一颗素灵丹。其实那个药效有个杂灵根就不错了，谁料后面他直接起飞，飞升成为玉清宗天花板之一。资质这东西真的看不懂，简直人比人气死人。但事实摆在面前，我确实该努力了。再这样下去，我是配不上韩厥的。怎么了？没什么，我先去修炼了。他怎么突然不高兴了？哎呀，女人心好难懂。我收回刚刚的话，主人是个大直男。九鼎真人回归后，便亲手整顿玉清宗18峰，内门城池的灵气因而得到大幅度提高。不仅如此，他还驯服数头堪比元婴的异兽来镇守宗门和万妖界。众多因素结合下，玉清宗正在日益壮大。千年大典即将开启，修真界的正道宗门都派了人前来祝贺玉清宗。玉清宗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玉清宗深不可测呀，听说连蓑衣圣教教主都折戟在这里了。不会吧？真的，我们还是安分点儿，此地惹不得。你们再大一点就要挤不出洞口了，住外面将就下吧。切记，不得下山招摇，明白没？系统提示：检测到先天气运者，是否查看其来历？扫把星转世。剑斩祖龙朝龙子，硬扛幽龙准至尊，神子君逍遥，正是我君家新的灵号序列。天上天下，3000世界，我为大帝，方得逍遥。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我有神识，找，别让他靠近玉清宗。我的先帝后羿气运可以免受扫把星的影响，但玉清宗不能啊。终于到玉清宗了，苏琪，今后修炼可要加油啊！你一定是最棒的。修仙第一步虽小，但却是人生一大步。你一介凡人，为何来这里？我叫苏琪，我想加入玉清宗修仙。您是玉清宗仙人吗？我可以直接拜入内门吗？我的天赋绝不会让你们失望。让你加入玉清宗，然后被你的霉运坑吗？你年龄太大，已错过最佳修行时间。不如我传你一门纳气之法，以另寻他处拜师可好？不行，我偏要加入玉清宗。等等，莫非你不是玉清宗的人？我听说玉清宗千年大典来了好多其他宗派，你一定是来抢生源的对吧？还要不要脸啦？你小孩早知道这么多，真麻烦。想忽悠我，还嫩着呢。当真不离开？就不。
好，不要杀我啊！杀你？开玩笑，滔天的霉运我也顶不住。放开我！感动！你到底是谁？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既然你不愿意离去，那从今日起，你就只能待在这里，这辈子都别想再出去。系统提示：苏琪对你产生仇恨，当前仇恨度为2星。我不会要遭殃吧？隐约感觉到一股危险气息，正在酝酿着等待爆发，莫不是厄运发功？那个，这里管饭吗？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怎么过来的？路上没饭吃？都去过7家菜馆了，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不是突然倒闭，就是被土匪劫店，我一口饭菜都没吃上。不愧是扫把星。哎，您的外卖到了，请签收。系统提示：苏琪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3星。哇，我从来没吃过这么丰盛的饭菜，谢谢前辈，我开动了。这好感跳的，小孩心思果然单纯。话说，从苏琪的经历描述看，他似乎还没发觉霉运是他自身携带的，天生霉运注定孤独一生。唉，倒是个可怜孩子，有些真相还是不知情为好。味道怎么样？这是你的最后一餐了，以后就要开始修行了。这是修行的纳气法门，你自己看看。哇，苏琪，多谢前辈大恩。原来他在这里是为了修行。苏琪啊，苏琪，你可一定要好好修炼，不要辜负前辈的一番苦心啊！系统提示：苏琪对你好感提升，当前好感度为5星。哼，这小子真好拿捏呀！好，你在这里修行就得服从规则。首先，是前辈，这怎么整？哎，不是这样切中路的，看我的。前辈，这本绝情飞剑可以学吗？这个学多了会丧失人性，你知道吗？曾经有个弟子跟你一样，他叫杨天东。真的？他怎么不在这儿？他早就被掌教拉走重点培养了。这么厉害！大师兄666！前辈，我好像听到外面有鸡狗在打喷嚏，天这么冷，要不要让他们进来暖暖？哎，不用，他们很喜欢在外面闯。怎么突然这么吵？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前辈忘记了，10年前九鼎老祖带部分核心弟子前往海外。哦，差点忘了，九鼎真人出发前还找我说过来着。现在外面欢声震天，估计是他们回来了。苏琪的天赋确实是厉害，无需筑基丹就能轻松突破。师弟，我从海外归来啦，有好消息想跟你。师姐，这地方小，咱们去外面透透气可好？啊？这地方很小。哇，和海外打打杀杀的日子比，这里简直是天堂啊！没想到师弟竟然有浪漫的一面呀！说笑了，这亭子是宗门送的，用来待客也不错。哎呀，这下完美避开苏琪了。师弟，你知道吗？所以圣教已经被覆灭了。真的？可喜可贺。回来的时候，祖师爷率领部分核心弟子，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他们的家底都被我们搬空了。真希望你也在场，他们看到祖师爷的时候脸都绿了。太好了，这一下没有隐患了，闭关修炼搞起。剑斩祖龙朝龙子，硬扛幽龙准至尊，神子君逍遥，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天上天下，3000世界，我为大帝，方得逍遥。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
那你这段时间可有认真修行？那当然，我到了海外后专心修炼，就盼着你我共赴大道了。鸡哥，那女人是谁啊？那女子似乎很喜欢我们的主人。不要被眼前景象蒙骗，那是贪欲，她想吃主人。你想多了吧？这明显是情缘啊！修仙之路终究要靠自己，感情只会耽误大道。这是主人教我的。鸡哥，这你都信啊？就你这纪小脑，怎么可能变成凤凰？鸡哥，这是你头发多少才弄出来的鸡毛掸子？给我闭嘴！宣晴君竟然被诛杀了，连他魔君的修为都难挡重敌，这江湖险恶呀！还好他复活了，以后若是有缘相见，就打听下这复活手段。啊，师弟，天不早了，我还没给师父请安呢。啊，好，去吧，下回见。还好师姐平安无事，看来苏琪的厄运也有接触时长的限制。我回来啦！玉清宗的开山祖师啊！老朽已等候多时啦。这位是你弟子吗？资质挺不错的，不如我带他去海外追寻大道。老朽刚从海外回来，特地带了不少增补洞府灵气的宝物，一会儿吩咐弟子来给你种上。多谢老祖。你弟子资质很不错的，不如下次我带他去海外历练，你看如何？随身带着扫把星，祖师爷您这是作死啊！小子，你觉得如何？可愿随本祖师一起去海外修行？啊，有这好事！韩爵最麻烦，若是我能收走这小子，或许韩爵还会感激于我。祖师，此子情况特殊，最好不要收。你不愿意放人，你不怕影响到修炼吗？这次不影响。竟然亲自拜访前辈，还过问前辈的意见，这说明什么？前辈身份并不简单，我干脆一条大腿抱到底。别的不说，就想问下你有没有身体不适吗？多谢祖师好意，我就想侍奉前辈。哎呀，真是有其事必有其图啊！也罢也罢，你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小友，大燕修真界所有宗门，老朽都去过一遍，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打玉清宗的主意了。你大可安心修炼。祖师厉害！哦，还有一件事，老朽此次外出，发现了一处上古禁地，里面资源丰厚。毕竟这禁地被发现没多久，说不定藏有不少宝贝。你想去瞧瞧吗？上古禁地，一听就不是观光的好地方。啊，等等，这不是之前周凡掉进去的禁地吗？说起来，那之后周凡就没有任何消息了。算了，机缘还是让给宗门的其他弟子吧。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还有一件事，最多20年，老朽就得离去了。天仙府即将开启，老朽准备入府追求大道，你可要一同前往。我跟你讲，这天仙府来历不凡，每隔100年都会出现飞升成仙的弟子。天仙府令，这不是宣晴君打算给我的那个机缘吗？当时我还拒绝了，没想到天仙府如此了得，连荣虚境8层的强者都想加入。祖师抱歉，曾经有人给过此机缘，但我志不在此。连天仙府都没能让你心动，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也罢，我徒弟徒孙都太冒失了，宗门有你镇守，我也放心。回头咱们斗斗法，看谁更厉害。不敢不敢，再给我几千年也追不上祖师您的修为。那老朽去养息了，下回见。祖师路上注意安全啊！祖师跟苏琪接触了这么久，霉运怕是躲不了了。果然，老祖这几年运气真背。不过好在人还没凉。不得不说，荣虚境8层就是顶了，常规手段进出都打不过他。刚才模拟试炼对战，我就撑了半个小时，算是有点进步吧。随着苏琪在洞府修行，霉运似乎也越来越强了。混沌天狗本身是气运神兽，能镇守黑玉姬不受苏琪影响，挺安逸的呀。邢红玄刚回来不久，去看看他好了。
邢姑娘，你在吗？大清早的干嘛？夫君，来的正好，我要给你看个宝贝。我呀，先进来再说吧。看，前几年我去了一趟上古禁地，从里面得到了不少宝贝。啊？你喜欢什么尽管挑。邢姑娘的心意我是领了，但这些宝物看起来都一般。不过也是，高级宝物以她的修为也搞不来。哎。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看着像灵位牌，可上面没有字，而且里面有一股极为微弱的神念。寻常的化神神识都看不出异常，只有用元神查探才能看出一丝端倪。此物不简单，元神出窍。好久没有这么近看它了。这块木牌里竟另有玄机，原主身份怕是不简单，指不定里面藏着什么秘宝。神念、秘法、天之傀儡。天之傀儡由灵力制造而成，其强横程度取决于制造者的修为。天之傀儡并非自动作战，需要制造者分出一丝魂念操控，这岂不是分身？天之傀儡被摧毁也不会影响创造者，缺点是天之傀儡不够持久，灵力耗尽后，傀儡就会停滞不动，一直到下一次注入灵力才会恢复行动力。这只是单纯用灵力制造而已，若加入天材地宝炼制，续航力则增长，其力远胜制造者。并不需要呼吸，可做定量天之傀儡，放进储物戒里备用。分身转变打手，相传用世间顶级的财宝以及绝级灵力所炼制出的最极致的天之傀儡，其通天力量可与先帝抗衡。住手啊！多谢分享，我可以拿走这木牌吗？当然了，我的一切都是夫君你的。这妮子太大胆了，但确实是我错在先，没做好防备就元神出窍。那多谢了，我先回去研究下，下次再来。不愧是上古禁地，这天之傀儡秘法确实不凡。正常情况下，灵力很难转化为实体，更别说制作出傀儡。但天之傀儡的法门却能做到，还有分出魂念的秘法也颇为罕见，相当于多了一双眼睛，还能和傀儡共享视野。这么说，可以给他们分别做一个，万一在外遇险时，天之傀儡还能救他们一命。就算傀儡打不过，通过共享方位也能及时救援。无力，我要做10个。碎了，怎么又碎了？大魔水口、克线、肾线，啊，怎么裂剑了？我就不信了。邢姑娘，这具傀儡送给你，可以放进储物戒里，以后无论去哪儿都得带上，关键时刻它能救你一命。好像夫君。好可爱，谢谢师弟。算了吧，搁多了会出问题。我又不是在做魂器，再说为搞这些，我已经2年没修炼了，不能再耽误修行了。你已经200岁整，人生算是度过一段不短的进程。你对今后的修炼之路有以下选择：竟然都200岁了，时间真快。1. 低调修炼，如你前半生一样，悄悄修炼，不争名夺利。今后的选择奖励依旧偏向低调修炼，可获得1件灵宝。2. 高调修炼，成就1代天骄，名扬天下。
今后的选择奖励偏向高调修炼，可获得一件法器、一本法术秘籍、一次神通传承。我选择低调修炼吧，出去就能一代天骄，哼，鬼才信。系统提示：你选择低调修炼，获得一件灵宝。恭喜你获得4品灵宝寒君琉璃冠。寒君琉璃冠，4品防御灵宝，可反弹容虚境以下的所有攻击，不包括特殊神通，能有效预防灵魂、神识冲击。又是防御型灵宝，系统深知我心呢。从头到脚都是灵宝，武装到极点，容虚境之下也无法对我造成威胁。这王冠好小。哇，前辈换个发带更帅了。是王冠，不是发带。法宝终究只是外物，变强还得靠自己，久违了我的修行。我的师弟呀，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祝你们一帆风顺。系统，检测一下玉清宗现在最强的人。系统提示：李乾隆，化神境5层，毒王传人。李乾隆，好耳熟。等等，记得墨竹提过这个。早已作画的天才李乾隆的洞府，听说他生前差一点成就化神境，留下的东西肯定不凡。这天大奇缘，你真的不去吗？怪了，李乾隆诈尸吗？为什么没有听说过他拜山的消息？化神境5层修为，放在大燕修真界算顶尖水平，所到之处必引起大动静。如果是自己人，宗门应该知情才对，可到目前却没有任何通知，等于说明他是潜入的。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这个月精英班弟子可以前往上古禁地密殿，相关弟子记得去报到。有祖师留下的护殿阵存在，密殿之处基本安全，大可放心修行。此次九鼎师尊虽然离去，却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机缘，你们不要辜负了祖师一番苦心。那老匹夫走了，终于让我等到机会。冷静。还有一人会阻碍我，在我实施计划前先解决掉他。玉清宗最神秘的人，战神长老。我周凡就要这样认命了吗？不，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是默哀九鼎老祖3秒，谁让你看上扫把星？我去，周凡主角命实锤啊！哎呀，这5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不妙，这样下去会被他们超越。检测玉清宗范围，未发现李乾隆踪迹。这就走了？还好他没搞事，亏我一直监视你，修炼都分心了。是时候发力了，看谁卷得过谁，卷死你们！这是主人今年第几次这样了？第3次了吧？就没见他休息过。这么久坐不太好，修士常出痔疮不是没原因的。前辈真是恐怖如斯，敢于直面痔疮。韩长老可在？是我老李呀。掌教留步，咱们换个地方叙旧吧。前辈，为啥不让我见人啊？韩长老，好久不见，发带不错呀。不知掌教找我何事？
正道举办的修仙大会即将开始，韩长老去吗？修仙大会，一看就容易出事。我不。此次大会位于大燕王朝的皇都，参加便可获得人族气运，对修行有益无害。我就不去了，毕竟师祖离去之事，其他势力应该都知晓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等我拿了气运回来，羡慕死你！唉，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大机缘你都不要。说起来，掌教，你对李乾隆这个人怎么看？你是怎么知道这孽障的？李乾隆曾是我的师弟，是玉清宗100年难出的旷世奇才。不过他与关幽刚都喜欢西玄仙子，两人曾生死决战，逼得我师父出手调停。可李乾隆这厮不服，竟敢偷袭我师父。还好我及时出手，避免铸成大错。但他被断其经脉，关入思过崖反思。然而他逃跑了，临走前留下过书信。他说，总有一天会回来颠覆玉清宗。师父真是罪孽深重的女人呢，怪不得师父不让玉幽风弟子谈情说爱。不过韩长老为何突然提起他？前段时间我在内城碰见自称李乾隆的弟子在拉人入伙，我也受过邀请。不过最近想找他，他却不见了。什么？他早就来过了？那拉人入伙是搞啥幺蛾子？他说钓到一条鱼，在鱼肚子里发现张纸条，上面写着大楚兴、老陈啥的，后面就没注意了。不过他似乎在暗示什么。大楚兴，他是想颠覆玉清宗。韩长老，你可得抓住他，还有注意力道啊，别打死他。OK， 我得告知其他师弟师妹们，让他们多加防范。韩长老多多保重。掌教慢走啊。系统提示：掌教李清子邀请你去参加修仙大会，你有以下选择：一、拒绝，继续修炼，可获得一件灵宝；二、接受，跟随掌教离开宗门，可获得一块上品灵石。系统，你这延迟过分了呀！你拒绝了掌教的邀请，获得一件灵宝，恭喜你获得绝品灵宝厄运书。绝品？厄运书，绝品灵宝，可诅咒生灵，为对方带来厄运，同时不会被对方觉察到。珠宝有过这么大阵仗？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厄运书果然书如其名，一眼就知道这不是吉祥物，上面弄这么多封印，才贴杀人书，怪瘆人的。这真的能像苏琪一样传播厄运，从而诅咒别人？啊，这是莫名好亲近的感觉。你说什么？没，不好意思打扰到前辈了。厄运之间还会互相感应吗？有趣，要不要实验一下？不过话说回来，系统出品必属精品，这厄运书怕不是把敌人诅咒到死？先滴血认主吧。成了，可是让谁试呢？那就萧恶吧，他可是头号死敌啊。不行，他修为比我高，可能起不到什么效果，诅咒绝不被他人察觉到。系统虽是这么说，可总感觉不太靠谱。要不就他吧，同等级他打不过我，况且这厮企图颠覆玉清宗。减！
要不是你，我们玉幽峰或许就能谈情说爱了。弟子李乾隆，请师父出山。为师早已脱离红尘，不再参与修真界纷争了。你的仇自己报，为师衣钵已经全部传授于你，不要得寸进尺。那请师父将毒神丹传于我。不行，万一你用来毒死为师，为师岂不是很冤？这狗东西！竟留了一手！九鼎真人之前便察觉到为师的存在，为师可不能贸然得罪他。不过，你若是执意想报仇，可以去找大雁魏家。魏家在大雁修真界人脉很广的，懂为师的意思吧？明白，多谢师父。这死老头！亏我当了你这么多年的药体，说好的我是毒王唯一传人呢，结果还不亲力传授！你给我等着，到时候，这邪门啊！诅咒半天了，好像没什么反应，不会是假货吧？师父，徒儿不负您众望，我当上核心弟子了。您传授的绝情剑法是真的顶，很多人连一招都扛不住。师父，我打算去修仙大会，代表玉清宗切磋斗法，您看能不能再传我一招？难道你就是前辈提过的杨天东大师兄？幸会幸会。啊，师父，您这是反对我去修仙大会吧？我是怕你被厄运传染啊！差不多该突破了。一旦进入容虚境，吸收天地灵气的效率至少能翻3倍。不过这样一来，洞府内其他人就吸收不到灵气了。虽然这对苏琪很不公平，但问题是，除了待在洞府，没有地方能容下他了呀。一直把他关在洞府里，并不是长久之计。今后他该何去何从？苏琪，来我这里，我有事跟你说。前辈有何事？你在玉清宗也待了不少年，算是踏上了修行之路。我给你一个任务，若是能完成，我便收你为亲传弟子。前辈，是什么任务？苏琪必不负前辈厚望。我要你去北周，加入御妖魔宗，只管潜伏修炼。以后内应做好了，我便去灭了他们宗门，接你出来。居然要灭一个宗门？前辈到底是什么境界？太强了吧！徒儿定会完成任务。这是机密任务，不要与玉清宗任何人说。快走吧。遵命。多少年了，没想到前辈竟然肯放我出来，感觉好不真实。原以为要修为超越前辈才行，我都做好了一辈子出不来的准备了。这次师父的考验，我一定要完成。等等，北周在哪里？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李前辈，你不是认识路吗？怎么带我们到妖窟来了？这路以前可没有这些妖兽。魔皇，这边有条我曾经走过的捷径。该死，最近到底怎么回事？总感觉自己霉运缠身，现在连身边的人都会跟着倒霉了。赶路遭雷劈，修行遇心魔。上周欲要抢劫一位背吉他的修士，结果人家扮猪吃老虎，差点全体团灭。不行，我还未复仇，不能再在这里。我记得方向，就从这边走。
喂，这边刚去过了呀。素琪太神了。从今日起，所有弟子不得入万妖界，等待开放通知。啥？万妖界被封了？那上面的男子是谁啊？此次在万妖界渡劫，不知道要多久，麻烦净虚真人了。无碍，韩长老请。多谢。传送启动，目的地万妖界。渡劫，他才化神期不到100年吧，200多岁就能达成容虚境，简直前所未闻。就算当年号称大燕修真界第一天才的九鼎祖师，也是花了近1000年才达到容虚境。师傅，万妖界出什么事儿了？斩神长老借用万妖界渡劫，此事谨记不得外传，只说是万妖界遇天灾就好。是斩神长老！哎呀，没目睹到斩神长老的阵容真是太可惜了。斩神长老收徒吗？斩神长老，我要为你生个猴子！斩神长老，你是我的神！求天明！终于等到机会了。最后一道劫雷。恭喜你突破至容虚境，获得一件半生法宝。半生法宝将与你的灵魂融合，一生只认可你。半生法宝会随着你变强而不断变强。关于半生法宝，你有以下选择：1. 剑，2. 防御型法宝。这还用说？我可是剑修。恭喜你获得鸿蒙判定剑。鸿蒙判定剑，由于你并非常规投胎，而是穿越鸿蒙降临此世间，身上的鸿蒙之气炼制为你的半生法宝。鸿蒙是洪荒小说里的鸿蒙，脱凡阶段，像蛹一样褪去凡身，这是走向仙人的提示。容虚境和化神境差距简直一个天一个地，化神做不到的事，容虚却能轻松自如，神感都能延伸到100里外。关长老怎么来了？雷劫余波未散，不知斩神长老躲在哪儿巩固修为？你在找谁？这是斩神长老，好帅啊！此事你们怎么看？那孟复仇实在过分，仗着玉清宗弟子的身份，竟然抢我宗宝物！无主宝物，能者居之，抢不过人家直说。滚！不过最近玉清宗做事确实嚣张了些。既然你们也这么觉得，那不如我们联手向玉清宗施压，如何？说的没错，玉清宗窝藏魔道弟子莫复仇，坑害忠良无数，我们得找玉清宗要个说法。傅仪，你找我？看上去来者不善呢。没错，斩神长老，我乃关幽刚，曾和你有个约定。约定？我向您发起挑战，如果是我胜了，我便是玉清宗掌教。斩神长老莫非忘了？他不会是怕我，所以找借口不想打吧？此次来找你，是希望你能帮我打压一下关师兄。你，斩神长老，你这表情是何意？唉，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这么说你是答应了？很好，斩神长老，我的神通很大很强，你忍忍，直接用我新领悟那招神通秒了他。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
时候西玄师妹也会对我另眼相看吧？此绝世神通自带真实伤害，具备破败之效，一发入魂，人马俱碎。哼，好久没用那招了，绝指神剑。什么这么大？啊！我竟然连他一剑都接不住！哎呀！关长老，其实你已经很强了，只是挑错了对手。玉清宗现在也就你值得我出手。神长老，不必灰心，有了你，玉清宗才有未来。你到底有多强？系统提示：关幽刚对你的好感。闭嘴。苦修成仙山，以后就是这座山的名字了。主人身上气息好强，这是又突破了。那必须的，咱家主人是谁呀？不愧是我养大的灵宠，深得我心。实力是突破了，没错。刚刚模拟试炼场这一战，我终于击败了九鼎真人。多亏鸿蒙判定剑大发神威，虽然打了好久。荣虚境8层我都能战胜，荣虚境2层的萧哥就更不用担心了。叮咚，您有新的人际关系情况待查收。哦哟，修仙界最近这么精彩啊！玉清宗现在有九鼎真人做靠山，倒也不用像以前那么憋屈了。但其他宗门呢？会不会也有什么老祖存在？不行，荣虚境还是不够，还得再修炼下去，早日踏入合体境。苦修成仙山，韩长老雅兴啊！掌教，你就不能好好修炼个数百年吗？韩长老，麻烦大了！大燕、正魔2大宗门联合，准备合力攻打我玉清宗。正魔2道联合围攻，怎么回事？这群混蛋说我宗有个核心弟子堕入魔道，我亲自上门道歉，他们却跟我动手。对了，那个弟子你也认识，名叫莫复仇。什么？我怀疑是有人在抹黑玉清宗，想趁机对我们下手。莫复仇的事情，详细说来听听。莫复仇来自的墨家本是修行世家，那时他的名字还不是莫复仇。好景不长，墨家有人与魔道勾结，全族被正道各宗联手诛灭，只剩下莫复仇与墨主侥幸活下来。那之后，兄妹俩相依为命，流浪人间数年，直到流浪之玉清宗被道雷老仙亲自收徒，并为其赐名。今后，莫复仇便是你的名字，是希望你忘记仇恨，重新做人。唉，然而他没能如愿。有一次外出历练，遇到了昔日的仇家，他诛杀了该宗门不少弟子，之后又陆续袭杀当年作案的其他正道门弟子，以至于现在有超过5个宗门在追杀莫复仇。莫复仇被逼到走投无路，不得不施展家族的神通，结果神通蕴含魔念，导致他直接入了魔。他靠着此神通杀的人越来越多，已经彻底成魔，无法回头。可是莫复仇绝不是那样的人，他为人谦逊，不可能极端行事。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件事太蹊跷了。这些宗门不询问我就追杀莫复仇，万一他是被人为操控呢？我本来想去劝和，可他们竟然打我，很明显他们是借机开战。你有见过小辈的事情能牵扯到掌教级别的吗？本来凭韩长老和关幽刚，咱们还是能扛一下的，但关幽刚不知为何重伤到现在还没恢复，看来咱们只有跑路了。掌教先别急，正魔2道可有容虚境或者合体境存在？怎么可能？之前黄尊天有化神境9层，便在大燕横行霸道。他们要是有了那种层次的修士，早就出来把所有圣教灭了。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那可有和玉清宗一样，祖上外出修炼，谋取机缘的人？这个不太清楚。当初祖师挨个找上门，那时候他们一个个都跟孙子一样，
至少我没有听说大燕还有容虚境的存在。哼，韩长老去准备一下吧，最多3日，我就会率领玉清宗去海外投奔祖师。跑什么跑？我都没想跑，你跑什么？哦，什么意思？让他们来吧，他们会明白，玉清宗最可怕的不一定是祖师。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让他们来吧，他们会明白，玉清宗最可怕的不一定是祖师。现在是什么境界？至少不逊色于祖师。哎，听说了吗？19路宗门的弟子已经逼近玉清宗了，咱们要不跑吧？跑什么？他们不敢打的，否则咱们祖师回来一杀一大片。啊！那是朱雀剑宗的黄鸡号。朱雀剑宗打过来啦！哦，快跑！喂，我没有。你怎么又来了？上次没被揍够？道友别动手，我只是来拜访你的，我对玉清宗绝无恶意。拜访我？莫名其妙。最近有人想联合正谋两道对付玉清宗，我们宗主派我来问问，玉清宗是否需要帮助？不需要，无论你们来多少人，都得死。好狂的口气，不愧是斩神长老。不过此事蹊跷，说不定背后有人唆使。你们若能找出幕后主使，我不介意让掌教与你们永结同心。真的吗？半句不假。斩神长老竟一人对抗19路宗门，能结交如此豪情之人，我不惜得罪19路宗门联盟，也赶来玉清宗报信，果然是值得的。系统提示：黄旗号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4星。这人不会对我有非分之想吧？魏家李乾隆，请前辈出山。出山？我要求可是很高的。前辈尽管提，李某一定满足前辈。哦，真的什么都可以吗？准了。这墙上的秘法看着就很深奥，把它抄录回去给夫君，他一定会很开心的吧？不知道夫君有没有听到我的心意？什么人？小友不必拘谨，我只是来参悟功法的。他看上去不像是第一次来的样子，莫非在我来之前，这人就已经发现这座山壁了？这人似乎没什么恶意，看来邢红玄这边的安全暂时不用担心了。不过还是留个心眼为好。这是传音玉简，没用过这种东西，怎么用的来着？哦，老黄怎么被打成这样啊？斩神长老，我已查明，19路宗门攻打玉清宗此事和魏家有关，我很好，不用为我担心。这不是没事吗？担心你干嘛？苏琪这小子太恐怖了吧，走到哪儿灭到哪儿。看来这先帝后羿的气运是真的强，竟然能顶得住霉运。不过这魏家可以啊，竟然能重创黄旗号，还是得找掌教打听一下这魏家。你说啥？魏家？
掌教可知道魏家？大燕魏家不算太出名，只有1名元婴修士。那魏家生产美女四处联姻，甚至生意做到大燕之外，却人脉可能是最广的。韩长老也想要个女人？有没有一种可能，魏家就是这次事件的幕后主使？啊，不可能吧？魏家可没那么大能耐。再说，他们与玉清宗世代交好，只是猜测而已。人脉广，确实什么事都能做到。再问一下，那魏家主子是谁？听说已经换任了，具体的尚不清楚。啊，那没事，掌教好好养伤吧。若是敌人来犯，有我在。好。有劳韩长老了，师兄，你该吃药了。啊。唉，旧怨未除，新仇又起。若知晓这幕后主使便好办了，可不知道魏家主子是谁，想诅咒都没法，就很恼火。罢了，拿这2位发泄吧。上周诅咒过萧鄂，这周就轮到他了。嘿嘿嘿嘿，真期待系统能传达你们的喜报啊！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要突破了！若是突破成功，此次成事的把握就更大了。不，为什么又出岔子了？这样下去，我要何时才能颠覆玉清宗？罢了，时辰也差不多了，还是先按计划来。李兄，修炼的如何了？不如一起玩玩。既然各位宗主齐聚，那我就直说正事吧。此次我与魏家花了很大的代价，请来了一位荣虚境大修士，来助我们铲平玉清宗。荣虚境？我之前已经打探过玉清宗老祖九鼎真人，他已经出海远游。现在他们最强，也就一个所谓的斩神长老。诸位若是和我一起联手，玉清宗必灭之。诸位放心，那位前辈有自家宗门，完事后他便会离去。等亲赴玉清宗后，魏家只要玉清宗的秘境，绝不参与争斗。成，我都愿意加入。加入，算我一个。一群白痴！等我灭了玉清宗，到时候再请前辈出手，将你们灭掉。哇！是谁？到底是谁在搞我？还是没什么反馈，又是诅咒了个寂寞吗？啊，怎么周凡也堕入魔道了？暴雷、莫复仇、周凡，叛变该不会是天雷峰的传统异能吧？峰主不行，弟子也惨，果然还是玉幽峰好。主人。咋了？我可否出去历练一番？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出去历练？你可是神兽，若不在玉清宗内，要是被人知道了身份，引来了他人觊觎，我很难救你。我晓得。但我总觉得外面有某种机缘在等着我。当真考虑好了？你一旦出去，不论遭遇正道或魔道袭击，我都不会出手救你。我觉得主人应该担心他们才对。这些年过于沉迷修行，忽略了身边的变化。
主人放心，我绝对会小心的，出去转转就回来了。这衣服全被口水弄湿了，好想给他一件。冷静点，这可是系统给的宝贝宠物。以混沌天狗这麻烦性子，就算我不准哪天就自己跑出去了，倒不如放他出去体验一下。既然如此，那你去吧。啊，对了，记得，狗子呀，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等着被社会毒打吧。罢了，他身为气运神兽，想死都难。主人，怎么，你也想出去？怎么可能？出去会被做成可打击，疯狂整死的。我是来问主人，能不能教我修炼，或者保命手段也行。确实，也是时候传他一些本领了。既然如此，那就先教你法相天地吧，正好借机会证明，苦修不比在外境遇差。哼哼，死肥狗没想到吧？你一走我就找主人偷学神通，下回看鸡哥不暴打你！这年头，究竟是倒霉还是幸运？之前有位小姐贪图我的美色，结果她家突遭瘟疫，全家上下就我一人幸免。也遭遇过魔修追杀，从2环砍到6环还不带顺路的。危机关头，却撞进了传说级异兽哥拉将的巢穴，魔修直接团灭了。幸运似乎一直伴随我，所到之处必有生死考验等我。然而我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但别人却没有我这般好运。瘟疫、地震、水灾、饥荒，我见证太多民间疾苦，有心无力的感觉愈发强烈，到最后徒增感叹：面对这世道，我们是真的脆弱。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或许，任务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历尽人间疾苦，才方可理解大道。师父，徒儿终于明白了您的意思。菲利呀，你这瘪三儿，插我身子啊！对不起，我刚才走神了，没看到。道歉有什么用？姑奶奶都被非礼成这样，以后谁会要我？我真的没那个意思啊！给我，去死吧！果然是师父在暗中助我，不然我这一路好运般的巧合要怎么解释？不愧是我的师父。没想到吧，玉清宗，我李乾隆来看望你们喽。前辈，如何了？我刚才用神识扫了一下，玉清宗内就1位化神境界，而且气息不稳，看上去还在疗伤。战神长老受伤了，太好了！你请我过来就是为了对付这种宗门？小心无大错嘛，一会儿就麻烦前辈您了。哼，一群乌合之众，轻而易举。诸位，才女法帝近在眼前，随我冲进去，第一个杀进玉清宗者重赏！杀！系统提示：玉清宗遭遇19路正魔2道宗门袭击，您有以下选择：一、立即跑路，远离是非，可获得一件灵宝；二、诛杀敌人，保护玉清宗，可获得一本法术秘籍。魏源，荣虚境1层，来自西渊州，九龙宗副宗主。试炼结束，目标已被击败，用时3秒。就这？
19路宗门来袭！东大门护卫急需加强，南门护宗阵需更换号件，北部万妖界，都这等紧要关头了，掌教师兄，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就算咱们不跑，总得派弟子在要处抵御吧？慌什么？小场面而已。难道是斩神长老团？没错，斩神长老决定独自对付19路宗门，其一是为了减少弟子们的伤亡，其二，这是19路宗门竟然没有分头行事，估计怕被偷袭才一起，正好让斩神长老将他们一网打尽。他可有把握？大可放心，斩神长老说他现在能与祖师一决高下，他敢做出如此保证，说明有十足的把握。这一波是天赐良机！66666，好家伙，一锅端！师妹教育有方啊，这波稳啦！修炼太久了，有点肩周炎。主人，你终于出来啦！咱们赶紧跑路吧，我东西都收拾好了。黑玉姬倒是得了我几分真传。放心吧，一群鸡犬罢了，何须跑路？刚刚主人是在骂我，对吧？前面就是玉清宗了。玉清宗死定了，还庇护周凡和莫复仇，简直是正道败类。那位魏源前辈真是荣虚境的大修士。晋升，那样的强者不是我们能讨论的。前辈，玉清宗的人来了。阵势开。弱鸡，什么玩意儿？一身的灵宝！玉清宗怂了，只派了一个人来送死。我手头就一个灵宝，而且是拼了命才获得的。此人真的不是九鼎真人？也许是求和的使者吧。九鼎真人远在海外，不可能这么快就回来。现在东家也遇到麻烦。估计他无暇顾及玉清宗，怪不得这一身全是防御法宝，估计是怕我们拿他出气泄愤吧。玉清宗就来了你一个人，哼，真是狂妄！你是李乾隆对吧？魏家背后的主子。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好强的压迫力，他是怎么知道的？明明这些信息我之前都保护得很好。情况不对，请前辈出手拿下此人。他居然无视了我的威压，其实力绝不在我之下。他不是玉清宗之人。这人多半是斩神长老，听说是玉清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长老。他好像出生在玉清宗外门，年纪不到300岁。不到300年，那顶天就初入化神，能顶住我的威压，估计也是靠了那一身的灵宝。既然如此，斩神长老可敢与我一战？这人到底哪儿来的自信？算了，直接秒掉好了。他不讲武德，竟敢偷袭！啊！好快的速度！自进入荣虚境那一刻，我便领悟出新神通——6道绝印。此印能震杀敌人元神，可作绝招之用。肉身未灭，元神先无。火元前辈，到你了。去！灵智爆散，摧毁其金丹，撕裂其元婴，重创其元神。宗主，还进攻吗？进攻？
什么进攻啊？你是不是奸细啊？我们是来支援玉清宗的。看来玉清宗不需要我们的支援啊！那我们先走了。不好意思打扰了，告辞。还好19路宗门没拼个鱼死网破，要是全杀了，那玉清宗还真成为大燕修真界公敌。现在只需震慑足矣。掌教，李乾隆交给你们了。这就结束了？啊，我们还没开完会。放他出来。黄尊天，听好。战神长老，你想不想复活？系统提示：黄尊天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3星。这就产生好感度了？倒是省去不少麻烦。您是说复活？不错，我这里有具身体已经泯灭了元神，但肉身活性还在，只要你夺舍进去即可复活。我黄尊天立下天道誓言，今后为前辈马首是瞻，否则心魔尸体，生死道消，誓死跟鼎灵到底。等我复活，就去蓑衣圣教断绝关系，以后我就是您的人了。不好意思，蓑衣圣教已经没了。这黄尊天挺会做人，不过我可不能因为这种话就完全信任他。这具身体的身份不小，乃九龙宗副宗主，是位荣虚境大修士，刚被我灭了元神，现在我要你取代他。荣虚境，我死得不冤呐！竟然是前辈下令，属下万死不辞。我让你取代他，并非要你做什么，只是怕他背后的人来寻仇，影响我修炼，明白吗？明白，我懂得。你只需帮我稳住九龙宗，隐瞒此事就好。另外，我在你的魂魄中留下了我的印记，若你以后敢违背我，我一个念头便能捏死你。大人请放心，我绝不会与您为敌。6道印记，6道吸魂的分支能力，能在魂魄中种下6道印记，且6道印记永恒不灭，一念间绝生死，即使跨越轮回，依然能精准找到对方。好，去夺舍吧。是。系统提示：黄尊天对您的好感度提升，当前好感度5星。看来是夺舍成功了。多谢前辈。不辱使命，我已经夺舍成功。老黄这货，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啊。感谢前辈开恩，请问您名讳道号？一直叫您斩神长老，终归不理。那就叫我轮回。6道轮回功成就了我，编个轮回应该不过分吧？敢用轮回这种词做道号的人可不简单，这个大腿我抱对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轮回前辈，那个，我刚感应到九龙宗在呼唤我。果然，毕竟魏源失联这么久，他们急得很。事不宜迟，你赶紧启程回九龙宗吧。九龙宗就在大燕之外的西渊州，别找错路，切记，别暴露。遵命。若是不好糊弄，就少说话。毕竟你是荣虚境大修士，他们不敢逼问你。放心吧，我倒是有一劳永逸的主意。什么主意？用我的老本行。前辈需不需要我混到九龙宗宗主之位？你开心就好。得令，轮回前辈，有缘再见。系统提示：你成功保护玉清宗，获得一本法术秘籍。恭喜你获得还相术。还相术
施展此法术，可使一切生灵现出原形。系统提示现在才出现，就是说我没有留后手的话，岂不是玉清宗还有麻烦？啊，看来必要的谨慎是对的。因果报应果然可怕。我来给韩长老赠点宝贝。多亏了韩长老，此次19路宗门的掌门全都给咱们赔罪，送了不少东西。我特意挑了好些东西给您送来。掌教有心了。我和各派掌门都对峙过，这次幕后竟然是李乾隆这混蛋指使的。现在他已经被我关押，过得可好呢。等我出去，把你们全都嘎了！不过，我们对周凡和莫复仇下达过通缉令，但他俩仿佛人间蒸发一样，我有点担心他们。不必担心，他们都有2把刷子，说不定早就离开大燕了。但愿吧。说起来，魏家也是一样，魏家已经被其他宗门驱逐出大燕修真界，没有他们设局作乱，大燕境内各势力安静不少。如此便好，我们无心称霸，只有和平修炼，才能让宗门走得更远。韩长老所言极是。系统，打开周凡莫复仇的人际关系。你的好友莫复仇误入上古禁地，获得上古传承。你的好友周凡误入上古禁地，获得上古传承。这2人不会以后都在一起了吧？这俩先不谈，这群人，尤其是徒弟，怎么都这么不省心呢？系统提示：检测到先天气运者，是否查看其来历？不是吧？又来一个？该不会又来个搞事精吧？啊，这么长！好家伙，人形灵气助长机！等等，竟然是专门来找我的！哎，我韩某这么有名？苦修成仙，这就是斩神长老的豆腐吗？一定是的，斩神长老是苦修士，定能助我脱离苦海。小美，不，我绝对不能再做舔狗了。贫僧修长安，求斩神长老收我为徒。怎么没有动静？难不成前辈并不在这里？不，这一定是前辈给我的考验。只要坚持下去，我的诚心一定能够打动前辈。求前辈收我为徒。哎呀，太古灵身虽好，但也可能引来麻烦呀。还是再看看好了。大红叔居然没骗人哎，他真在那里。你跪了这么久，不累吗？为看破耗费苦劳，不累。哼，倒是个妙人。您就是斩神长老？我可不是他，那等人物，生来就是我们仰望的。莫姑娘，你这是要追随你的兄长堕入魔道？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莫姑娘，你这是要追随你的兄长堕入魔道？没错，我准备去找我族兄一同复仇。这么多年过去，恩怨还不能放下？我本以为我已经放下了仇恨，
但我修行至今，发现它已经变成了我的心魔。我若无法度过，心魔会一直牵绊着我，让我永无元婴之日。我是特意来和你告别的。整个玉清宗除了族兄之外，我最在意的就是你，你是唯一让我心动的人。有些事情不做，我怕我以后会后悔。韩爵，就此别过吧。既然心志已定，那路上小心。大猪蹄子，我到底在期待什么？他为何不挽留我？哪怕试一下也行。殊不知这一别，今生何时能再相见？不甘心，好不甘心！韩爵，若是我平安归来，你会愿意娶我吗？那当然，你会平安归来的。果然没看错他。我就说你会平安的吧。想盘宗，没门儿！韩爵大坏蛋！想吃我主人？做梦吧！多亏你的神识提前通知我们，莫复仇和周凡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不能再有玉清宗弟子入魔了。嘿嘿嘿，应该的，不要亏待他就好。对了，韩长老，刚刚上来的时候，我看有个和尚跪在山下，没记错的话，他已经跪了5年吧。修炼过头，差点忘记他了。恒心可嘉，我收你了。战神长老，正是本尊。徒儿求长安，拜见师父。拜入我座下，除非成仙，否则以后就不能离开此山。你可愿意？前辈真不愧是大业的第一苦修士，弟子就是想一直闭关修行，远离世俗红尘，所以才来找你。好，心性不错，随我来吧。是师父。你先找个地方修炼吧，等你突破至金丹，为师再传递法术。多谢师父。他应该不会吃主人吧？系统提示：你累计收了3位先天气运者为徒弟，气运增长，你的修行发展产生变化。你有以下选择：一、剑仙之路，以剑入道，大成之后可飞升仙界，终为天上剑仙；二、6道轮回，以法破道，大成之后可入地府，化为鬼剑仙；三、轮回剑仙，剑道轮回之道皆修，可跳出3界之外，5行之中来去自如。竟然还有这种好处！这3个选项，剑仙太平庸了。鬼剑仙和轮回剑仙似乎源自我所修炼的6道轮回功。看描述，第3个选项明显最强啊！既然如此，那就选它了。恭喜你获得神通玄黄剑气。口吐剑气？呸！太不当人了，请务必多传承点。自从寻长安加入后，洞府内的灵气大为增长，我借此成功突破至容虚境4层。经过天才地宝数年改造，玉清宗的灵气也大幅度提升，灵气如雾，遮掩群峰，内外门弟子们的修为因此显著提升，可谓全宗享福。又加上玉清诀的升级，长老们修为极限增至容虚境，玉清宗俨然朝着大燕第1宗门的地位冲击。至于我如何清楚大家修为整体进步，因为好友太多了，多年积累下来，以玉清宗弟子为主的好友已经到达恐怖数量。这么多朋友圈要几时看完啊？还让不让老子修炼啊？朋友圈内容乱七八糟的，
按理说不管他们就行，但想要找个人又要挨个找，太麻烦。系统提示：其实点击人像下面的特别关注，就无需担心错过好友状态。系统，你个老六，明明记得之前可没有这个功能。系统暗改 bug 而已，这也行？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苏秦，你这妖孽，这下看你往哪儿逃！交出秘宝，我饶你不死。对，还有我宗的秘法得留下。宗主下落不明，你却有他的鉴定宝单，是不是你干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说一句，我从没有杀过人，这些宝物都是捡来的，你们想要就自己来取。这可是你说的！各位道友，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我们并肩在一起上！上！为宗主报仇！我一刀！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极限。小心，他还有后手！让你们看看我的最后一招！师傅，快来救救我！不好意思，我师傅上厕所去了，等会儿哈。设了警察看特别关注，朋友圈一下就干净了。嘿，这就对了嘛。外面好乱，宅着修炼不香吗？好友状态已更新，还能更新消息。你的徒弟苏琪遭遇7支宗门联手追杀。哪些宗门啊？这么幸运？师傅救我！师傅救我！师傅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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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救我！长老，咱还上吗？我乃通地宗长老，道友若在的话，不如出来一叙。完了，难道师傅有事不在？长老，他面色不对。什么？被耍了？抓住他！别啊！人有3急，兴许我师傅只是有急事要办。看天上，什么鬼？刚才天气可不是这样的。亚天雷不是早就绝迹了吗？怎么会现世？是师傅！啊！多谢师傅相救，师傅永远的神。你入门中已经18载，今天我考教一下你的剑法。师傅所传，我已然学会了。很好，让我看看你练到何种程度。绝情剑法，修此剑法，以情之节之入道，念之深，觉之切。此剑法修炼，需灭绝心中7情6欲。剑成之日，无物无欲无情，6根清净，4大皆空。但是，九妹，为什么还是忘不了你？真的有人习得绝情剑法吗？光是去掉情义这一步，就比登天还难。不行，我绝不能辜负师傅的期待。色即是空，侠者心上人。剑法不错，就是修为低了点儿。我的剑法轻易就被格挡住了，果然还是不行吗？师傅，难道我终究不能开透清关？介绍下，这位是你师娘。讨厌了，好羞羞哦！师傅，你教的绝情剑法，怕是假的吗？师傅，你真的是天下第一酷修吗？夫君，这是我发现的神功，给你。怎么样，这大机缘不赖吧？确实不赖。
现在他修为都暴涨到金丹境8层了。有心了，不过我有神功，用不上这些。哼，那好吧，还有东西让你见识下。这是我在上古秘境里发现的奇果，10只增强气血体魄，我就吃了1颗，便可一掌握碎小山。夫君你尽管吃，我还有很多呢。你的衣服真的没有口袋吗？这妮子一直为我着想，我也不能总是拒绝她。夫君，听说先前有个叫墨竹的来找过你。有来过，你听我解释。这些事情一会儿再说。有时先下手为强，可是很有必要的。夫君，星姑娘不要啊！韩长老，大事不好了！大魏修真界的血炎天门，不知从哪里挖来了一名大能客卿，仿佛要一统周边修真界。毁灭吧！麻了！你刚说的血焰天门是怎么回事？这才过了多久，又不安生了？隔壁大魏修真界已经被血炎天门统一，正准备向我们大燕攻打过来。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玉清宗。血焰天门，他强吗？他不是强不强的问题，他有大能客卿，至少是荣虚境。如果只是荣虚境倒是没什么，就怕会有更强的合体境。你觉得会有合体境修士吗？有可能，不过他们没这么快就统一大魏修真界。韩长老是打算趁早溜？看情况。若是明日就打上门来，那我可能会跑吧。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明日倒不至于，大魏与大燕之间路途遥远，再加上沿途宗门的拖延，真要打到玉清宗山门，少说也要数10年时间。我只是提前跟你通气。10年时间，我也不一定能修炼到合体境啊。会的，我相信你的潜力。那暂时不用跑。掌教，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明明都是修仙者，却不好好闭关感悟天地真意，追寻永恒长生，怎么跟凡夫一样争地盘啊？魔修的野心只会随着修为的增长而提高，况且占领的修真界越多，他们能掌握的修行资源便越多。哦对，韩长老，您徒弟那边有消息了。徒弟？杨天东吗？说起来，他自从参加修仙大会之后就失踪多年了。没错，找是找到了，但他说他现在是妖王，日子过得还不错，暂时没打算回来。我担心他会像周凡墨复仇那样。不会的，就他那脑子，随他吧。这样啊。对了，最近有一只妖犬横行修行界，据弟子描述，看那只妖犬好像是你养的。不用管他，他非要出去闯荡，等被教做狗就会回来。不愧是您，我得去准备血炎天门的事情，先告辞了。拜拜，不要再挨打了。李青子，你个老六，坏我大事！三清绝影剑，乃极致功法之术，目前最强单体攻击招式，斩杀线较高。万剑神宗可以召唤出历史长河中的剑，适合大范围攻击。虽然场面大，但精准杀伤力还是弱。若两者结合，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开创属于我自己的剑道神通？
黄极浩怎么还没想通啊？我败给你，并非我的剑道不行。若再给我100年时间，我定能胜你。朱雀剑宗对我有养育之恩，我绝对不可能叛宗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如果肯留在我们真武教，我保证你能成为天下第1剑修，说不定会有成就剑仙的希望。你天生剑心，待在朱雀剑宗只会白白浪费你的天赋。待你成就剑仙，对朱雀剑宗而言也是一份荣耀。我的剑道天资真的举世无双？那是当然。可我见过比我更妖孽的剑道之才，上官，那人的剑道比你还强大。哦，在哪儿遇见的？该不会是在你们大雁那疙瘩的吧？哼，别开玩笑了，你们大雁不可能有比我更强的剑修。你听说过玉清宗的斩神长老吗？其实力深不可测，堪比荣虚境大修士。九龙宗的魏源都铩羽而归，对当初之战只字不提，可见斩神长老的强大。魏源，他天资本就不行，靠机缘巧合成就荣虚。为了获取资源，他还受雇他人折损我们荣虚境的颜面，击败他并非难事。怎么回事？剑剑在挣脱，地震了！不是地震。我的剑怎么飞了？我的祖传宝剑！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剑怎么都悬浮起来了？万剑朝拜，剑灵齐鸣，这是万古剑道。那个方向是大雁。何为万古剑道？是一种境界，通俗讲，是万年难出的剑道神通。没想到，当今天下竟还有这等天骄。莫非是他？若是加入真武教，我能练出这等神通吗？以你的剑道天赋，想达到这个程度，未必不可能。你还真敢想啊！罢了，总归是善意的谎言。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你还真敢想啊！罢了，总归是善意的谎言。是谁？是谁练我了万古剑道？老夫天生剑心苦修3000载都未得门径，凭什么？老天何其不公！你刚刚说我天生剑心，未必不能达到那个程度。不，我没说。要怎么上去拿剑啊？你的龙起剑我用一下。这剑指向是那座山吗？一大早外面这么吵，叮个不停，都打扰我领悟神通了，还有点素质吗？啊！师父，您终于出来了！我去，什么情况？有高手打扰门来了，咱们快跑吧！那稍等，为什么看着这些剑，会有一种如臂指使的感觉？莫非这动静是因我而起？收手吧！哇，不愧是主人，出手不凡，危机秒解。师父太牛了！系统提示：恭喜你顿悟出万古级剑道神通，请赐名。万古级神通竟然还分等级？那就叫三清诸世吧。赐名成功。由于你第一次顿悟出神通，气运提升，你有以下选择：一、立即出世，以三清诸世威震天下，可获得一件灵宝；二、低调修行，
继续变强，直至无敌一世，可获得一件灵宝。老样子吧。你选择低调修炼，恭喜你获得一件灵宝。啊，主人怎么半天没动啊？不会是法力反噬吧？我的鸡眼！你获得3品灵宝土黄玉灵金，土黄玉灵金3品防御灵宝，可自动抵挡能伤及其主的攻击。又是防御灵宝。要是我现在立即出去高调行事，系统会不会把灵宝收回去？不行，高调行事可不符合我的做事风格。救命！好像低调不了。魏师弟，本座来跟你商量一件事。何事？九龙宗的宗主怎么突然到我这儿来了？魏师弟，你也知道，我宗与真武教争斗已久，资源损耗严重。如今本座想让我宗弟子进入大燕修真界，大燕修真界弱小，王朝气运衰竭，很适合我们发展。你之前也曾去过大燕，我让你当先锋如何？啊！进军大燕，这不是活腻了吗？师兄，大燕水深，未必像表现的那般弱，不如咱们换个地方打。正是因为大燕弱，才对他们下手。我说你自那一战回来后，怎么老是畏首畏尾，成何体统？再说，这事若办得好，宗主之位迟早属于你，切莫要让我失望。我才不稀罕你画的饼呢！好了，此事就这么定了，你做好出征准备，本座先去挑选弟子。老狐狸，这是你逼我的！好不容易安生下来闭关修炼，结果这次净给我整事儿。是时候开始那个计划了，你给我等着！当年那个男人回来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韩厥创造出万古神通，引得天下风云变幻，一时间各宗人人自危。然而，除了某位黄姓道人外，没有人认为创造出万古剑道的大能会藏于大燕。我以自己的人格来发誓，我说的是真的，大燕真的有一位剑仙。对呀，大燕这么弱，怎么可能出剑仙呀？画工有待长进呢，剑仙哪有这鸟样？他真的是长这样子的。好，我相信你。天之傀儡做的差不多，该喷点光漆了。系统提示：你已满300岁，在修行之路上又过去100春秋。你有以下选择：一、立即出关，向世人展示你的强大，可获得1枚气运神兽蛋；二、低调修炼，深藏功与名，可获得1件灵宝。哦，不知不觉都100年过去了吗？那选2吧。你选择低调修炼，获得1件灵宝，恭喜你获得3品灵宝护心天仙链。好宝贝啊！谁知道主人有多少宝贝呀？师父好睡呀！来得正好，为师今天心情不错，传授你俩一门法术。好赢！多谢师父。
这是在哪儿？这里是大晋。小子，算你运气好，皇上指明要你迎娶长公主，成亲之前你就待在这里，哪都不许去。再者，国师说大晋王朝的命运就在这小子身上，你说离谱不？情况不妙，这次是被王朝管押，说救我便是对抗整个王朝。师父，您还是不用来了。救命啊！发生什么了？快跑啊！这是什么怪物啊？蝗虫，是蝗虫！蝗虫？有什么好怕的？师父，是师父！多谢师父相救，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的。实时消息更新：你的徒弟苏琪传播霉运，大晋王朝遭遇千年难遇的蝗灾、洪灾、瘟疫，山河濒临破碎。待到蝗灾过去，已是1周后。说起来，这么多年我经历过诸多磨难，却能平安度过，全靠师父暗中保护。我曾试着呼唤师父，却未得到回应。他多半是在考验我，让我享受一个人的枯燥。只有能忍耐绝对寂寞的道心，才能彰显我的。有人！前辈，请问此地是何处？北周。北周，将近100年了，我终于到北周啦！师父，您看到了吗？徒儿没有辜负您的期望。到达北周有这么高兴？你可知北周是何地？确实不知。不过，玉妖魔宗就在北周，对吧？你跟玉妖魔宗有关系？等我加入玉妖魔宗就有了。这样啊，玉妖魔宗的门槛可高了，即使你有金丹境修为，想加入也不容易。再说，北周可是群魔乱舞之地，小辈奉劝你一句，不要踏入北周，这里是人间黄泉。是吗？那我会小心的。唉，好言难劝送死鬼。北周有我师父厉害吗？下大雪喽！哎呀，这雪下的未免也太大了。系统提示：检测到万年妖魔即将苏醒，你有以下选择：一、立即出世诛杀妖魔，拯救苍生，可获得一件灵宝，一次神通传承；二、继续修炼，远离危险，明哲保身，可获得随机天才地宝种子。万年妖魔，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还有多久？那快了，伟大的点素妖王就要从沉睡中苏醒了。他真有那么强大？为何还会受伤沉睡2000年？哼，2000多年前，此地还是我妖族乐土，点素妖王乃是这片土地上的唯一妖王，所有妖怪都听令于他。直到一次人族修士误入这片土地，点素妖王见其受伤，便出手相救。然而那人却恩将仇报，引来无数修士攻打我们。妖王大人不察之下被偷袭并封印于此。我等妖怪死的死，逃的逃，
实不存疑。如今那些人的封印效力濒临消散，意味着点素妖王即将苏醒，妖族的辉煌必将重铸。那些修士就不担心点素妖王会复活吗？人心可比妖心丑陋。2000年过去了，他们早已不是同仇敌忾，说不定已经自相残杀，没有几人还活着。所以现在正是卷土重来的机会。等点素妖王苏醒，你们就会屠戮大燕人族。当然，这领土本就是我们的。师父，要想办法从中斡旋一下。戒备，妖力护体。前面的山顶便是妖王封印之地，虽过去多年，但威压犹在。好恐怖的威压！元圣师父带给我的压迫感，师父威仪。第二选择吧。你选择继续修炼，远离危险，获得随机天才地宝种子。恭喜你获得扶桑树种子。万年后可吸引金乌，金乌不就是太阳？100万年后连接其他天地，100万年太久了吧？徒儿，过来。师父，您有何事？这是我的宝贝树，你要把它种植好。它要是没长好，我拿你试问。是，弟子遵命。系统提示：垃圾，垃圾，还是垃圾。玉清宗底蕴不过如此，这就是大燕第一宗门，真弱。这本倒不错，就是太旧了，竟然不是精装。之后再看吧，现在优先解决那个斩神长老好了。什么人？你这穿着不像玉清宗之人，放肆，敢偷经书，竟敢私闯禁地，还不束手就擒！哎呀！就这水平，难怪斩神长老被称为大燕最强修士，水分挺大呀。转了宗门一圈，还是觉得这座山灵气最浓郁了，多半是斩神长老的闭关之处。真想看到你跪在本座面前求饶，那会是怎样一副可怜嘴脸呢？检测到清闲真人正在大闹玉清宗，是否镇压？既然如此，该处理一下你了。师兄，我知道你喜欢求仙问道，但此次前往大燕，你可千万别忘了咱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自然，我的首要目标还是为宗门探清强敌，这我自有分寸的。此次我计划扮作他们的弟子，若其宗门强大，则缓缓图之；若是弱小，那我便直接灭了。目前看玉清宗底蕴也就这样吧，难怪九鼎真人不肯留在玉清宗，一直坐井观天，修行必有无长进，灵气越来越浓郁，估计快到了。没听错的话，他们好像管这里叫苦修成仙山，这名字品味不行啊。也罢，反正他不答应的话，用来埋葬也合适。是幻觉吗？苦修成仙山近在眼前，不知为什么有种不祥的预感。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
自成就荣虚境多年来，这还是头一次。修真界中有些怪物不能以常理判断，还是小心为妙。成了，感应到他了，估计他也同样来了。好俊的男子，他修为才筑基境9层，应该是斩神长老的弟子吧？小子，斩神长老可在此地？系统提示：清闲真人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2星。何事？当然是请他归顺我们血岩。归顺？那不如接我一剑再谈。剑气未出，霸道已至，此宝来历不简单呐。3，擒住！虚境，斩神长老是你？是。大意了，快撤！糟糕，退路被封，逃不了。剑气太过霸道了，已经没招应对，这下必死无疑呀！记住那个，趁乱逃生。抱歉，小青。可恶，损失大了，这场我记着，灵宝自爆！剑气的霸道前所未见，玉溪竟波及我这儿，仅此一招而已，竟然逼得我赔了夫人又折兵。斩神长老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此地不宜久留，得尽快动这血炎天门这事儿。自爆失败，还好留了后手。灵气所化，竟然是分身，见鬼！实力被暴露了，是我疏忽了。敌人也同样谨慎，这下可不好办了。会不会打了小的，又来老的？哦，对了，我的好友里有他。呵呵，这样针对就方便了。真不好意思呀。1、2、1，1、2、1，上！忘掉头发，认真打好每一场战斗。师弟，我终于回来了。师兄，你怎会这般狼狈？失去分身被反噬，元气大伤而已。但更多是归途路上被各种倒霉事搞的。啊，这样啊，那问题不大。师弟，你这是……哦，对了，我宗弟子们已经训练完毕，师兄，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哈？我们一起扫平大燕。别，千万别去大燕！师弟，万万不可啊！大燕玉清宗有不世出的强者，我连他一招都接不住。出兵之事还是再缓缓吧。师兄此言当真？不然你以为我这副样子是装出来的？可是我血炎天门已万事俱备呀，若此时放弃，我们的一切准备岂非白费？再说我宗刚统一大魏，手下人心高涨得很，这时候打击士气也不妥呀。师兄，咱们还需要更多资源，必须得出兵。我们有那位客卿，未必没有胜机。这斩神长老素来低调，玉清宗能成为大燕第一宗门，他当居首功，明面上是荣虚境修为，但他给我的感觉却很隐晦，说是深不可测也不为过。纵然那位客卿面对他也不一定占上风，师弟你也知道，我直觉向来很准，不怕1万，就怕万一。那就该打西元州。啥？不是去大燕吗？去西元州不也是途经大燕呐？这都不打？西元州的九龙宗最近出了变故，趁他们虚弱时给予痛击，这也是我们的机会。上啊！哇！到时候我会参战，为宗门尽一份力量。那甚好，多谢师兄。大燕为何能有这样的高人在？从今以后，
你们都为无知妖将，各有异议。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从今以后，你们都为无知妖将，各有异议。听凭妖王大人吩咐。妖王大人，我等何时血洗大燕人族？血洗人族？本王何时曾说过要血洗人族？一半妖力，一半人气，半人半妖。气息还能如此强大，隐藏的挺深呢，难怪他们没发现。有意思。小妖，你过来。恐怖，窒息，这压迫一切的气场，都在赴往深渊。电速妖王便是深渊之主。完了！魏源。老夫此事与你不共戴天。师兄啊，我从玉清宗回来有几年了？我来告诉你吧，16年了，整整16年。你知道我这16年是怎么过的吗？自我回来之后，无时无刻不在你的钳制之下。做什么都要经过你允许。为了收买你的亲信，我可费了不少功夫。如今终于把你给拿下了。师弟可不会想得那么远。你到底是什么人？参见宗主。宗主，咱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宗旨是何在？没啥特别，只管苦修就好了。那是否要继续准备进攻大燕？谁都不许再提大燕，谁提我跟他急。是宗主。这么久了，厄运书上还是看不出来任何的变化。卖给收破烂的也没多少钱，叉烧肉都比你有用。想死的是一个都没死啊！上次那战斗太过大意了。没料到敌人和我一样谨慎，连厄运书都拿他没办法。以后要是遇见敌人，必须要第一时间用大招秒杀才行。韩长老，大事不妙啊！说吧，是万年妖魔来袭，还是血焰天门来啦？都不是，是九龙宗那边之前和你有过节的魏源成了九龙宗新任宗主，你说他会不会过来报复啊？啊？他成宗主了？前辈需不需要我混到九龙宗宗主之位？这也行。王尊天，九龙宗宗主，容须进一层，为生性谨慎，为了活下去可以不择手段，当前好感度为5星。不愧是你，老黄。掌教放心吧，我和魏源有过承诺，他不会来找我麻烦的。当真？太好了，韩长老。掌教没什么事情的话，那我继续修炼了。等等，还有什么事吗？韩长老，您可愿做我玉清宗第4任掌教？这么多年来，你们玉清宗付出的心血以及盖世的功绩，完全配得上这宗主之位，再也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我拒绝。韩长老，你再考虑一下呀。掌教真不好当，天天挨打且不说，还要管这管那，关键是没时间修炼。这么多年，苦修成仙山变化有点大呀。
我记得以前没有这株树苗的，发芽期就能产出如此庞大的灵气，这究竟是什么天才地宝？而且这妖宠的修为都金丹了，竟然比宗门内一些弟子还强。妈了，他们连鸡都不如。新衣服也不错。又来个金丹境妖，半人半妖，杨天东。师傅，我回来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师傅，我回来了。你还知道回来呢？师傅，我被一头妖王给抓住了。经历了诸多冒险，好不容易成了妖王，手下妖众众多，无法割舍。你这妖王形象很难有说服力啊！谁曾想，大燕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妖魔——电速妖王。莫不是指那个万年妖魔？大燕原先的妖王们都只能屈服他，还逼迫我做他的义子。他有一个巨大的阴谋，想将大燕人族豢养，现在正准备发动妖众前往大燕边关。什么？再说一遍。现在点素妖王正准备一统大燕。不是，上一句。点素妖王逼迫我做义子，这个没法拒绝，不然我也不会在这里。徒儿也是儿，夺子之仇，不共戴天。那他有多强？他实力强大，至少也是合体境。他来之前，大燕境内妖王里最强的也就化神境，但点素妖王只靠气场就能秒杀我们。来，做我的儿子吧。我也是以勘察大燕为名义才跑出来的。师傅，咱们快逃啊！不，咱们不逃。什么？你这就回去见那个妖王，就说为师对他很敬仰。哼，总之就是帮我说好话，让他对为师产生好感。师傅这是准备投敌？照我的话办事就行了，还不快去！苏琪竟然加入了御妖魔宗，这小子可以呀。系统提示：点素妖王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1星。终于来了，杨天东好样的！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说动他的。当当，这是我师傅，他可一直仰慕您呐。确实是大美女，要不安排做压寨夫人，大人意下如何？可师傅不是女的呀。放心，我们妖族可不计较这些。你看大人多满意呀！万事俱备，对方合体境4层，以我现在容虚境7层对打，胜算不大。但厄运书可以，而且不怕被他发现。之前的诅咒就证实了，即便是高等级的修士，也算不到诅咒的因果。虽然没有咒死敌方记录，但它可以恶心敌人，不论修为高低。只要这些人在好友列表里，厄运书就能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诅咒。但只是写名字的话，诅咒输出力度会后劲不足，这也是之前没能咒死敌人的原因。以乾隆就是证明。重要的是，我从未全力诅咒过，全力诅咒需要不菲的灵力。这次试试用全身灵力来诅咒点素妖王，会是什么效果？警告：过度使用厄运书会遭到反噬。吐了快5个小时的血，是诅咒！我到底得罪了谁，竟敢用这下三滥手段？难道是他们回来了？
不可能！啊，这神迹！天上仙府，他们这是知道我计划覆灭大燕，所以警告我来了。5个小时，第一次诅咒这么长时间。你的好友点素妖王遭遇诅咒，身受重伤，道行减退。厄运术终于来反馈了，第一次啊！点到为止吧，全力使用厄运术的效果就是霸道，5星好评。就是有点伤敌1万，自损800。决定了，每3年诅咒点素妖王1次，让这次打不了我们主意。对，就是这种感觉。太好了！夫君做的什么呀？螺蛳粉，我以前做这可拿手了。有2股荣虚境气息，啊，有一位是老熟人呢。夫君怎么了？无事，你等我会儿，我去就来。夫君早些回来啦，冷了就不好吃了。要不然我帮你吃啦。这就是你说的玉清宗？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我是没有感受到特别强的剑意，看来不过如此。话别说太死，我上次也是这么想的。你们来玉清宗有什么事吗？王继浩，拜见前辈。什么时候来的？都没察觉到他的气息。这就是吉浩所描述的前辈。吉浩，我跟你说啊，你这画工真的再练练。这么大个帅哥，让你给画成啥瓜样啊？我真的不知道前辈已经换了发型。重点不是这个呀。黄吉浩，你要是被绑架了，就眨眨眼。啊，前辈放心，我们并无恶意。这位是西渊州真武教第1剑士，上官求剑，现在来这里是想和您论剑切磋的。切磋？才荣虚境9层，他怎么敢的呀？道友放心，只是友好切磋，绝不会影响玉清宗与真武教的关系。我们点到即止。唉，我这个人很怕麻烦。这样吧。我就出1剑，你若是能接下，就算我输。阁下看不起我呀？好，我倒是要看看你这1剑有何玄机。那就得罪上官道友了。耀文，前辈比上次更强了。身体不自觉紧绷，竟让我产生一种不可正面对抗的念头。瞬间贴脸！用左手果然差了点准头。你好像1剑都接不住啊！你这是手下留情？我何止接不住，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我西渊州真武教第1剑修，竟然抵不过人家1剑，亏我还想当天下第1剑修。现在想想，是有多可笑啊！不必灰心，俗话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你资质尚可，未来可期，要赢我也不是不可能。我看好你。我输了。我这会不会太过头了？也许他不是来找麻烦，只是单纯来请教的。
没事吧？道心受损了？我出剑时留了一手，他应该很快就能缓过来。今天的事情就不要对外说出去了。前辈请留步，敢问前辈道号？轮回。轮回？前辈到底是何方神圣啊？不必想太多，你这算好的了，起码没有受伤。当初我比你还惨呢。轮回？这个道号，莫不是大能隐士体验生活？原来是我井底之蛙了。系统提示：上官求剑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3星。啊，这些天才是不是都沾点什么呀？虐一虐就出好感了？有一说一，这波打脸确实帅，但后续很狼狈。不，玉金树，这可是九鼎长老在开宗之日亲自栽种的，1000多年了，是哪个奸诈的干啦？我有幸目睹过，是一只猫干的。什么猫啊？哪有这么大力量？还有那边的地裂是怎么回事？重绘地图工作很辛苦的好吧？这次对敌还是太过招摇了，场面太大，有些招式会随着修为增强而提升威力。不行，我得悟出既能低调打击敌人，又不影响周围环境的招式。为什么又是那种感觉？到底是谁在针对我？报告妖王大人，您的义子杨天东来了。哦，现在来找我何事？算了，让他进来吧。义父，听闻义父烦恼，儿子特来替您解忧。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义父，听闻义父烦恼，儿子特来替您解忧。哦，你知道我的事情？义父，儿子最近求高人算了一卦，卦上说您的烦恼和您的事业有关。有这回事？这诅咒，莫非和我要攻打人族有关？不无可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也许还真是因此，所以仙人才会降罚于我。那义父，咱们攻打人族的计划要取消吗？暂时取消吧，你通知下去就好。是。这么简单就把他骗过去了？师父，大燕保住了。但还不够，我还有更长远的目标。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等着吧，电速老儿，你的妖王位置迟早是我的。我好像找回了自信。而且这位大师是开高原血统情况下被你打败，这下明白自己水平了吧？不是什么人都像韩前辈一样。我打算回真武教闭关一段时间，巩固道心。以后我还会去挑战那位前辈。还来？到时候我可不会背你回来。怎么回事？又有人领悟了万古剑道？你说，该不会又是？绝对不可能！我穷极一生才领悟出一字万古剑道已经顶天了，他怎么会？可我看那方向，似乎就是大雁所在。又有人顿悟出万古剑意，奇怪，竟然无法推演下去，这是何意？轮回是指天地规则，还是指某位修行者？天都变色了，这怎么回事啊？莫非有大能出世？掌教，天生异象，万剑齐鸣，定是有大恐怖啊！冷静，冷静，大家不要担心。
之前咱们不就经历过一次万箭齐鸣吗？那次没事，这次一定也没事的。晦气！怎么到我这一任，玉清宗就这么多灾多难？不知韩长老那边有没有被惊动？若是他因此离去，玉清宗怕是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定海神针了。这是在哪儿？这是什么地方？我刚刚明明在洞府里，怎么会一下子到了这里？系统提示：此乃剑道长河，在长河中前行，可淬炼剑道意志。对剑道悟性越高，则在长河中能走得更远。原来如此，好空旷啊！不知道这条剑道长河的尽头是怎样光景。能走在我面前，说明这些人的剑道造诣都在我之上。人倒是不少，幸好我不怎么外出，否则遇到这些人，怕是只有输的份儿，可不能落后了。先追上他们再说。凡人也想触及仙境，尔等还不够格，速退！仙境？是。那人到底是谁？仅凭剑意就能隔空伤我，好在他并没有杀意，否则我的元神都可能被震灭。恭喜你顿悟太乙级剑意，轮回剑意。由于你第一次顿悟出太乙级剑意，你获得一件灵宝。恭喜你获得太乙级6品灵宝静心蒲团。太乙级，凡人也敢触及仙境，莫非这就是超越凡界的等级？仙境，莫不是飞升之后的世界？这么说，刚刚见到长河上的那些人，人均大成飞升者，这样就说得通了。那些人修为强大，剑意肯定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以后有人来挑战，就用这轮回剑意针对性点杀，而且不会引起太大的动静。抓住，要抓住！师傅，我终于有剑气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师傅啊，您怎么还不出手？再不出手，弟子就要被迫修炼魔功了。停止训练！萧恶长老作画，所有弟子立刻前往祭拜。怎么可能？萧恶长老昨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说不定是回光返照呢。早上还在他旁边听经，没想到就这么早了。莫非是师傅开始出手了？萧恶师弟，我们已经尽力了。这秘法最多能维持魂体1刻钟。今日你突然暴毙，可有什么要交代的？说实话，我觉得很憋屈，怎么死的都不清楚。从各方迹象上查看，你的死因都是寿终正寝。但二长老推演过，你是死于诅咒。是吗？难怪一直霉运连连，修行与心魔，修为也不增反退。师兄可知道是何人所为？我们定为你报仇雪恨。难说，
因为我的仇人都被我杀干净了，已经没有后患可言。可惜了，好不容易恢复肉身，正准备重振昔日。等等，计划欲速内测。自大雁归来之后，就开始遇见诸多美食，莫非是他干的？可他也没多大能耐啊。但排除所有可能性后，剩下的再不可能也是真相。糟糕，师弟无造，这会加快灵魂消散。师兄，我只有最后一句话，千万不要去大雁，更不要招惹大雁的玉清宗。小恶师弟，师弟，你那头妖虫的召唤口诀还没留下呢。师兄，你还没说你的宝贝藏在哪里啦？大雁是什么地方？不知道啊。宗主，不如我们派人去调查一下。不行，太危险了。没听到师弟最后说的话吗？连招惹都不能招惹，这是何等忌惮啊！系统提示：您的仇敌萧恶已死亡。不知道你们俩能在厄运书下坚持多久？本王受不了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明明已经对天发誓了，为什么还要遭受这样的罪？杨天东，你说，为父该怎么办？义父，有没有可能，先生想看到您的实际行动？实际？详细说说。比如说，您要不试试拜访人族宗门，与之结交，兴许先神会因此对您改观。上门拜访？开玩笑吧！大雁这么多宗门，本王都要一一拜访，对那些修士展扬欢笑。哎，非也，您只需要随便挑一个宗门拜访，象征意义表个态就行了。这样啊，你之前跟我提到过，那个韩爵是在哪个宗门？玉清宗。那咱们明天，不，今天就动身。坏了，还没通知师傅那边。义父，等等，人族对第一印象很讲究的，您得化形一下。若处理好的话，结交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人类真麻烦，本王才不要。你说真的会成功一半吗？很接地气。玉清宗宗主何在？还不出来见过本王？义父，结交可不是这样的。系统提示：检测到玉清宗当前最强者点素妖王。点素妖王，他怎么来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先干再说。轮回剑意，三清诸式，大千雷暴，蛟龙除魔印，绝指神剑。第34次模拟试炼结束，用时1秒。打了30多场，终于能秒了。接下来就看看这妖王想来干什么了。韩长老，江湖救急。玉清宗这么多年还不够倒霉吗？上次19宗事件就罢了，杨天东带来的这位更是重量级。要不是念你是韩长老徒弟，老子一巴掌拍死你！不知点素妖王来我玉清宗有何贵干？是师傅。
韩长老真是神通广大呀，竟然算到点素妖王会来玉清宗。是错觉吗？妖族天生对战斗气息就格外敏感，他明显刚刚才战斗过，而且杀了不少强者，甚至有残留合体境血气，杀气余味太浓了。不可能吧？大燕哪来那么多合体境？但他的建议确实让我感觉到危险。更重要的是，他莫名让我感到一丝熟悉感，可我们压根没交手过。你莫不是来找麻烦的？没那回事。之前得知韩长老貌美之名，一直想与韩长老把酒。你说什么？不，我与韩长老身边的李掌教把酒做兄弟，请韩长老成全。好家伙，我诅咒人家，还被怀疑是仙神所为。既然如此，那你们去结交吧。多谢上仙。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这样也好，多一位盟友总比多一位敌人要好。时隔万年，大燕妖族首次和人族进行首脑会晤。李掌教提出求同存异方针，搭建两族交易平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贯彻九字真诀来保障双方利益，坚持从群众中修炼到群众中去，力求达成互利共赢。对此，点素妖王十分赞许，指出人族精神建设值得学习，表示妖族会通过扬长避短，共同推进深层次的商业合作。大燕玉清宗和妖族正式建交，大燕修真界为之震惊，玉清宗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燕玉清宗与妖族的建交，证实了不同种族和谐共处可能性，对后世产生极大深远影响。点素妖王投了，萧恶死了，没有日常任务了。好无聊，还是修炼要紧吧。系统提示：悟道老怪对你产生仇恨，这谁呀？当前仇恨度为4星。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你想怎样？没想到啊，小女娃，你竟能习得这墙上的神功，我领悟这么久也没悟出名堂。功法无主，有缘者得之。况且我并没有毁去经文，前辈可以继续参悟。但那神功乃本宗先祖所留，小女娃，你与我宗有缘，跟我回无相宗吧。前辈，晚辈已有师承，况且晚辈道侣就在附近，这秘境连接很多地方，我要是太久未归，他会来找我的。已有师承倒无所谓，至于道侣，想威胁我，别骗人了，你此事根本没有姻缘。这小女娃神功已成，后边回去做我徒儿炉鼎最合适不过了。前辈若还要苦苦相逼，晚辈便自绝于此。还有，奉劝你收回刚才那没有姻缘的蠢话。既然你不从的话，休怪我不客气。我向来算得很准，说你没有姻缘，你就是没有。宗主，大事不好了！东王星走火入魔，命危，速归！什么？可恶！偏偏在这时候，这女人现在还派不上用场，现在带回去未免操之过急。东王仙那边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是先让这女人再修炼一段时间，以后品尝起来才更加可口。也罢，我已经在你身上种下了印记，别想着逃跑。若你愿意加入无相宗，刚刚对我的冒犯便既往不咎，我只给你10年时间考虑。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
无相宗宗主得道高人，因你是他相中的突袭之夫君，对你心怀不满。倘若邢洪玄答应他，将对你出手，永绝后患。无相宗宗主，怎么回事？天怎么变阴了？这不是变天，这是主人要突破了。悟道老怪是吧？敢抢我的人，活得不耐烦了。今日便借着突破雷劫灵力，助你悟道老怪4天4夜。战神长老又突破了，明明够远了，雷劫为师还波及到这里，他到底是什么境界？恐怕是要超越祖师爷。有战神长老在玉清宗，才有今日之强盛。最关键是战神长老从不揽权，无心称霸，令人敬佩呀。嘿嘿嘿，管这干什么？你只需要知道，你可以永远相信战神长老的实力。确实，战神长老永远的神。我明明按照斩神长老的方式来修炼，为啥差距仍越来越大？天赋不同吧？或许有朝一日，他能飞升成仙。该死的雷劫终于结束了，天雷之威还是无法用人力抗衡啊！以我的肉身硬抗一道天雷，果然勉强。怎么样？重生的感觉如何？为了给你塑造身体，可花了我不少宝贝。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再浪？莫兄，前辈，多谢前辈为我重塑肉身，周某甘为前辈排忧解难。小事一桩，你前世曾救过我，我如今只是还恩而已。前世？说起来还是托你前世的福，你自己气运强大，我只是顺水推舟罢了。好了，此间事情已了，我先走了。前辈，还不知阁下道号？轩。修真界有哪位大佬姓轩？你问我，我问谁啊？嘿嘿，现在我元婴6层了，估计没人比我更快吧？别转移话题，我花了那么多宝贝，你打算拿什么偿还？系统消息更新。周凡死了又复活，太离谱了吧！这厮绝对是主角。系统提示：检测到你成功突破至合体境，你有以下选择：一、立即出世，向世人展现你的强大，可获得一件灵宝，一次神通传承；二、继续闭关，低调修炼，目标人间最强，可获得天才地宝。你选择继续闭关，低调修炼，远离世俗，获得天才地宝。恭喜你获得地仙葫芦籽。地仙葫芦籽，好家伙，27900岁！不愧是6道轮回宫，境界越高，寿命长得越多。若修炼至大成，那寿命得多长？到时候有的是时间逍遥自在。今日之苦修，便是来日逍遥的基石。夫君，这女人怎么又来了？人家来关你什么事？哎，当然是怕主人被她吃掉啊。不过今天她状态有点不对劲。这个我熟，小美有时候也会这样，也是为情所伤。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来这里之前，我当她的舔狗快20年了。小美修为一般，但性格温婉，知识达理，追求者多到踏破家门。我便是其中一员，但我深知细节吃不了热豆腐，于是我默默守护她。爱她就要让她的生活更加幸福快乐。本着爱屋及乌的原则，我经常请她的男朋友吃韭菜菠萝生蚝。以至于有很多人和我称兄道弟，谈我交通与他相处的经验，他们还鼓励我继续坚持下去。他们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我还是渴求他能接受我。其实我并非一无所有，有时候他遇到困难就来找我，说明他心底里有我，他还记得我的好。正是这份牵挂让我一直舍不得他。他喜欢把好吃的留到最后再吃，所以我一定会笑到最后。付出了这么多年，无非只是想让他明白个道理：
我这天狗你不爱，非从渣哪找存在？一时间竟然不知从哪吐槽。吉兄，你说师傅不出门就有女人来找他，那我为啥就不行呢？这个嘛，我觉得是自我认知问题，大概只因你太美吧。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夫君，事情就是这样子。那武道老怪实在太过分了。只要你没事就好，他早晚会遭天谴的。不过有些话他说的对，无相宗综合实力远非玉清宗能比。哼，玉清宗潜力有限，在九流只会拖慢你成长，无相宗则能让你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你若是愿意去，说不定还能有一场仙缘。怎么可能？我既然选择了夫君，那就要跟夫君一辈子。但你并不是我的附庸，还是要为自己多考虑。可是我喜欢，夫君必定成仙，我还等着鸡犬升天呢。夫君，仙姑娘别这样，我要给你的天之傀儡升级一下。哎呀，之后再说嘛。居然不会有事吧？这么久没出来，我看要不给师傅买些什么好？师兄，接下来我先帮你复仇吧。之后我准备征战天下，杀出名声来，我要当天下第一。周凡，你没有名气和势力，我父亲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知道你很不甘心，但我总觉得他只是把你当备胎而已。如今我已经元婴，还越阶击杀过化神，年轻一代还有谁能比我更强？我就是要证明给他看，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他。年轻一代啊，我想起一个人。你是说韩厥？这怎么可能啊！修炼就是要不断历练，寻求天地机缘才对。你看我历练之后修为突飞猛进，而昔日仇敌也在苦修，但他们仍卡在原来的境界，我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呀。可是韩兄弟资质很高，现在要击败他，起码要化神境实力才行。问题不大，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以后若是有机会回玉清宗，那我得跟韩厥切磋一番，让他醒悟过来，苦修是没有未来的。到时候带上他，我们三人一同行走天下，传出赫赫威名，岂不美哉？为什么感觉有种不祥的预感？仙儿的修为长进不少，这次定能被天仙府选中。可惜呀，那个女人终究没骗来，否则有了她当炉鼎，仙儿的修为只会更沉。师傅，又在咒我。师傅，您这样子已经有一阵子了，可知是何人所为？徒儿这就去杀了他。为师也推算不到，你好生修炼，争取早日练成神通。可是，此事你不用管，这咒不强，我还承受得住。是，师傅。可恶！等我徒儿修炼有成，定要你好看。谁在骂我？师傅，你是在咒什么？葫芦，以后你也得照看他。看起来不凡，师傅您宝贝真多。咱们这一脉祖上是不是出过什么大人物？你猜？开玩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些功法神通和宝贝的来历。韩长老，多年不见，
您这山上又多了宝贝呀！掌教，你有什么事吗？他应该不会吃主人吧？韩长老，不如咱们进去说。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说吧，这次又是哪路妖王打起来了？还是谁家宗门又起火了？都不是，天大的好事！玉清宗最近发现了一座上古门派的遗址，据先前弟子探查，里面资源极多，还有功法、天才地宝，甚至法宝。此事没有传开，这等机缘若是传开，恐引起天下修士争抢。自然没有，这可是玉清宗的机密。再说，虽然已过100年，现在年轻修士都没听过斩神长老之名了，但各宗高层仍记得您的英姿，他们即使知道了，也不敢阻拦玉清宗的好事。那你找我做什么？韩长老要不要去看看？关长老已经带着5位长老、100位核心弟子前去守护，传送法阵已经快要建好了。你是怕里面危险，所以喊我去当打手是吧？还是瞒不过长老您的眼睛。那您的意思是？依我看，玉清宗这些年虽然一直在安稳发展，但弟子们缺乏历练，温室长出来的花朵是承受不住风雨的。掌教，你应该也很清楚这一点。此次正是一个历练弟子的好机会，培养弟子自立能力，提升玉清宗弟子整体质量，而我则留下来为玉清宗保驾护航。确实有道理，但话出自你口，总感觉有点别扭。你们小心点啊，一般这种遗址可能有禁制。我明白，若是发现能提升灵气的天才地宝，我会让人送过来的。有劳掌教。掌教还有何事吗？我就是想问问，你们这个树摇的它正常吗？扶桑树，千万别出什么幺蛾子呀！师傅肯定会宰了哥。白天怎么也摇啊？怎么回事？这主人，我们真没做什么，这树突然就抽风了。师傅，这扶桑树不对劲之前，实验室也会自主摇动。自主摇动，成精了！神识开！没元神，按理说是成精必定诞生灵智，自会有元神。难道扶桑树在召唤什么？金窝。扶桑树成长万年以后才会吸引金窝，可时间还没过万年。先看下现实有没有大动静。修真界似乎没太大变化。师姐，你还不飞升吗？还不到时候。那个计划如何了？别提了，周凡跟前世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毛躁得很。好在那边已经彻底相信我了。很好，他是计划的关键一环，别再让他死了。真是搞不懂你，明明飞升之后便能脱胎换骨，凭你的实力，在仙界也能混得风生水起，你还在等什么啊？等我的道侣呀！骗你的！吓死我了，师姐！恋爱脑可是要挖20年叶菜的。当初去玉清宗，原本只想看看周凡，没想到遇到一个很有眼缘的小子。这小子是一名苦修士，这么多年过去，说不定已经达到化神。啊？他的资质比周凡还厉害？那是自然。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去瞧瞧他。师姐没骗人吧？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
这是什么？这是朱雀之子，不祥之灾。朱斗，朱霍斗为外形似犬的妖兽，可喷火焰，可吞石火，所到之处灾祸横生，因而视朱斗为火灾之兆和极端不祥的象征。天快黑了，该回去了。小美，你不觉得奇怪吗？明明快入冬了，怎么现在突然这么热？这是两个太阳。妖敌来袭，是何方妖孽来袭？这等高温跟太阳无异。看这方向，是向着玉清宗而来。若他离得近了，玉清宗岂不是要毁？见鬼！开启护宗大阵！不行，玉清宗的护宗大阵挡不住这高温。神兽朱斗来袭，欲占据扶桑树。竟然是因为扶桑树吗？可恶，已经来不及模拟对战朱斗。主人，我体内突然躁动起来，怎么回事啊？我也莫名心慌，血脉作用而已，我去就来。主人，别丢下我们跑路啊！他越来越近，后山要被烧毁了。可恶，看不清本体，不好下手。上一次遇到这场面，还是异火出世那时候，不能让他继续靠近。各位听令，把能拿出的招都打出去，为了玉清宗！住手！上将，你们尚不是他的对手，赶紧带玉清宗弟子逃生。斩神长老，连他都出来了，那对面是有多棘手？韩长老，我还以为你都跑路了。老实说，我也很想跑路，但此事因我而起，可不能让玉清宗的人为我承担后果。快走，我给你们争取时间。明白，我们这就撤。快撤，不能白费韩长老拖出来的机会。是。诱惑，它充满了诱惑。有个碍事的，滚开！系统提示：神兽朱斗对你产生仇恨，当前仇恨度为5星。明明是合体境5层，却比悟道老怪还难对付，这大概就是神兽的不凡之处吧。他要认真了。不好，这里不是模拟试炼场，背后就是玉清宗。不想波及到玉清宗，就得转移他的注意力。救命啊！大家都往水灵池跑，那里传送阵还开着。不能这样耗下去，攻击太密集，找不到破局点。啊，糟糕，他会瞬移。这猪头也太肉了吧！天诛鬼神剑竟然只能伤到他皮毛，就只剩那个绝招了，可没时间蓄力。猪头这是暴走了？不对，看架势，难道他是要蓄力一波大招？那巧了。排队，有序排队，不要挤了。已经结束了。师傅何出此言？没发现温度都降了好多。确实没刚才那般热了。是韩长老，韩长老他又一次救了我们。高手对决，怠慢1秒足以致命。由于你第一次诛杀神兽，获得1次剑道神通传承，恭喜你获得神通天地玄黄破界剑指。但愿是瞬发的。系统提示：太乙地仙，听都没听过的境界。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
经病啊！自己管不住孩子，死了还怪我。朱斗这一路上到底害死多少生灵，心里没点数啊？又是打了小的就来老的。不过，为什么是待我飞升之后才会寻我复仇？莫非朱雀无法下凡？看来以后想要飞升，至少得比朱雀强，否则连死都没得选。圣界真乱，那要怎么处理这朱斗？都被朱雀发现了，没必要毁尸灭迹。韩长老，刚刚那个太阳到底是什么妖魔？若我说是神兽，怕是会毁三观吧。况且朱雀那边已经记恨上我，还是不要让他们掺和进来。一只狗妖而已。狗？怎么可能？刚刚这么恐怖的能量啊，而且冲着玉清宗来的。该不会是九鼎祖师曾经得罪过的人吧？有道理，若是师祖的仇怨，说得通了。回头我查一下师祖日记。天不早了，要不要我派人来清理现场？不了，这些就正好给小黑加餐。朱斗卷席大宴时，场面浩大，万千生灵为之恐惧。但不可一世的朱斗却突然消失于大宴一角，给后世留下了未解之谜。而朱斗销声匿迹的地方，正属于玉清宗势力范围。玉清宗一时间风头无量，各宗更不敢有歹心，只能一味地结交玉清宗。幸好咱们有建交关系，我早就看出来这个玉清宗不简单了。天哪，那可是朱斗啊！先声明下，机缘之事别再找我，我不去。这一次不是好事。大魏的血岩天门与古元州的无相宗开战了，他们是直接跳过中间的大雁西渊州进行对战。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何要这样做，但我们大雁很可能被牵连。隔这么远也能开战？吃饱了撑的吧？好家伙，这俩宗门都跟我有过节。据说无相宗的天骄东王仙在外杀了血岩天门门主之子。血岩天门那暴躁性子哪能忍，就直接开战了。有传言那位合体境客卿已经率先杀向无相宗。没事儿，让他们狗咬狗，只要不威胁到玉清宗就好。合体境啊，玉清宗何时才能有合体境大能啊？韩长老还记得之前上古宗门遗迹吗？之前我们在那里有重大发现，那里竟然有人存活，是一名老瞎子。关长老他们不知触发了什么机关，意外解除了那个人的封印。他似乎沉睡了上千年，其实力深不可测。所幸他没有攻击倾向，不然关长老吃不了兜着走。被封印这么久还活着，铁定不简单。我们好意拉拢他，但是他一直都没答应。韩长老，你实力强大，你看能不能帮我们去拉拢他？那现在他人呢？目前暂住在内门城池，关长老正盯着他。事关重大，我略懂推算之术，先了解他的以往再定夺。韩长老神通广大呀！贵贵，身世这么牛，竟然不是先天气运者。掌教，你可听说过凌霄宗？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凌霄宗，祖师留下的史料里有提到过这个宗门，据说是5000年前的大宗，后来得罪了仙神，被降下天谴，全宗覆灭。不过这与那老瞎子有何关系？关系可大呢。那老瞎子名叫逍遥，是凌霄宗的唯一活口。
那我们收留他，岂不是要遭天谴呢？要不我这掌教出面把他赶走？赶走？人家可是荣须境9层啊！我得提醒关师弟别做傻事去。暂且先请他在玉清宗待着，等我有空了再去找他。好，告辞。逍遥，保险起见，还是试试你好了，让我见识下曾经天仙府第1天骄的实力。模拟试炼场最大的优势是对手每一招都全力以赴，而且悍不畏死，永不逃跑，很大程度上能了解对手的真实水平、极限状态以及出招习惯。若不考虑现实对战的各种变数可能性，则战胜人机远比真人困难。按以往经验看，第1招通常都是本命大招。上万个荣须境，我代表玉清宗感谢你们不杀之恩。关长老，看看你干的好事！这究竟是在讨伐何等存在？玉瑶魔宗精锐部队就这么被灭？前辈，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你就放过我吧。小子，本座若要杀你，你早便死了。留你到现在，这便是机缘，懂不懂？机缘？机缘？莫非前辈是要传我绝学？绝学？若是你愿意帮我完成一个心愿，传你绝学又如何？你气运不凡，本座竟然都算不透你的命数，说不定能继承本座的衣钵。继承前辈衣钵？可我有师傅了，要怎么拒绝呢？前辈请说，晚辈一定替前辈完成。我要血洗人间，你可愿帮我？前辈说笑了，晚辈怕是帮不了。血洗天下，你还真敢想啊！你以为我在和你说笑？本座从不会看错人，你确实有这方面的天赋。逍遥无愧于曾经天仙府第1天骄身份，作为荣须境，却把合体境逼到这一点足以让他自傲。模拟试炼结束，用时89分钟。再来。第2次模拟试炼结束，用时23分钟。可恶，又让他召唤出分身来了。第5次模拟试炼结束，用时3分钟。还不行，3分钟都够他踏平玉清宗了。天地玄黄，破界剑指，差点忘记还有这一招。第7次模拟试炼结束，用时2秒。舒服了。真是打了最富裕的一仗。不过放现实的话，他应该不会见面就开大招，直接先下手为强就完事了。哦，外面居然这么有趣，小黑要进化了。主人做的冻肉干就是不赖，天下怕是找不到比这更香的了。嘿嘿嘿。剩下的就留着过年。该不该告诉他这是神兽肉啊？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师傅，不好了，佛草树又在动了！什么？还来？至少摇动幅度不大，比上次好多了。可是树自己会动，本身就不正常哦。
真是怀璧其罪。上一次杀朱豆得罪了朱雀，这次又要得罪谁啊？就没办法让他安分点儿。师傅，你不觉得他很像在求偶吗？求偶？扶桑树能吸引朱豆金乌，那也有利用他们的地方，而他们的共同点是火属性神兽。难道扶桑树需要火属性的高等血脉？莫不是共生关系？不瞒主人，最近不知为啥，我总觉得他在引诱我上去。但怕主人有意见，就没敢上。对啊，朱豆是神兽，黑玉姬是上界妖圣转世，身份应该差不到哪儿去。况且小黑吃了朱豆，血脉多少会有它的成分，应该能满足扶桑树。怎么会呢？凤凰住在树上，不是理所当然吗？真的？但你要自己搭窝。倘若让黑玉姬占据扶桑树，其他妖禽神兽或许便不会再来。太好了，扶桑树不摇了，这下以后不会惹麻烦上门了。感觉怎么像是被杰哥压着动不了了？这里灵气充沛，是苦修成仙山没错。想必你是那位最强的斩神长老吧？是逍遥。这人什么时候来的？完全没有感应到他。道友，有何事？你们掌教一直邀请我入宗，但我情况比较特殊，不如这样，要我加入玉清宗也可以。你若能带玉清宗授我这一仗，我便加入玉清宗。啥？这也太狂妄了吧！往日这词不是主人来说的吗？换新角啦？这什么情况？我不找你，你反倒来找我了？哼，可以，你我二人上天一试。不必。师傅，灵力都打不进去，这人什么来路？竟然有这么多灵宝！前辈自重了，只是试探修为而已，但不太确定你真实境界。既然你穿着这么多灵宝，那我便不客气了，我会全力出掌。荣虚境9层，全力？你这是斗法还是杀人？我若接住，你真的愿意加入玉清宗，听从掌教的吩咐？我从不食言，我也确实需要一个落脚处。玉清宗给我的印象不错。既然如此，那来吧。得罪了。好强的吸力，天上都被牵动了。这样全力以赴。虽然看不到他，但他明显有恃无恐。玉清宗明面上最强者，也就是化神境，而且是低级。他如此自信接下挑战，莫非是荣虚境？救命！大气层被吹开了。合体境？你是合体境修士？连荣虚境修士都没有的宗门，竟然有合体境？刚刚说的话还算数吧？君子一言九鼎，从今以后，我便是玉清宗的人。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系统提示：逍遥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1星。关于我的修为，请不要透露出去啊。玉清宗的人不知道。我这修为待在玉清宗太突兀了，也担心玉清宗仗着我的修为四处惹麻烦，所以不曾告知过玉清宗我的真实修为。除了长生，我无欲无求，平时一直在苦修，可以说知晓我的人并不多。如此心性的修士，实属难见。要是当年凌霄宗能有他一半低调，
就不会有灭顶之灾。就这样吧，你去找掌教，他会给你安排职位。系统提示：逍遥对你好感增加，当前好感度为2星。主任，你怎么不教训他一下？不应该他一掌你一剑吗？我给你一剑，你敢接吗？我那么可爱，主人怎么会下手呢？这知音最近有点膨胀啊！我得提醒你，现在的处境其实并不乐观。刚刚那人被仙神记恨，你看到他那双眼睛了吗？那是因为仙神的诅咒。仙神诅咒？对，防不胜防，待在哪儿都一样危险，所以你不要膨胀。还有，本部想跟你说，你吃的零食其实是猪斗尸体做的，他乃是神兽朱雀之子。你没发现身体变化全拜神兽所赐？所以你得努力修炼变强，以免朱雀报复。我推算到朱雀已经恨上你我，所以我也得闭关修炼。朱雀，主人你早不早说啊！这些炖肉干就给狗儿子吃了吧。救我！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呀！让我们欢迎玉清宗新加入的荣须境长老逍遥。哇，这可是祖师爷才能达到的境界！玉清宗真是越来越好了，得赶紧送礼巴结一下逍遥长老。归根到底，逍遥长老是因为和韩长老切磋之后，才同意加入玉清宗。不愧是韩长老，真正的玉清宗支柱。谁知道玉清宗当初只是大燕一角的小宗门，谁知道韩长老以前是外门名下的一小药奴。只能说，韩长老决定加入玉清宗的那天，是剑宗以来最幸运的一天。没有韩长老，就不会有现在的玉清宗。5年，打了5年，师兄，咱们又败了。难呐，合体境的客卿被重创，不知逃到何处养伤去了。无相宗如今已经向大外进发，来势汹汹，咱们血炎天门完了。那未必，师弟，不如咱们投降吧。投降？咱们与无相宗已经是血仇，就算投降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的。不是投降无相宗，是投降玉清宗。玉清宗？我们可以依附玉清宗，只要保证道统就好。在修真界里依附势力也不算稀奇。你想，大魏周围的宗门比我们血焰天门还弱，能稳压无相宗的强大宗门都离我们太远，唯一选择便是更近的玉清宗。这难不成玉清宗比无相宗还强？能扛住无相宗攻打的压力？如果是玉清宗的话，或许还真的可以。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好久没出来透气了，有黑玉姬坐镇，扶桑树再也没招摇过。扶桑树和地仙葫芦藤都长得很不错，加上寻长安、苦修成仙山的灵气一直在提升，生活还是那么美好的。狗子的生活还真是多姿多彩啊！莫兄、周兄生活也不差。师傅马上要化神了，
逍遥还在遭仙神诅咒，玉清宗收留逍遥会不会带来祸端？与其这次才是让人头疼。神格居然才觉醒，现在的霉运已经够恐怖了，觉醒后得多夸张啊！不过说起来，苏琪也挺可怜的，身边的人总因他而死，他却不知是自己的原因。天庭放他到凡间，还抹除他前世记忆，任其祸害人间。还有上次朱斗也是，都闹成这样，上天还不管，像是默许了他。哎呀，天庭似乎不像传言那样的正面形象啊。好处不来，转移灾难倒有一手，他们用意何在？难道凡间人口太多，上天要控制下？什么？投靠玉清宗？认真的？没错，吾等正是为此而来。很明显，他们是想拉我们垫背。可贵宗与无相宗正在大战，玉清宗可不想卷入祸端中。我们门主说了，若是玉清宗答应，血炎天门可以完全并入玉清宗，成为玉清宗的第19峰。有这种好事儿？血焰天门吞并大会后，其底蕴已经很强了，根本不是玉清宗能比的。若是玉清宗能吞下他们，必然腾飞。不可，要先过无相宗这一关，他们实力也很强大。咱们吞并了血炎天门，又有谁来抵挡无相宗？门主这操作着实看不懂。玉清宗这么弱，凭什么？就一位地阶化神境，其他清一色元婴境，加起来都不足以对我构成威胁。除了他，逍遥长老招待好贵客，此事我须得去和韩长老商议一番。宗门硬实力不足就算了，作为掌教却毫无主见。门主和清闲真人到底是怎么想的？竟然要投靠这等宗门！我记得5000年前还参加过血焰天门的开宗庆典，怎么你们现在如此落魄了？5000年？罢了，不说这些。你我皆是长老，不如咱们切磋一番。想隐藏修为装金丹境，再打我个出其不意？可，这种小手段可骗不了我。我已经看出你是荣虚境1层了。接纳血焰天门？是这样的，韩长老意下如何呀？无相宗啊，此举势必会得罪无相宗。我虽不惧悟道老怪，就怕其还有更强之人。现在玉清宗实力如何？能抗衡无相宗吗？难。其实大燕边境早些时候就有无相宗弟子闯进来，玉清宗弟子与他们多有摩擦，输多胜少。更甚者，他们派出数名荣虚境强者来占据大燕，最后还是靠逍遥长老才将那些人镇压下来。这悟道老怪，莫非是冲着我来的？不，他应该不知道是我在背后偷偷诅咒他才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没得选。一旦无相宗将大魏吞并，那大燕势必会成为无相宗下一个目标。确实如此，玉清宗有危矣。是逍遥长老和血炎天门的炎林真人，这2个人怎么打起来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是逍遥长老和血炎天门的炎林真人，这2个人怎么打起来了？无妨，依我所见，他们只是在切磋而已。荣虚境9层，你装个啥呀？谁教你这么个隐藏手法呀？我可看不出来是在切磋。逍遥还没使出全力啊！这可是你们逼我的！咔！
若玉清宗真的要吞并血焰天门，就须得将其打压一番，否则，即便现在血焰天门并进玉清宗，以后也未必不会生出反心。好吧，韩长老说的是。看来逍遥心里也有和我一样的想法，都是要打压血焰天门一番，所以才会提出切磋。好的，明白。小的会把贵宗的意思转告给门主。没其他交代，那小的先行告退了。不要紧嘛。没，不劳你们费心了。你看他都这样了，万一血焰天门不来了怎么办？着急的是他们。既然他们来求玉清宗庇护，那求人就得有求人的态度。系统提示：检测到先天气运者，是否查看其来历？慕容启，金丹境4层，上界神功战神转世，尊号妙真神帝，被妖族先帝围攻，肉身毁灭，神魂入轮回转世至凡间，在轮回中不断恢复神魂，因神帝气运，纵为凡人，天资仍绝世无双。冥冥之中，他被太古灵身吸引，来到玉清宗。神功战神，这就有点意思了。我玉清宗开宗至今已有1000年，玉清宗山门之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是散修上岸进边界的不二选择。长老，这也是玉清宗的山吗？这便是玉清宗斩神长老的山。不过你们要记住，此山不可擅闯，否则直接逐出玉清宗。就是这里，我要找的东西一定在山上，我直觉是不会错的。那斩神长老收徒吗？收倒是收，不过之前有一名和尚在山下跪了5年才拜师成功。5年？你若是有此毅力，倒是也是可以去尝试一番。走啦，下一站要去主峰内城啦。跪5年，为了那个东西跪5年又如何？关长老，我不回去了，我打算留在这儿拜师斩神长老。啊，慕容启你……求，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子乔，这是又有人领悟万古剑道，该不会又是他吧？又有新的领悟了。天地玄黄破戒指，果然奥妙无穷。这里是剑道长河？不是吧？只是复盘一下剑法而已，怎么又到这地方了？这次不会又遇到那位存在吧？大家都在走动，看来是剑道悟性又精进了，造诣越深才走得越远。不知我有没有点进步？怎么回事？停不下来了，一下子超越好多人。难道我剑道悟性？速度70迈，心情是日内瓦海。没脚没直觉刹不住啊！要是被他发现就完蛋了。就是你，上次已经给你机会了，不要得寸进尺。前辈，我并非有意冒犯，只是我自己停不下来呀！求前辈相助啊！我守护剑道长河这么多年，头一次看到领悟速度如此之快的太乙之境。要进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多谢前辈，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奇怪，你明明没有前世，如何能有这样的剑道悟性？寻常人在剑道长河里迈出一步都无比艰难，
他倒好，根本停不下来，这是被剑道长河追着喂饭呢。前辈，凡事都有开始，或许我以后会成为别人的前世也说不定呢。也罢，轮回的事儿谁都做不了主。太乙之境不是你现在的实力能够掌控的，否则会被反噬。你回去吧。啊？果然没错，这山上一定有我想要的东西。看这架势，是前辈出关了吧？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到我。拜托了，山下怎么有人啊？莫非斩神长老来了？这少年好亮啊！好丑。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这货异常吸引我。等等，难道他就是斩神长老，能带给我大机缘？你这是？请前辈收我为徒。我境界比他高，收徒倒是不难，不过还是先询问一下师傅。你怎么称呼？慕容启。那你继续跪着吧。是。啊？外面有人想拜你为师？不行吗，师傅？也不是不行，看你怎么想了。我们彼此都挺有眼缘，若师傅同意，我便收下他。眼缘？确定不是单方面眼缘吗？那便收吧，带他在扶桑树修炼，看管住他，不得擅自离开。是，师傅。要跪到什么时候？前辈一定是在考验我的耐心吧。走吧，跟我上山。是，师傅。大机缘，我来了。血炎天门的命运就看这一趟了。走吧，这次我们两人一定要逼玉清宗答应下来。若是他们还不肯呢？不肯？那我就跪下求他们。这偌大的玉清宗掌教的话都不管用，只有他说了才算。话不能这样说，他能接见咱们已经不错了。我韩某生平最讨厌修炼被打扰，如果没给我个合理解释的话，会很惨的哦。这气息，合体境，这压魄力比咱家那位客卿还强。前辈息怒，我们是来投靠玉清宗的，上次的事是我冒犯了。我是血炎天门门主柳不灭，此次前来拜见前辈，是想将血炎天门并入玉清宗，求前辈成全。行，你们加入玉清宗之后，不得有二心，所有门人打散融入玉清宗，明白吗？前辈，您不说我们也会这么做的。我在你们身体里种下标记，平时修炼不会有影响，但若生出反心，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为玉清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错，后面具体事宜就去找李青子吧，不要打扰我修炼。这就完了？前辈留步！先前血炎天门深受无相宗骚扰，诸多宝物和弟子仍在大魏无法送来玉清宗，前辈可否出手相助？无相宗，无妨，你们尽管撤离便是。我会出手。多谢前辈。据本宗朝阳部情报所述，无相宗最强战力似乎就是悟道老怪。既然如此，只要悟道老怪一直受伤，无相宗就不敢轻举妄动，玉清宗也不会直接和无相宗起冲突。之前老婆的事儿就一笔勾销，我这一生对敌，全靠自己实力。厄运书，给我全力诅咒！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
师傅，你没事吧？是谁？是谁？到底是谁在害我？启禀宗主，前线来报，血岩天门已投靠大燕玉清宗，我们是否继续打过去？停战和谈？什么？这就完了？要是传出去，别人会以为无相宗怕了玉清宗。同时对付2个宗门，即便是我们无相宗也会吃力。等等，玉清宗，我有夫君。想起来了，自从邀请那女人后，就开始被诅咒，这次更是被诅咒的重伤。刚好是血岩天门与玉清宗谈判的时候，难道？我听过玉清宗这个门派，最高不过化神而已。师父放心，我亲自出征，定将柳不灭抓回来。不，你不能去。这件事处处都透着诡异。你天仙符试炼在即，不要再横生枝节。与血岩天门之战持续这么多年，也该结束了。无相宗的威名已经立起来，没有必要再斩尽杀绝。我意已决，不再进军血岩天门。是。这山上除了我，还有你师祖、你师祖母和化神境的指引。徒孙啊！等等，您不是斩神长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了？自血岩天门投靠玉清宗后，无相宗便暂缓了攻势，玉清宗发展也因此蒸蒸日上，引得越来越多的散修凡人投奔而来。大燕自此在平静中度过了10年。系统提示：你的人生已经迈过400岁，你有以下选择： 1. 立即出世，向天下人证明你的强大，可获得1枚气运神兽蛋，随机天才地宝。 2. 继续闭关，远离是非，可获得1件灵宝。400岁大寿啊，选2吧。你已选择继续闭关，获得1件灵宝，恭喜你获得绝品灵宝真天灵镯。真天灵镯，绝品防御灵宝，可隔绝神识，防御灵魂攻击。生日礼物不赖呀！又是防御型灵宝，美滋滋。在下季冷禅，此次前来挑战玉清宗指斗法，不论生死。玉清宗可有人敢与我一战？挑战宗门，又是个黄极浩，他还是天仙府道徒，听了这么多次天仙府，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从天仙府里出来的人，应该会是有意思的对手。模拟对战，开！怎么，收服血岩天门的玉清宗无人敢与在下一战？哼，真是令在下失望。在下出100万上品灵石，谁赢了在下，灵石归谁。100万灵石不够，那在下再出1件灵宝。不是吧？难道玉清宗都是软蛋，没人出来吭声？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难道玉清宗都是软蛋，没人出来吭声？玉清宗的人给我出来！你有本事开宗，怎么没本事应战呢？韩长老和萧长老怎么还不出手？我闭个关容易吗？我去，等韩长老去，等韩长老去。好像数错了。
重来。这个，都过去了这么久了，怎么掌教和逍遥还没动手？哪怕输了打发走他也行啊！我给你们10息时间，再不出来，我可就要踏平玉清宗了。我是认真的，明杀！道友且慢，道友厉害，玉清宗自愧不如，甘拜下风。玉清宗就出来你一个，他什么时候来的？我竟然没有察觉。就我一个，还请道友收手吧。来都来了，岂是你们说一句认输就能了事？道友玉树临风，面容英俊，一看就有天骄的气质，何必这么大火气？道友交个朋友如何？算你会说话，反正来都来了，我指点你一二吧，你尽管出手就是。真的？确定？我乃天仙府天骄之一，除了那个变态之外，真没怕过谁。赶紧的，别废话。那献丑了。冷禅。师傅，您怎么来了？废话，要不是我给你元神下了分身护符，你早就形神俱灭了。什么？我怎么升元神了？等等，想起来了，一招，仅一招。天地玄黄，破界剑指。区天仙府天骄，模拟训练都扛不过3秒，谁给你的勇气敢跟我叫板？道友，手下留人。打了小的，来了老的，你都看到了吧？是他欺人太甚，屡次挑衅。我不想惹事，但绝不怕事。我乃姬冷禅的师傅，道友说得对，此事确是冷禅之错，我代孽徒向您道歉。道友若放过他，我们立马离开，可好？道友说话算话，这是自然。济空道人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3星。敢问道友名号？渡劫境7层。此人品性不错，实力强劲又很亮，实属难得。关羽，字云长。怎么可能？我竟然连关羽一招都接不住！要不是他有意留你元神，为师也挡不住他。什么？连师傅您可是渡劫境啊！分身嘛，自然不是完全状态，但那剑法霸道到让我心悸，天龙真身也差点遭不住，所幸他手下留情。这件事儿也算是给你上了一课，你学到了什么？师傅，没想到天仙府之外隐藏强者竟这么多，连小门派里都有潜修的大能。正解，看来此行有所成长了。我以后要多挑战这种宗门，这样才能加深我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理解。现在就给我滚回天仙府，100年内不得出去。为什么？师傅，我才出来没多久。白痴！你以为每次都是谁救了你？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自从被韩厥卖了后，墨竹一直被禁闭在密殿。由于韩厥打过招呼，修行上玉清宗并没有亏待他，如今修为达到金丹境8层。杀出去，离开这里，为墨家复仇。你还在等什么？你族兄莫复仇还在等你相助。你们什么人？滚开！我不要，不要！你们代表不了我！
的是墨家祖传功法，可这功法为什么会修炼出魔气？刚刚那是心魔，不太像他还自称家主。难道墨家曾经真的是魔门？他似乎有传承之意，我到底要不要重修功法？说是重修，不知又得耽误多少时间。本来追上韩厥就够难了，如果从头开始就……想当年，我明明比他更早筑基，可现在的我还有机会吗？师父，对不起，为了活下来，只能废除原功法，从头开始重修魔主传授的魔功。苏七这小子，一换功法，修为就突飞猛进，和本座魔功意外的契合呀！作为人类，却能做到这一点，着实想不到。不过最近怎么回事？修为瓶颈期了，本座修行尽是遭遇心魔干扰，都没得好好修炼，烦死了！你就待在这里好好修炼吧，这里有本座的法阵，没人敢打扰你。你要去哪儿？出去转转，图几个宗门散散心。不愧是魔主，要不要趁此机会逃跑？不行，魔主实力摆在那里，逃哪儿都没用。要是师父在场那就好了。等等，师父没出手，是默许魔主给予的机缘。说起来魔功非常契合我，他不会是考虑到这一点，这么放任，为的是让我能更快成长。用心良苦啊！师父，我明白了。系统提示：已检测到玉清宗内最强者悟道老怪，无相宗宗主，合体境7层。不是吧？悟道老怪来了？徒儿，你就在附近等我，我一个人进去，万一出了什么事，也好有个照应。是，师父注意安全。什么情况？无相宗悟道子特来拜访？就他一个人过来，看样子不像找茬的。啊，无相宗主前来有失远迎，不知前辈所来何事啊？蠢货，快收起武器！他不会是来找我们？如果是来暗算我们，以他的实力，完全可以潜入玉清宗，何必高调？吾此来，乃为调解先前诸多误会。既然如此，前辈里面请。不知贵宗斩神长老何在？先前和斩神长老有些许误会，我想亲自拜访他。和韩长老有过节？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这个要求，恐怕……难道你身为玉清宗掌教，连一介小小长老都号令不动？不是这问题。掌教，韩长老刚和我发消息，带悟道子去找他。这样啊，我这就带你去见他。这里就是我们玉清宗的试点实验洞府，灵气充沛，活跃性也很高。实验若是成功，就会向全宗推广。假以时日，玉清弟子必定人人如龙。确实是个好地方。不知前辈驾临，有何贵干？久闻长老风采，特来拜访。另外，也是为了化解咱们之间的恩怨。前辈请坐。
我与前辈之间有何恩怨？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之前我不知邢姑娘是你的道侣，确有冒犯，是我的过错。所以玉清宗收服血岩天门后，我并没有继续针对你们。是吗？那倒是多谢道友。以前的事儿就留在以前吧。道友胸怀大度，令人赞佩。处吧你！悟道老怪对你的仇恨提升，当前仇恨度为5星。4星变5星，怕不是恨不得把我碎尸万段。另外，我经常被人诅咒，是不是道友所为呀？我此来也是想把事情说开，请道友不要再迁怒于我，我不会再打扰邢姑娘，你我两宗也可建立友好关系。诅咒！哈哈哈！我为人光明磊落，又岂会做这种下等事？况且咱们从未见过，我又如何诅咒你？竟被算到了，不行，这人留不得。前面那么多巧合。此事切莫声张，我带着他的肉身先离开，绝不能让无相宗查到是咱们干掉的。明白，我这就去控制舆论。仅不到2息，悟道老怪直接被抹杀，这差距得多大呀？对付他只需要用6道绝印秒了元神即可。这是之前打了8次模拟对战总结出来的。事不宜迟，走吧。哎呀，问题是送到哪儿好啊？御妖魔宗？哎呀，太远。哎，那随便挑个妖族背锅吧。怎么搞的？师傅半天还没出来。统领放心，宗主不会有事儿的。是师傅。等等，徒儿在这里。师傅，宗主这是有急事儿。愣什么？快跟上！宗主等等，我们并非合体境修为，会跟不上您。韩厥操纵着悟道老怪，全力赶了半个月的路，直到灵力所剩无几，只得随即落脚某境深山里。他用最后一丝灵力为无相宗弟子们留下疑凶线索，韩厥才收回自己的灵魂。师傅疯了吧？怎么会来这里啊？这可是青蟒大圣的地盘，坐拥100万妖兵，惹不得。但凡长脑子的都不会进去。他好像在骂我，要不要收拾他们？能不能省点心？跟着你遭了多少罪，心里没点数吗？记得咱们先前说好的，这次回来只是看看就有，不要再惹事了。那当然，我巴不得看到韩厥的表情了。就像那种井底之蛙遇见未知又强大惊恐的眼神，只有打击和重锁3关，他才肯跟我们一起征战天下。这是悟道老怪送的纳戒，不愧是无相宗宗主，底蕴都远超预料。哈哈，这么多宝贝资源都够创办宗门了，这位快递员真不错。韩长老，大事不好！密殿出事了，墨竹入魔暴走，密殿一带所有生灵快要被杀绝了。入魔？这是在布莫复仇的后尘。墨竹他怎么搞的？觉醒魔魂？这什么玩意儿？韩长老，静旭长老，大家没事吧？得亏密殿禁止原因，无人靠近已躲过一劫，但护阵已经被魔气震碎了。反常的是，他入魔暴走没多久就封印了自己，再也没有动静，似乎他不想殃及宗门。这不是封印，更像是永化。那岂不是有更大的爆发可能？能够轻易震散用来防御化神容虚境强者的护阵，这魔气显然不简单。号令玉清宗预备总动员，密殿方圆10里内不得留人。是，韩长老，
你也要小心。放心，有我在。好重的魔气，不知墨竹安好。探测不到它，里面的气息还在排斥我。真奇怪，墨竹本身不到元婴，修炼出来的魔气竟能抵抗荣虚境修士的力量穿透。难道里面另有他人？既然如此，那就用全力好了。墨竹！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奇怪，体内没有其他魂魄，也就是说，并非被人夺舍。可他的魂魄仍在蜕变，已经不成人样了。这墨家到底是什么来历？之前莫复仇也堕入魔道。眼瞳不对，等等，你晋升元婴了，可为什么没渡劫？莫姑娘矜持点儿。没反应，他还是那个他吗？是谁打的我？啊，韩爵，你怎么在这儿？韩爵，你干嘛？死变态死开！我要你都负责！从今以后，我就赖上你了！我说，你是刚从黑蛋孵出来的，你信吗？你们墨家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你也变成了魔？我也不清楚。自从踏入金丹境后，我在修炼时经常听到一道声音。起初我还以为是心魔，但后来发现并不是。我查了哥哥留给我的家族典籍，发现那是墨家祖辈传下来的意志。其实墨家并非魔修，而是真正的魔族。后来该族消亡后，魔族功法传入人族，便有了魔修。我墨家算是魔族与人族结合的后裔。那你会像修仙界的魔修一样失控吗？我又不是魔修，魔修会失控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无法承受魔功的力量才产生的反噬。对了，我得到先祖的功法传承，其中便有一起修炼之法。你愿意跟我一起修炼吗？系统提示：莫幽灵对你产生仇恨，当前仇恨度为3星。啊！这婆娘竟然想杀我！墨竹对我有情，有吗？你愿意跟我一起修那个吗？对你我都有好处。波拉，你才刚突破，最好巩固好修为吧。还有啊，别忘了还给我衣服，我就那一件了。本意是好的呀，他怎么还骂我大笨蛋？女人的心思真搞不懂。至于莫幽灵的动机更不懂，渡劫境遇困局还指望元婴境。墨竹已与祖传魔功契合，不享受家主影响显然不可能。为了墨竹安稳修炼，以后又得多一项日常了。夫君，好久没看到你了，去哪了？前段时间我离开大燕，去了西渊州历练。有个叫魏渊的人送了我一大堆东西，说是向你问好。你认识他？前辈恩情，莫齿难忘。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啊，老黄倒是有心了。夫君，还有个，这是我在妖族之地挖到的。我发现它的时候，看到2尊妖王在争抢，想必是天才地宝，就趁着他们两败俱伤，我才夺走它。这株草似乎不简单，不知对你有用吗？系统提示：
检测到该天才地宝具有先天气运者的潜力，是否查看其来历？这草成精了。天地草，万年前本是一株普通的青草，偶遇仙神下凡，在其周围打坐顿悟，经受百年仙气熏染，逐渐退凡。万年间，经常遭遇灭亡之灾，每次灭亡前，本能的化为飞灰，飘散人间，重新生长。此草有成为神草乃至仙神的资质。仙神资质。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好衣我收了，这些年你过得如何？不得不说，出去后才知道大燕有多小。就拿隔壁的知音州来说，玉清宗放到知音州内，连2流宗门都不算。知音州这么强？玉清宗能有今日的名声，全靠夫君顶着，日后必能超越其他州。我只是被逼的。哎呀，夫君你是可以的。还有名震天下的百大修士榜又更新了，我觉得夫君应该登顶榜首。百大什么玩意儿？跟你说啊，百大里面有个来自刑部的，他用巨剑做成滑板。哎呀，我真的超级心动呢。还有啊，用剑洗澡。哦，差点忘了。这是增长寿命的高级丹药，算是悟道老怪的赔礼，你收好。你资质平庸，我怕你走得太早。啊，真是扫兴！夫君就知道取笑我。没有，我是认真的。放心吧，我早就服过了，手头还有天才地宝，我的寿命长着呢。只是活了400多年的金丹境确实少见。说起寿命，你之前在玉幽峰的大弟子柳三星，在10年前就仙逝了。大师兄柳三星，难怪这些年看朋友圈总觉得少了谁。当初在玉幽峰那几10年，修行方面大师兄经常关照我，现在想报答他，却没机会了。他离元婴境就差那么一点儿，但玉清宗的增寿药物过少，若是他早日离开大燕，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大燕终归还是灵气太弱了，跟其他修真界完全不能比。我可舍不得离开人世，我还想陪着夫君。好渴好饿，等下谁吃谁就不好说了。周兄，你还好吗？我呸！阳谋走狗，杨天东，说你师父得知定会失望。行了，周凡，这不怪他，有怪就怪我们运气不好，闯入人家的地盘也罢，你还冒失杀了他的巡逻小妖，可他们太嚣张了，一口一世凡人，还要我们跪着求饶，能忍？冬儿，你说如何处置这2人？是烹了，还是炼制成丹药？义父，非要杀他吗？他们杀了本王的妖族，用命偿命，天经地义。冬儿，你想要继承本王的权利，就得跟人族斩断关系。人妖势不两立，这是铁律，不能摇摆不定。真以为老子想当妖？那么你决定好了吗？本王很推荐有爪。周凡，对不起，咱曾发誓过同年同日死，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早知道如此，当初就不该瞎闯。天下这么大，我想出去看看。去吧，去吧。创业2年半，麾下壮士骑士800余人，只欲青莽大胜，一夜回到解放前。这血脉挺稀有啊，杀了怪可惜的。就这样，又被收为了义子。我出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师父或许是对的，出门闯天下，代价太过沉重。报告大王，外面闹火并了！
是一名自称无相宗东王仙的修士发起的，说是为他师父报仇。他太强了，小的们挡不住啊！无相宗，正好本王跟悟道老怪有仇。冬儿，你就待在这里，看管好他们。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冬儿，你就待在这里，看管好他们。要不要趁此机会救他们？就这点实力，叫你们的王滚出来！好强的妖气，气息比师傅更强横。莫非敢到本王的地界撒野，我腻歪了吧？孽畜！我师傅是不是被你们害的？哦，悟道老怪死了。死得好啊！当真是一件大喜事。原来师傅画的线索是指青马大圣，果然是你们！我跟你们拼了！是又怎么样？今天本王连你一块杀了，煲汤喝。晒太阳喽！长得还不错嘛，别被踩到的话，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诞生灵智了。说你呢，别装没听见。怎么了？难道无相宗来了？没，这次没事。不过，什么？太上长老快到大限之日了，需要我见见？师父他已经孤身离开玉清宗了。去年冲击化神经又失败了，加上增寿丹药用处不大，最后决定外出寻求突破。他说若20年未归，那便是不在人世了。临走的时候让我来跟你道一声谢，说若无韩长老帮衬，玉清宗不会有今日的繁荣。那便罢了，长生之路本就坎坷。唉，说的是啊，也许我们错过了方向的选择。我虽然早年历练有所精进，但这么多年下来，似乎还没闭关苦修受益大。韩长老你也知道，我的修为虽然在提升，但是想要迈过化神这道坎儿，却是难上加难。若是哪一日我也面临大限，你觉得宗门弟子里谁更适合当下一任的掌教？我常年闭关，哪里知晓？纵观玉清宗天资最强的弟子，尽在韩长老门下。刚发现寻长安和慕容启也都已经在冲击元婴，这般神速，除了韩长老外无人可及。若是他们继任，掌教，你的意思我明白。他们两人天资确实不错，但有一点我得提前说清楚：哪天我宗若是遭遇不可抵挡之敌，甚至严重到必须跑路的程度，就算他们是掌教，也不可能牵绊着我的脚步。自我降生于此方世界，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便是长生不死。欲达到那种境界，需不带一丝牵挂，不受因果影响，才方可大成。我可以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相助于玉清宗，但绝不会为玉清宗而放弃这个目标。韩长老多虑了，其实我只是觉得寻长安和慕容启比其他弟子更能服众，没想把你绑死在这里。之前杨天东不太靠谱，看苏七也觉得他不擅长管理，就没跟你说这事儿。玉清宗会感谢你的，刚还以为你想用徒子徒孙来留住我。那可不会呀。再说我们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毕竟庙小装不下大佛，不只是我们宗门，大燕灵气也限制你太多了，要远走高飞也是早晚的事儿。讲道理，就大燕条件而言，玉清宗能发展到现在规模，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韩长老若要断绝因果来完成自己的夙愿，我们不会介意的。毕竟你帮我们太多了，总该为自己而活着。多谢理解。我看慕容启资质卓越，你带他来历练吧。韩长老大义。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冒昧问一下，我师父寿元如何？韩长老放心，师妹的资质比我高，之前还获得过特殊机缘，再活100年都不成问题的。你有空的话，可以去串一下门哦。长生之路，恕我爱莫能助，但若来世有缘相见，我定竭力扶持一二。不错嘛，终于诞生灵智了。天气不错，正好适合给朱雀和莫幽灵送上一点暖心的小诅咒。系统提示：好久没看朋友圈，都要褪色了。哎，这仨怎么同时被妖王袭击啊？什么人？快挡住他！孙大人，你怎么来了？可恶，竟然逃了！龙儿，给本王解释下怎么回事。大王，他好像被他打晕了。废物，本王来扇醒他。好几年前的旧闻了，从头像看，周凡他们应该都还活着。区命悬一线，还是奈何不了我这徒儿的。为师相信你能化险为夷。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旧相识都入了轮回了。太上长老还是走了，不知道师父那边还好吗？好像好几百年没看望他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怪我。请进。师父，关于太上长老的事，我很遗憾。没事，不必挂心。师父，玉幽峰灵气匮乏，不如搬到我那边去吧。我特地给您开辟了一个豪华洞府。那是你的山，我过去不太方便吧？我这一生都在苦修，在乎的人少之又少，但师父您是其中之一。弟子不愿漫漫长生路，到最后只剩一人孤身前行。如果可以，我希望和师父一起携手共赴大道。来吧，我平时不会打扰师父的。我还以为那洞府是师父特地给我开辟的呢，白高兴一场了。嗨，这个我都没有洞府，你还想有？想辟出来？就你这体态，还是老实住浮躁树吧。我洞府就在隔壁，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好。主人，细玄仙子会想吃掉您吗？我绝无冒犯之意，我只是有事要找你们的妖王。何事？我想找您联手对抗青蟒大圣，届时平分其地盘，意下如何？奉劝你少打此主意。青蟒大圣非常棘手，10州9朝内没有几个妖怪能胜过他。我可以回大燕请点宿妖王，他可是师父认证的万年妖魔，实力不比青蟒大圣弱。大燕师父，唇亡齿寒的道理总该懂吧？青蟒大圣最近在疯狂扩张，迟早会杀到你这里来。现在无相宗在围剿他，消耗着青蟒大圣的有生力量。你要是不抓住这次机会，再等下去，我们就只能做他的狗了。你有种再说一遍！别误会，不是这个意思。怎么瞧不起狗？哎，杨天东，怎么是你？混沌天狗，你怎么在这儿？
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什么混沌天狗？我现在叫混沌大圣！看看你，要师傅怎么想呢？信不信我回去找师傅打小报告？你还好意思找他老人家？你自己都不回去，有脸说我？哎，我们好歹也算是出自一脉的，应该相互帮扶才对。我听闻你经常遭受其他妖王的追杀生活，苦不堪言。要不这样吧，跟师兄去干票大的，咱们联手诛了那青蟒大圣。地盘我欺你3。不去，我打不过他。别怕嘛，我知道光靠咱俩还不够，后面我还得拉拢周围的妖王，人多力量大。想想你我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非是为了更强大、更争气，还给咱老人家长脸面呢。这是不用无颜面对江东老父亲的好机会。行，我跟你了。就知道狗子最好了，叫混沌大圣。慕容大师兄，大事不好了！咱们宗门堕入魔道的那2个弟子回来了。坠入魔道的弟子在哪里？他们好像冲着苦修成仙山去了。冲着师祖去？那没事了。哎呀，终于回来了！玉清宗的变化真大呀，感觉灵气都比以前浓郁了好多。不知道墨竹过得怎么样了？等下再找师妹吧。我这次倒要看看，韩爵现在究竟能有多厉害。算了吧，最近玉清宗连血岩天门都吞下了，韩爵很可能比你还强。要我看呢，血岩天门之所以投靠玉清宗，还不是因为被无相宗逼得走投无路了。无相宗没来找玉清宗麻烦，多半是他们宗主惨遭不测，耽误了那边的进程。哦，确实有那回事。真比起来，玉清宗可未必有血岩天门强大。你看看那边的弟子，这年头怎么还有人恐高，竟然给飞剑装栏杆，对吧？实力比起大宗门来说可差太多了啊，也不是没点道理。这二货怎么没看出那座山的灵气充沛到快赶得上隐秘的圣地和万年世家了？韩兄，正反我来也！我要把你打得满地找牙了！冷静点儿！今天就教你们一招绝指神剑吧，能不能习得就看你们造化了。看我的灵力运行路线，运转1周，汇聚灵力从指尖射出。主人，我没手指。羽毛尖也行。嗨，看鸡爷的绝翅神剑！咻！哦，成功啦！不错，一学就会。以后不如就叫绝味鸡翅吧。师傅，鸡哥到底是什么品种啊？看这资质完全不像鸡啊。叫什么鸡哥？叫鸡爷。而且早就跟你说过了，鸡爷是凤凰，你还真当鸡爷是鸡呀？你这董卫真对不起凤凰了。检测到玉清宗内最强者，宣师师，魔君师妹，合体境9层。魔君的师妹，不会是我的小姨子吧？韩爵，好久不见。你还记得我吧？多年没见了，韩兄依旧风采逼人呐。记得呀，周兄、莫兄这些年过得不容易吧？他怎么知道的？岂止是不容易，我们可是一直都在生死边缘摸爬滚打。谁说的？小爷这些年过得贼潇洒，仗剑天涯靠冤仇，还获得了不少机缘呢。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
韩爵，咱们切磋一下吧。啊？虽然我以前败给你，但现如今我练就霸体，跟当年的你一样，也是元婴斩杀过化神的人了。现在我半步化神了，跟你对决够资格了吧？这么多年过去，想必你卡在化神境停滞不前了，对吧？殊不知道元婴境后，若无机缘，光靠苦修是很难飞跃式进步的。你刚回来，不必急着同我切磋，先去找掌教报道，解释一下堕入魔道的事吧。你们不是怕了？你要是怕输了丢人，咱们可以在这里悄悄切磋。若是你想出去闯闯，我和莫师兄可以带你呀。你谁啊？区区元婴也敢挑衅我主人？信不信鸡爷我一巴掌拍死你？哟，韩爵，你养的鸡还挺狂呢。咋的？韩爵，妖宠没管好是要事主的，我替你教训一下如何？没意见，切记别把人打伤了。人？此人绝不是明面上那么简单，只因这妖宠修为是明白容虚境。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打不过他？周凡，这只鸡不对劲，还是算了吧。我们刚回来，先休息几日，摸清韩爵的底细再切磋也不迟啊。不就是一只臭鸡而已，没必要畏手畏脚。周凡，韩兄，这无妨，我不会让他们伤到彼此的。我这形态可是击杀过化神呢，小鸡仔，你应该倍感荣幸吧？哼，害怕了？现在给你周爷道歉，我就不跟你一般计较了。哦，不知好歹。这一拳可是重创过化神，要怎么跟韩兄交代？上来就放大招，不按套路出牌的思路不错，只是……就这？岂有此理！你这温鸡敢嘲笑我，要不是怕得罪韩兄，才没用全力。现在你给我看好了，这就是真正的完全形态的。哎呀！这夺命竟然被打飞了！就这，对吧？就这。就这些吗？小黑啊，以后和别人打架，第一时间要摸清楚对方的真实水平。有些莽子人可是有着远高于自身境界的实力，还有一些阴险的人特别喜欢扮猪吃老虎。试探对方时，最忌讳暴露过多实力被敌人抓住破绽。总之，谨慎点也是好事。人捉再人捉，万一他有大招还没放呢？稳妥第一。还有那位姑娘很神秘，能与之一伙，说明他们必有不凡之处。越阶击杀化神的绝技，过分了！周凡，住手！不！韩兄弟，听我说，周凡他不是故意的。没事，问题不大。什么？难道这是哪路妖孽啊？用尽全力还是打不动。这就是你的全部啦？没想到你小子是真弱啊！你是在试探我？没错，鸡爷我不装了，摊牌了！小崽子，准备好迎接容虚境的怒火吧！什么？容虚境？大脑一片空白，太熟悉了，是和上次一模一样的死亡气息。还有他。周凡哥哥，我们一起走吧。陆阳。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
虚境。大脑一片空白，太熟悉了，是和上次一模一样的死亡气息。还有周凡哥哥，我们一起走吧。陆阳，周凡哥哥好厉害！我生于木匠世家，隔壁地主之女陆瑶，便是我童年唯一的玩伴。很快我们便发展成了青梅竹马。周凡哥哥在雕什么呀？嘿嘿，超级鸟人。啊，好丑啊！为啥有俩嘴巴？哎，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后来我和陆瑶因灵根优异，双双被玉清宗相中。海涛灵力1段，玉洁灵力0段，陆瑶灵力6段，合格。周凡先天满灵力。万里挑一呀！俺们村要出息了！恭喜你们，被玉清宗录取了。在万门练气境的日子里，天赋极佳的我打遍宗门无敌手，很快被升格为内门弟子。嘿嘿，瑶儿妹妹，哥一定会守护你一辈子。好景不长，我的灵力怎么没了？初入筑基境的我，不管如何努力，都无法在丹田中积蓄一丝灵力。内门长老穷尽手段，依旧查不出任何原因，无法存储灵力，也就不可能提升修为。曾经的意气风发，曾经的海誓山盟，都如崩裂的道心一般，化作泡影。若不是陆瑶求情，我早已被逐出师门。全宗只有他坚信我会东山再起。天才时期被捧得有多高，现在摔得就有多狠。求你们不要再欺负周凡了！师妹，我劝你呀，还是离这个废物远一点。他这种废物唯一的价值啊，就是给我们当乐子玩。周凡哥哥，我相信你，终有一天会成为天下最厉害的修士。瑶儿求你了，可不可以不要放弃自己？可能吗？不要再管我了。周凡哥哥，滚！是我的自卑，让我一直逃避，让我不择手段地将他推远。我也曾无数次幻想自己如果恢复了实力，就可以重新将他护在身后。可惜，没有如果。周凡，剑锋的叶师兄昨天跟我表白，我答应他了。那些刻，我才感觉到自己似乎真的失去了他。成长路途可能就3种：被自己击败，理解自己，成为自己。失去陆瑶以后的我，才在极致的悲伤中迈出那第2步。无奈你的本命灵宝潜意识为你挡轮回劫受创，只能借用你的灵力修补。为感谢你多年的付出，本宝宝愿送你烧烤功法，还附带冬暖夏凉的天火，如何？狗屁天火，老子才不稀罕！本命灵宝苏醒的我，修炼速度远超往昔，雄风重振。当年那个男人回来了，失去的东西，我定要10倍夺回，击败所有弟子，成为玉清宗最强，迎娶陆瑶，走向人生巅峰。然而遇上韩厥，不到3秒就完败，一切的期望化作泡影破碎。陆瑶也不再相信我说的任何一句话，更不愿与我相见。周兄，还好吗？我很好。不看最后一眼吗？不了，出发吧。莫说快走，我来拖住他。周兄，你打不过他的，走啊！就算是死，也要拉你垫背。不，周凡！对不起，没能实现曾经的承诺，有缘来生再见。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
我奇迹般活下来了，发现内心终究放不下他，于是我决定回乡，了却心结。再见路遥时，他已为人母，那小子和他小时候一样可爱。见到这一幕，不知为何内心竟莫名的有一丝释然。小娃，你一个人上街不安全啊？你爹娘呢？娘亲去买酥糖呢。哎，酥糖不错啊，你应该很爱吃吧？我最爱吃了，我还想把名字改成糖糖，但娘亲没同意，因为名字是娘起的。什么名字？小凡，回家了。小凡，你在看哪里啊？有个会飞的叔叔送我东西。啊？什么东西啊？那叔叔说这是超级鸟人。似乎就剩他了。相公死于魔教入侵，反而没有修行天赋，也先一步而去。我如今时日无多，除了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宗门师兄弟都说他已堕入魔道，屠戮四方。我不信他是那样的人啊。也许错在我，没想到当年的激将之法，竟会让他落入歧途。苦了他这么多年，想必是恨极了我吧。时光荏苒，你已是年迈，路遥。周凡，周凡哥哥，多谢你的良苦用心，若有来世，我周凡定为你当牛做马。但今生，我想要试试成为那缥缈的仙神。周兄，下一步去哪儿？去找韩爵吧，同他再战一场，了却最后的心魔。玉清宗挺远的，走捷径得穿过妖地。点到为止吧。是，主人。韩兄，请用一手化解容虚境攻击。韩兄，你现在是什么境界？容虚境？差不多吧。不愧是韩兄，我们拼死拼活才元婴境修为，你一下子就容虚境，看来还是低估了你的天资。有些真相还是不说为好。周兄好像还没缓过来，不如先休息吧，顺便去长家那里报道了。好，下回再续。想赢鸡爷还嫩着呢。主人，我表现的怎么样？没给您老人家丢脸吧？容虚境很强吗？别怪我没提醒哦。刚才那位女士，可是合体境9层大修士。合体境9层。周凡关系匪浅，要是你伤了周凡，想想会是什么后果？连我都不一定能保住你呢。哎，咱复盘下注意事项吧。打架要记得留意分析敌人是否有更强大的存在，以防打了小的再来老的。明白，主人。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你们知道那个消息没？什么消息啊？就是当年叛离咱们宗门堕入魔道的那2个师兄，最近回来了。你说的是当年内斗大会被秒的周凡和墨竹师姐的亲哥莫复仇？哎，对，就是他们2个。有点惊讶你还能这么淡定，难道你料到会是这结果？我很早就领略过韩爵，以他的资质苦修到容虚境，也是意料之中。该不该告诉他人家已经合体境了？再说资质不能一概而论，不是所有人能像韩爵只靠苦修就能飞速成长。
所以韩厥注定是个例，我们不必焦虑。哥，墨竹，你突破到元婴境了，这怎么做到的？我看韩师兄苦修挺快的，就跟着学了下。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是很正常吗？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在外面拼死拼活九死一生，历经磨难也才元婴境，为什么你天天闭关修为还赶上我？天理何在？我是不是不适合修行？我还要不要出去历练？要不就在宗门待着吧。哎，哥，1记2跳，不大要走。搞快点，莫要打老娘牌！吹啥子嘛？吹你铸了个好大的牌嘛！哎，自摸8万，要不要？我说你啊，平时还是得多出来与各位道友走动走动，这样有利于境界的提升嘛，也是对九龙宗发展有益，总不能封闭自己，你说是吧，魏宗卓？哎，下次一定。怎么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心悸呀？是太久没出门，开始社恐了吗？什么声音？这不是轮回前辈的弟子杨天东吗？诸位道友，那七狗修士是我一故人，诸位可愿随我一同出手相救否？有何不可？我等正愁没有交流功法的机会。你们，杨天东，到我身后来，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开眼的，敢在这里撒野。一群蝼蚁也敢阻拦本王，找死！这恐怖气息前所未见。诸位道友，老朽数百年来悟出一手合击之术，威能可达合体境。诸位可愿助老朽试验一番？善。孽畜，受死！合体境巅峰大妖，如此靓丽。还好当时逃得快啊，一辈子都不会想再出去了，更不该随便救人。不行，躲着也不是长久之计。这青蟒大圣势力扩张极快，西元州多半会被吞并，蚕食到大燕修真界也是早晚的事儿。不知道轮回前辈是否敌得过那青蟒大圣？轮回前辈要挺住啊！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师兄，大家进来可好吗？好像就他俩不太好，这都掉色了。没事没事，他们马上就好。多谢韩兄，若不是韩兄庇佑小妹，小妹怕是早已沦为荒野上的枯骨。毕竟墨家的仇敌实在太多了。啊，听说我老妹是你帮忙才突破的，有没有啥法子能让我再突破？还是算了，这挺费衣服的。费衣服？什么情况？哥别问了。这与你家祖传魔功有关系，不过现在再修炼也没用，前人传承就那一次了。周凡他还好吧？他不止掉色，线条也快没了。他心态一向不错，应该很快就能恢复。只要有希望，他是不会放弃的。上次我们被青蟒大圣抓住的时候，是他引导轩大人现身，才带我们逃生的。青蟒大圣？说到这个，
当时被抓到老巢时，遇见了个人，周凡认出是你的弟子杨天东，但他现在已经彻底妖化了。什么？要不是他拜青蟒大圣为义父，偷偷带我们离开，我们怕是早就被青蟒大圣炖来吃了。杨天东，韩兄息怒，敢冒死放我们逃生，说明他良心未泯呢，还是有救的。又拜义父，这小子前世怕是姓吕吧？姓吕？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青蟒大圣，你这妖圣的位置该换个妖坐坐啦！看我一 Q 2连！韩兄莫急，天东当时肯定只是权宜之计。我们后来在回来的路上，听说他联合了混沌大圣和各路妖王来围剿青蟒大圣。只不过，我直接大招天崩地裂限制他，大家快跑！他们好像被青蟒大圣杀得片甲不留。韩师兄别气了，这是他们自找的嘛。好多众生，看来那混沌大圣就是狗蛋没跑了。没想到狗蛋和孽徒厮混起来，一起挨打。那青蟒大圣随时可能踏入渡劫境，修为深不可测。当初我救下这2人，也差点被打伤。渡劫境，这等大妖对我人族而言绝对是灾难，也不知天东是否能逃出升天。唉，合体境9层都打不过青蟒大圣，狗子皮糙肉厚，重伤逃走倒是没什么问题。不过这孽徒是怎么从青蟒大圣手中逃出来的？难道是黄天尊和上官求剑牵制住了青蟒大圣？这俩一个容虚境1层，一个容虚境9层，按理来说也不是青蟒大圣的对手啊。每次夜里回忆起青蟒大圣的威压，我都吓得睡不着觉。哥，你又来了。莫兄，以后要不然就待在玉清宗潜修吧。如果是别人这样说，我会嗤之以鼻，但韩爵不一样，这可是实打实出的战绩苦修，也不是不行，我会再考虑考虑。虽然墨家仇敌剩下的势力不敢再找我和小妹的麻烦，但我毕竟是魔修，留在玉清宗于理来说不太合适，迟早会有势力找玉清宗麻烦。哦，那倒是。要不你们修身养息下吧，这里由我说了算。韩兄客气了，周凡确实需要调整，下回一块喝个痛快。必须的。作为合体境9层来说，实力确实弱了点。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我合体境6层也能击杀合体境9层，这样看来青蟒大圣未必强得离谱。为稳妥起见，还是先诅咒一下试试，万一能让他死在雷劫中也是血赚啊。模拟训练结束，用时4秒。哎，韩道友，请问你是不是有一位道侣？道友为何这么问？没什么，随口问问。她可是宣晴君的师妹，不会是他派来的吧？这问题怎么看都像是送命题。魔君不会是发现我另有新欢了吧？他难道不是师姐所说的那位道侣？可是他都合体境了，师姐那个道侣应该才化神境。宣大人，玉清宗正好有美食节，一起来玩吧。罗斯粉YYDS，不好意思，这就告辞了。难道是认错人了？可是师姐还让我带话来着。算了，那个道侣应该也不敢私下找新欢吧，毕竟师姐她……我去，还真是宣晴君派来的，好在没让他撞见红璇。这宣晴君选我当道侣，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唉，能瞒一时算一时吧，万一哪天被发现……那个臭能吃啊！
见鬼！最近怎么总有诅咒之力在干扰本王修炼？若不是有灵宝隔绝，怕是要被这诅咒之力得逞了。看来是时候突破这渡劫境了，再拖怕是要出问题啊！大王，杨天东已逃入古元州内，是否还要继续追杀？当然，即便他逃到天涯海角，本王也要追杀到底。若不撕了他，本王难消心头之恨。杨天东，本王待你如嫡子，你却伙同各路妖王袭击本王，不曾想正好随了本王要扩张的念头。传令下去，若是有人族大宗们问起来，就说那半妖杨天东背叛了本王，本王所做的只是在追杀他。是。这该死的诅咒之力怎么又来了？小伎俩，不足为惧。诅咒之力也不知道能不能到达青蟒大圣身上，总感觉诅咒了个寂寞。看不到朋友圈的反馈就是不得劲儿。杨天东最近只是被妖兽攻击，那青蟒大圣难道在闭关准备突破？这孽徒最后实在无处可去，肯定会回来找我。万一青蟒大圣跟过来，我还没跟渡劫境打过，要是打不过，不行，除了修炼升级别无他法，得抓紧了。事不宜迟，先找个地方渡劫，待本王踏入渡劫境，别说那孽畜的死活，就是这普天之下的人间界，都将会是本王的疆土。怎么回事？却死了！在魔主离开后，苏琪找到机会逃出峡谷，回到御妖魔宗，但御妖魔宗精锐部队团灭，唯一幸存的苏琪难逃责任，被关押在地牢中，每日严刑拷打。难怪好几个月没见他们，地牢禁制都失效了，原来是死光了。难道是师父见我被御妖魔宗的人关在地牢拷打折磨，生气出手了？可师父为什么不直接带我回去？等等，御妖魔宗被师父覆灭，那我岂不是可以回去了？一定是想让我在归途中再历练一番。不愧是师父，考虑的真周到。回去的路途遥远，不能急着走，得找找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能带上当盘缠用。要是还有活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补刀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我去，竟然有活口！你，御妖魔宗的弟子？阁下是？曾经我也是御妖魔宗的弟子，但因为犯下过错，被师父逐出师门。转眼过去这么多年，我就回来看望而已，没想到全宗覆灭。这老东西难道想重新建立御妖魔宗？不行，得先发制人干掉他。这鬼地方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如今元婴了，解决他应该没问题。我施展神通，找了几天几夜也没有找到师父的尸骸，愧对师父呀！我在外面经历磨难，没能回来报答。好不容易成就渡劫，想在飞升前了却心结，现在可怎么着啊？渡劫境？那你知道我师父的尸骸在哪里吗？谢谢你的好意，但地毯式搜索不是这样子。忘了介绍，我名为杜苦，你呢？苏琪，差点送人头。
小黑又胖了，寻常按修炼产出的灵力更多了。哦，师傅的气息明显有化神雏形了。当初把师傅接过来，看样子是正确的决定。小伙伴们过得好惨，常月儿和九鼎真人也遭遇了袭击。看来海外最近也不太平，还好没跟着出去。哎呀，周凡啊，你真是那么闲不住吗？莫复仇他们苦修了1年，最后还是离开了玉清宗。成交，小妹，我意已决，你们回去吧。魔主，你回去告诉韩厥，我周凡下次回来一定会打败他，至少打败他养的黑鸡。好，大哥周凡，你们注意安全，要活着回来呀！你俩臭小子在外，不要给玉清宗丢脸。苦修一途，长生之道总归只属于少数人。汉人投入人世的繁华与纷争，才是他们的中宿本。你的徒弟苏琪遭遇同门袭击，呈2174。你的徒弟苏琪身受重伤，命悬一线，幸得魔主相救。你的徒弟苏琪传播霉运，御妖魔宗遭遇魔主屠戮，全宗灭亡。御妖魔宗竟然就这样没了？苏琪，永远的神！好家伙，这可是我忌惮多年的势力啊，见都没见过面就倒了。有一说一，御妖魔宗能坚持这么久，已经无愧于大宗门的名号了。哎呀，苏琪这小子别是跟杨天东一样认了义父吧？魔主怎么会愿意帮他屠戮御妖魔宗啊？或许魔主本身就嗜杀，只是多了苏琪一个借口。一定是这样。苏琪啊，为师决定把你写入族谱了。夫君，我回来了。怎么垂头丧气的？在外面受欺负了？没，对不起，夫君，外面太乱了，我没找到宝贝带过来给你。没事，礼物啥都无所谓，只要你平安回来，没什么比这更重要。这伤不要紧吧？没事，夫君还是多关注下外面。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只叫青蟒大圣的妖魔，以追杀背叛他的义子为由，屠戮人类。外出历练的修士最近都被吓得躲了起来。夫君，你说他会不会杀到我们大燕来？据说无相宗的宗主悟道老怪就是死在青蟒大圣手中，无相宗围剿他无功而返，还死伤惨重。看吧，若是袭击玉清宗，我打不过他，我会带着你跑的。是带着我？这么说，我这算是已经走入夫君的心里吗？早已经是了。那我就放心了。啊？放心啥？那我是不是你此生的唯一？那当然了。真的吗？不然呢？我回来的时候发现附近啊，多了一处洞府，而且比我雅居还豪华，是谁的？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西玄仙子的，我邀请他过来，方便他修炼。啊，夫君很在意他。毕竟他曾是我的师傅。只是师徒之情，问你呢？怎么办？在线等，急。李掌教，那不可一世的无相宗都被青蟒大圣轻易击溃，而且不用妖君出动就很离谱。玉清宗可是我们大燕最后的希望了。是啊，李掌教，玉清宗若能战胜他，我宗并入你们也愿意呀。我们10几个宗门加在一起也打不过无相宗，更别说青蟒大圣了。加上玉清宗，起码有点机会。诸位稍安勿躁，我已经派遣核心弟子前往各州打探，
各州地域广大妖军，就算现在启程大业也得花好几年。况且目前情报来看，他们正在进军古元州，到大燕需穿过指阴州。指阴州王朝比大燕强盛得多，预估会被拖得更久。如此甚好，指阴州可不是吃素的。指阴赛高，他们合体境强者数全州最多，只要不是遇上渡劫境这等战力，青蟒大圣必定饮恨九泉。老罗闭嘴！你这嘴巴开过光，心里没点数吗？西元州九龙宗传讯说，青蟒大圣修为已是合体境9层巅峰，而且近期有意打算将古元州作为渡劫之地，随时有进阶的可能。老罗，师徒之情啊，是不是呀？男儿在世，3妻4妾很正常。你看看宗门里的那些长老，谁不是好几位道侣？所以你要知道，我今后也会有其他道侣。但若是让我决定先娶谁，我依然会选择你。瞧你吓的，我又不反对你多找几个姐妹，这样一来，你闭关，我还有伴儿呢。你……所以，小姐妹们什么时候来呀？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和她们贴贴了。不过我要提醒一下你，一生啊、唯一啊什么的，你可不能随便给未来的小姐妹们承诺啊。是。还是修仙之人好呀。要是在熊场人家，这就是修罗场了。夫君，我想了。想什么想？不好好修炼。哎呀，这也是修行的一种嘛。来嘛，这一次你可得投入点哦。绝指神剑。想得美。夫君，我出去溜达溜达，你好好修炼哦。这青蟒大圣来势汹汹，得早日突破至合体境8层才行。主人，不要走！什么声音？主人！自家除了我还有谁？声音似乎出自水池旁。主人！呆！何方妖孽？你为何会说话？我不知道啊！我好像很早就这样，好多记忆在复苏。有记忆？这厮我不是仙神伪装的吧？不对，我曾还有过一位主人，记得他在我旁边坐了挺久时间。是仙神打坐修炼100年了，受仙气影响令你退凡。自从有了意识，就感觉他挺啰嗦。好在他离开了。这不是啰嗦，是讲道之类的吧？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等等，记得后面我死了好多次，被妖怪吃掉，被烧死，被淹死，但都复活过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前系统提示过，天地草至少活了10000年，放在某小说会变成黑环了。记忆太多了，像是死撑了数万年。你不会不相信吧？我信，上万岁的魂，不是野草，没被其他野兽连根吃掉，真是辛苦你了。可是我好像马上10万年了。记得民间有个说法，活到10万年的生灵命中必有大劫，据说十死无生。10万年渡生死劫，这是要化形的节奏。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主人，你会抛弃我吗？不会。但是生死劫将至，我怕会殃及主人你。放心，一定会有办法的。我会给你完整的一生，从今以后，无论去哪儿
我都会带上你。主人真好！系统提示：天地草对你产生好感，当前好感度为5星。啊，总感觉有啥地方不对劲。这么强的无相宗，也难逃灭宗命运。这青蟒大圣的妖兵，增长的为何如此快？以往妖族被人族压制太久，即使妖王众多，也不敢入侵人族。如今出现了青蟒大圣这个希望，自然会有无数妖族望风而来。从大雁到这里，一路上都是青蟒麾下的妖兵，这天下的妖怪，怕不是都来投奔他了吧？宣大人，你看这架势，好像是在护法吧？是青蟒大圣要渡劫，若是他顺利渡过雷劫，那便是妖族唯一的渡劫境强者，来投奔第一妖圣也正常。要知道，修炼达到渡劫境，便可飞升至上界。人族的渡劫境强者怕是早已离开，更别说能压制渡劫的大成境了。既然渡劫就可以飞升，为什么还要大成？普通修士妖怪能修炼到容虚境已是不易，达到合体境便是九死一生。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得拼机缘。侥幸能渡过雷劫，成就渡劫，几乎不可能再有提升。毕竟到这种境界，机缘和资源用处并不大，不像以往升级靠积累，所以大多数渡劫境强者都会选择直接飞升。但天地间总有一些天骄，即便成就渡劫，也能在凡间继续修炼。啊，这也行？就像师姐，晋升大成依旧还在进步，不像我，虽距离渡劫境仅有一步之遥，却犹如隔着天堑一般。我周凡要做那大成不飞升之人。先打败某家鸡再说吧。走吧，我带你们去海外，那边相对安全些。这青蟒大圣野心勃勃，海内10州9朝的人族，怕是要迎来灭族之灾了。那玉清宗呢？会不会出事？韩兄会照顾好墨妹他们。青蟒大圣之事，我们知道的消息，在出来之前就已经告诉掌教了。滔天大事下，我们自己都是泥菩萨。走吧。洞府怎么有雾霾啊？哦，不对，这是灵气。怎么飞四啊？灵气暴动了！主人，你醒了！这都是你弄的？对呀，主人喜欢吗？不愧是有仙神资质，灵智才诞生不久便能催生灵气，就是浓郁过头了。寻常你看看人家，居然都能沟通天地灵气了，要不要传点功法给他？传吧，以后说不定还能成一大战力。万一他背叛我咋办？而且也不知道那个仙神有没有留下什么特殊手段。以防万一，先留个印记再说。喜欢，以后多整点啊。好的。我想想，要奖励你什么好呢？哇，是什么呀？麒麟剑，太大太重。绝情飞剑，不行。天地玄黄 ，no， 这是老子的底牌。悟道老怪送的草字剑诀，太深奥。要不拼个天之傀儡给他开着？要不……哦，这个，我好像从没练过。九鼎真人补全以后，可以修炼到容虚境，应该够他学一段时间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好好在这里看书学习，不准偷懒啊！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为培养他的积极性，我必须以身作则。区白雷能奈我何？本王今日便要成就渡劫。等等，
外来力量介入。不，天劫圣阶，又是那该死的诅咒之力！该死的鼠辈，到底是谁？还是得动用主人留下的宝物。本王今日倒要借宝物和天劫之力推演一番，到底是哪个猥琐之辈在捣鬼？去！该死的鼠辈，为什么退缩不出来？等本王今生渡劫，定要找出你！雷劫，给本王破！从今以后，本王便是真正的妖圣。孽子鼠辈，本圣要让你们尝尝这世间最痛苦的折磨，要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传令各方妖王，让他们不计损耗，全面进攻。是。此后6年间，妖族迅速击溃人族修士的抵抗，屠戮城池，吞食百姓。快逃啊！师傅又净神了吗？不如期很长一段时间没回来请安了，不知道师傅会不会允许我下山探望他？别去了，他不在宗门里。以你现在的情况外出，铁定被妖怪吃掉。师傅，可是我算过了，他现在没事。而且就算后面遇见事儿了，他气运不凡，会化险为夷的。这段时间外面到底有多乱？我最近总听见来朝圣的弟子在谈论青蟒大圣，说他会成为天下的浩劫。启儿爱好冒险，我总担心他会出事。启儿，你们这师徒感情还挺亲密。你的肉体对妖怪来说是至宝。别到时候人没找到，自己先被抓了，到时候我可不会去救你。都跟你们说过多少次，安心修炼，不要往外跑，你不听。鳄鱼这人参很香啊！等等，主人，狗蛋出去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死外面啦？没死，但天天都在挨打。主人能算到。幸好我没出去，也不知道狗蛋啥时候回来。主人，那大蟒迟早要打过来，我们不如直接带着家当先跑路吧。你，韩长老，掌教一来准没好事啊。青蟒杀过来了？暂时还没有，不过古元州已经接近沦陷，那青蟒的大军超过1000万，周围的西元州和指阴州都在苦战中，恐怕也要不了多久就能到我们大燕了。听朝阳部弟子汇报说，那青蟒已经突破至渡劫境，还不止于此，麾下的合体境、容虚境妖王也已过百。你想累死我直说吧。所以人族修真界为何还没有联手的消息传来？说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个嘛，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
海内10州9朝，现在都没有渡劫境的大修士，所以一直没人能做主。一个都没有？不是吧？2年前倒是有个传闻，古元州出现了渡劫境的大修士，不过刚露脸就被青蟒打得半死。现在各州都被这消息吓得肝胆俱裂，不少宗门都被迫迁移。这不难理解。要说为什么青蟒大圣会是妖族有史以来第一妖圣，不论力量还是肉体防御，妖族天生强于人族，同等级实力也高于人族修士，但人族依靠修士基数优势才一直压制妖族。若妖族出现渡劫境的存在，意味人族饱和攻击再无作用，寻常渡劫境强者很难抹杀的。就目前情况看，天地之间只有大成境强者能完压青蟒大圣。韩长老，你这次有把握没？没把握的话，咱们玉清宗就早做准备往海外跑路。海外？投奔老祖吗？对。不了。让所有外出弟子都回来吧，这次不跑路了。什么？你要对付他？师父，你认真的吗？我们全都留下对抗青蟒大军？开什么玩笑？还不如去海外投奔祖师爷。投靠他？他最近也经常挨打。经常？韩长老怎么知道？我能推算到。况且，前往海外的沿途有路线能避开青蟒的妖军吗？面对来势汹汹的青蟒大圣，掌教李清子心生畏惧，想要迁宗。你有以下选择：一、同意掌教，跟随玉清宗逃跑，可获得一件灵宝；二、拒绝掌教，选择留下来等待青蟒大圣，可获得一块天道灵石。好多年没见这系统消息了，天道灵石是啥呀？听上去很牛的样子。没有，大燕周边的所有势力都在和妖军苦战，我们无论走哪个方向都会遇见妖军。就算不隶属于青蟒大圣的妖族，也临阵倒戈，转而进攻我族以表态。基本没一块地方是安生的。你在逗我们？有这情况还跑路？有点明白师父的意思，剧组搬迁必会折损大半，与其这样，还不如留下来拼一把。总之，号召所有的弟子留在宗门内，别出去。仍在外进修的弟子，务必火速赶回宗门。我可不想青蟒大军压境的时候，还要出去四处救人。好，我这就去宣布，韩长老真的有把握，哪怕他从不打无准备之战。还有，我要留下的决定，也不要泄露出去。我都记下了。修真界其他宗门只能自求多福，只要玉清宗没事，哪怕天地毁灭我也不在乎。那所谓的救世主之名，一旦沾上，今后定然麻烦不断。这世间的修士断不止明面上的这些。青蟒大圣，区区一个渡劫境，不可能将人族屠戮殆尽。系统提示：你拒绝掌教，选择留下来，获得一块天道灵石。能傍上天道大名，定然不属凡间之物。主人的法宝就是多呀。师父不会真用板砖对付青蟒大圣？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天道灵石蕴含天道之力，与法宝融合，可使法宝提升一个品阶。能提升法宝品阶？那这玩意儿很哇塞啊！该融入哪一个呢？先前那么努力诅咒，青蟒还是顺利突破，诅咒
咒书的功效怕是对青蟒没什么大作用。若是提升一个境界就能咒死青蟒大圣，怕是赌不起啊。先不谈威力如何，连有无延迟还尚不清楚，还不排除青蟒有法宝作用，而且他随时都有可能杀到玉清宗门口。鸿蒙判定剑融合，还是先增强杀伤力，最好强化完了能秒杀他。鸿蒙判定剑无法被天道灵石升级，请换一件法宝。竟不受天道之力加成，刚用过神石也是无法检测这灵石，多半是天道之力作用，沾上天道的都颇为不凡。然而鸿蒙判定剑作为我的半生法宝，受境界限制，无法发挥真正完全状态威力，上限到底多高仍是未知数。莫非鸿蒙高于天道？主人总算意识到绑桩不能解决问题。大战在即，在顿悟下剑道，也不知道剑道长河中那人是否还在守候。这是又是万古剑道，也不知今日能迈出几步。怎么又是你？前辈，我遭遇生死大敌，能不能让我再进一步？一步就行。你都已经悟得太乙神通和剑隐，凡间还有谁是你敌不过的？啊，除非你与对方的境界差距过大。晚辈确实遇见了境界远超的敌人，本想飞升后拜访前辈，感谢前辈之前的提醒，但如今可能要死在修行之路上了，可惜。这样吧，你往前走吧，这是你的选择，别怪我没提醒后果。只能背水一战了，看看能不能将三清诸世顿悟得更强，若走得远就稳了。这就是超越太乙的力量吗？仿佛被上百个黑玉姬碾压，无法步行。不，我不该止步于此，已经没路可走了。仅3步，境界差距竟这么大，难怪上次前辈没让我前进，进1步，魂体就濒临崩溃。不甘心，再走1步，就差那1步。差不多了，小贝，再有下次，我可不会再救你。小贝，你为之渡劫境，便有如此领悟，实属难得。我很期待你今后成就。师父8天没动静，不会是没把握吧？我去，我的血脉突然沸腾了！从未见过如此霸道的维扬！啊，这是透露出的恐怖气息，好像我上一位主人。模拟战斗已结束，用时2秒。同样是秒杀，这一次明显更快一点，也更彻底一点。不错，还差那1步。要是青蟒大圣能加好友，应该有把握咒死他。不行就只能等他亲至玉清宗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多亏了那个传送法阵，才逃到大雁了。但狗子没能一起来，这可怎么跟师父交代？你
长，你继续逃啊！无论你逃到哪儿，本圣都会抓到你。这青蟒大圣的黑雾分魂，跟狗皮膏药一样，甩也甩不掉。到时候将你抽筋扒皮，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绝望。要不要回去？庆南山之主，赎罪无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共富贵，均分疆土，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我们太天真了，我努力了这么多年，一切看起来却那么好笑。各路妖王都死了，现在回去，师父他们会不会也……哎，算了，不能把灾祸带给师父，无颜面对江东父老。都到家门口了，还不回来？还想出去鬼混？师父，莫非你这孽徒真想给青蟒大圣当儿子不成？师父，徒儿知错了。师父，苦修似乎不适合我，痔疮都出来了。我想去外面历练，应该不容易得腰间盘突出。考虑清楚了，你可知外界的尔虞我诈，相比痔疮只是小问题。徒儿当初不该不听您的话，外面的世界太可怕了。别哭，到山下刻5年头，每天喊1000遍你错了。大燕的玉清宗石碑上这么写着。很好，这就去报告圣上。检测到2位鸟妖进入玉清宗范围，修为元婴境2层。青蟒麾下的鸟妖都到玉清宗了，那青蟒麾下的大军，看来已经进入了大燕范围了，得为大战做点准备了。早钓鱼，晚钓虾，中午钓个大王八。希望今天不会空军。师父，宗门紧急召唤我们回宗，是发生什么事？不是吧？这厮怎么回来了？真是传说中的大师兄。为啥一回来就跪着了？咋啦？晴儿，你来了。师父，徒儿知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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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那个师弟他犯什么错了，被您罚跪在这里？圣言，他可是你大师叔。啊？可是他怎么才元婴出？圣言，圣言。我也想知道呢。好久不见呢。在外面感觉怎么样？有没有遇过狗蛋？好凝重的气息。小黑，你怎么这么胖啊？师侄马上就元婴境了。他只是在师父那苦修，就能有这种程度，没有在外历练过吗？是有一点，但我是纯苦修才达到元婴境的，这里的灵力不比外面差呀。所以这些年在外历练到底有啥意义？作为大师兄，却拖了大家后腿，实力没长进先不谈，爹倒是忍了不少，甚至记不得师父教了什么，我十分之耻。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外出历练并非一无所获，我跟你说啊，狗子现在已经化神境了，过段时间他就要回来挑战你。小黑莫慌，狗子会手下留情的。师父，
你看要不要告诉他基爷的？不了，他开心就好。一元婴一化神就敢谋划袭杀青蟒大圣，你们怎么敢的呀？难怪他要一路追杀到这边，被你们俩这种实力的妖怪造反，恕我也忍不了。韩长老，大事不妙了！青蟒的妖军来了。对，他们的妖军已经杀入大燕，回来的弟子都说他的目标是杨天东。杨天东是韩长老的大弟子，而且是我推荐给他的。玉清宗能与点素妖王建立友好关系，杨天东当局首功。现在驱逐他是不可能的，会寒了天下人心。来就来吧，宗门的弟子都送进万妖界了吗？放心，元婴以下的都安排进去躲着了。密殿已经被封印，其他传送入口我已经让人摧毁，今后只能从玉清宗正门进去。现在周边数州沦陷，大燕被包围封锁，已经没有退路可言。唯一逃到海外的机会，全靠万妖界空间传送阵。但临时建立的通道不太稳定，稍不慎就会被时空撕裂，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动用的。与其被妖军屠杀，我想大家更愿意进去赌一把。巧了，掌教，我也是赌一把。韩长老，你说实话，我心里没底，甚至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好在你们留了后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万一打不过，有把握全身而退吗？70%可能吧。那也比我们好多了。玉清宗离万妖界极为遥远，只有用这块玉牌能最快传送到弟子们那儿集合。这样，在妖军侵犯万妖界之前，我们还有时间逃生。好，这我收下。另外，我们300多位长老的元神都在里面，我们的命靠你了。实在打不过，我带着你们一起跑路。要是没能秒掉青蟒，让他侥幸逃走的话，怕是会后患无穷。拜托韩长老了。可恶！服不服？本王绝不会认输。什么圣上，都是个屁！嘴硬。最后一次，还有什么遗言要说？相公，不要啊！阿花，小翠，大漂亮。又闪了！该死的鼠辈又在诅咒本圣。诅咒？哼！看来这家伙也被仙神盯上了。罢了，先低头，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我愿意臣服于您。算你识时务，把他手下放了吧。本圣问你，你可见过这个半人半妖？这不是我义子杨天东吗？莫非他得罪了您？义子？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义子，好个义子！青蟒大圣，你要干什么？我都已经愿意臣服。杨天东得罪你，可不是我指派的。他也拜本圣为义父，还组织妖王造反。造反？本圣这次不灭你元神，从此以后你与杨天东再无瓜葛。等本圣抓住那孽种，你敢多说一句话，本圣定让你无法超生。所有妖王听令，
杀过去，一个不留！狗东西，竟敢认其他妖王当义父！师父，徒儿知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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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孽种！啊！本圣还以为你会逃到哪里去，没想到逃到这样的小宗门来。今日本圣就将这只小宗门的人全吃了，看你还能往哪儿逃！青蟒大圣来了！诸位长老，赶紧带留守的弟子去各峰开启护宗大阵。妖精未到，妖气先至。这妖气强度是青蟒大圣，渡劫境这么离谱，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给弟子们争取逃生的机会。萧长老、柳长老，你们能敌得过青蟒大圣吗？渡劫境，这我完全顶不住啊！战神长老呢？他怎么说？哎，他呀，说是再等等。师父，青蟒大圣来了，我们要不……无妨，你跟小黑他们待一起，等会儿传送到万妖界，玉佩由慕容启保管。主人，不要丢下我们！哼，放心，不会有事的。师公，邢师母已经到万妖界了。很好，这样我可以放开自己了。这般淡然，难道师父已经强大到可以无惧青蟒大圣了吗？不在方圆100里内吗？护宗大阵，全力输出！还是修士的气息美味。今日可别抢啊，我都要饿死了。左翼、右翼方队出击，不留漏网之鱼。螳臂当车之辈。这是仅靠神识就重创前线，我们走不了了。虽然元神都在韩爵那边，还有复活机会，但前提是韩爵能从渡劫境的手中逃出。最强也就虚荣境9层，真是搞笑。哼，孽种不在前线里，让本圣瞧瞧躲在哪儿。找到你了，孽种这一次不逃了，还指望玉清宗能保你？完了，掌教他们联手都挡不住青蟒大圣一击，师父怎么可能挡得住？你们都后退，系统都没检测到他神识却发现我们。渡劫境果然强到超乎意料，神识方向已锁定。过来，再过来点。孽种旁边的这一身灵宝，才筑基9层，弱鸡。哼，肥的鸡，修为不错，倒是可以考虑收为压寨。等等，扶桑神树，这等神树怎会在此？记得主人提过这个，即使在他那边，也仅存在于传说里。立大功的机会，若是将这神树献给主人，主人一高兴，我指不定就可以留在那边了。这神树本圣就收下了。顶级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一集。